英雄武器都是选择刀剑的世界，我却选择一把手枪当做主武器。见状的同学们纷纷嘲笑不已，就连老师也认为我是个疯子。原来这是一个英雄与怪物并存的世界，哪怕是升级后的魔法子弹，也根本无法对英雄造成一点伤害。所以比起现代化的手枪，古代的武器能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力量。可这个魔法世界的起源，却是源自于我写下的一本小说。只因在我断更后的某一天，收到了一封读者想要改编我小说的邮件，但当我答应之后，竟意外来到了我小说中的世界，还顶着一张写着问号的脸。好在过了2周后，我也有些逐渐习惯了。经过这2周的了解，我才确认自己没有做梦，而是重生到了自己小说中的路人甲身上。思考了很久，我猜测回去的办法就是跟着主线剧情走，等发展到我断更的地方，小说结束我应该就有机会回去。可按照剧情的长度也需要10年左右，而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危险，因此我选择了去这具身体所在的学校上课，也就是培养英雄们的魔方学院，更是我笔下小说的主要舞台。在众多拥有特殊才能的英雄志愿生中，只有极少数的精英才能成为魔方的学生。我这具身体的原主人既然能加入其中，想来总该是有些特别之处。尽管我不了解一个路人甲的才能，但也希望能多少有点帮助。我在魔方的班级是小说的核心地点，关键的正派和反派以及小说的主角都在真理班。接下来大家会在这个班中有各式各样的遭遇，一想到要和他们这群天才相处10年，我就愈发的感觉前途有些迷茫。到了傍晚下课，我便回到了宿舍中，可这时我的门边却有一个快递。我本以为这是身体主人金春冬的物品，却不想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我的笔记本电脑。它的出现让我大吃一惊，紧接着电脑还自动开机，然而上面赫然写着开始同步。伴随着一阵耀眼的强光，金春冬这个角色的一切便开始同步到金河镇，也就是我的身上，就连能力值又或者是生涯等等都在一点点的同步。这些东西分明就是我当初写小说时的设定集。我很好奇究竟是谁能把电脑寄给我。同步完成之后，电脑突然变为了黑屏，我也习得了专属全能干预设定。这一刻我不再是金春冬，而是变成了自己原本的模样。不过因为同步化的影响，我的所有属性被全部重置。缓缓将电脑平放在桌面，从屏幕之中我清楚地看见，这确实就是我原本的脸。同时在我的四周能看到一个又一个的窗口，我想这就是我设定中的开眼吧。当人在超越自己的上限时才会出现的觉醒现象，在这个世界中人们称其为开眼。开眼后，当事人就能以数据化的方式了解自身的数值才能等。简单来说，就是可以看到自己的状态栏。目前我拥有2个才能，观察和阅览。重置了能力之后，我的数值明显是低于金春冬的。状态栏的东西有些多，但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干预设定这个全能。我并不记得自己写过这种能力，且我能通过增加在世界中的存在感，从而获得相应的 SP 点。1000点 SP 能兑换一个能力点数。望着这个全能，我在想，难道是要我提高在小说中的比重吗？如此奇怪的能力加上送给我电脑，无疑是要我介入这个世界的主线剧情。正当我觉得很离谱的时候，一个状态窗口突然出现，可上面却全是问号，需要主线结束才能解锁。好在我之前就准备参与到这个世界中，如果能和主角们扯上关系，说不定就能从中找到离开的办法。既然如此，我也需要提升实力，以便顺利走完剧情。随即我将点数用来提升能力值。在我写的小说中，没有升级的概念，英雄们都是以获得能力点数作为能变强的手段，而我刚刚的加点却是全部用在了提升幸运上面。幸运在我的小说中是开挂一般的能力值，只不过其是固定能力，所以被设定成无法用点数提升。但是我把点数兑换成 SP 点的话，应该就可以做到了。于是我就赶紧准备尝试一下，将刚刚获得的10个点数转化完。我用9000 SP 点将幸运加到了9，紧接着还意外触发了神秘的幸运，这让我有些惊喜，因为我的幸运值现在已经达到了 9.1。主角金修豪的魔力能力值是 9.0 左右，对比下来我确实算是走大运了。剩下的 SP 我准备用来提升毅力，毕竟后面还得撑过魔方的极限训练。而在超高幸运点的帮助下，我的毅力达到了意外的 7.2 左右。正当我以为可以继续开挂的时候，系统却发现了严重错误，所以从现在开始我无法使用 SP 对固定能力值进行修改。虽然有些失落，但好在趁机提升了幸运和毅力。现在我还剩下系统给的1万点关怀 SP 点，不过还是等考虑清楚后再花这些点数吧。第2天晨练结束的时候，我们班未来1年的教官便上台演讲，他的名字是金秀赫，以各大协会分类，属于中上级的英雄。自我介绍完毕，便进入了今天的正题。而我们今天的第一项课题是挑选主武器。很快在教官的带领下，我们进入了魔方学院的大型装备库，这里有着许多古代的兵器。所有学生都被琳琅满目的装备吸引时，教官却赶紧催促大家挑选武器。选择了一次主武器后，至少需要使用6个月才能更换。在场的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了最喜欢的武器，装备库中各式各样的武器等应有尽有。看着主角们顺利挑选完，我便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凭我现在的属性，根本无法使用其他学生们能用的武器，且我对那些刀和剑并不熟悉，所以我挑选的目标很明确，一个是能快速上手，另一个就是原来世界接触过的。环视了一下四周，我便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可我的选择却引来了同学们的注意。听到议论声的教官只是看向了前方，便对我选择的武器很是意外，因为我竟然是拿起了一把小手枪。很多人甚至都忍不住笑了出来。教官也有些疑惑，他好奇我在上一所军校用的是剑，对此我淡定地表示要换一种武器使用。闻言，教官也不再多言，魔方支持学生们一切的自主选择权，但不管结果好坏，我们都需要自己负责。有人已经怀疑我是不是想引起注意，还有人准备在模拟对决的时候好好教训一下我，让我看清武器之间的差距。对此我也很无奈，毕竟是自己写的设定。虽然在这个世界，枪也是很优秀的武器，但这也仅限于无法操控
魔力的普通人。在小说设定中，枪类使用的是魔弹，其威力比金属子弹更强。可即便如此，在英雄之中枪并不受欢迎。第一个原因是上限，不管使用枪的人能力值有多强，枪的破坏力也不会因此改变。其二便是这个世界具象化了神话和传说，那些神话中的武器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历史越久，来源越强的武器等级就越高，所以英雄们都喜欢这些古代的兵器，他们可以借此来突破极限，让实力更上一层楼。不过这都和我没啥关系，毕竟我可不是漫画主角，也没真正的使用过剑之类的武器，怎么可能比得过这些魔方学生？枪对我来说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现在已经选择了武器，接下来是时候获得才能了。才能也被称作异能，这是英雄们强大的根本。一般人只会拥有一种才能，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金修豪。他除了展现的剑圣外，还有其他未显露的才能。另一边离开装备库后，金修豪来到了训练室里，而从他的口中，前方的少女名叫蔡娜允。看到对方手里的弓箭，金修豪这才想起来，刚刚真理班又多了一名射手。不过他的话却让蔡娜允很是不爽，因为蔡娜允认为我根本就算不上一个射手，甚至是猜测我已经放弃当英雄了。当然他们之间的对话我是不得而知的。回到宿舍后，我便准备想一个适合自己的才能，而且我设定第一个才能还会给我额外提供1万的 SP 点。于是我在电脑上随便敲下了一个才能神射手，紧接着便使用 SP 点将其设定完成。让我没想到的是，消耗了点数后，状态栏就在我书写的基础上为我将才能自动修改完成，能熟练使用所有类型的远程武器，这个效果很是不错。以后除了枪，我还能使用弓箭，而且从神射手的介绍来看，这还是一个成长型的才能。思考了一番，我便就确定好选择神射手，接下来要靠他走到剧情结束了。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天，今天老师讲授的是攻略塔和地牢的实力，但拥有观察和阅览才能的我，不需要认真，也能轻松掌握理论课上的内容。就如同名字一样，他们能让我观察视野范围内的人，甚至连他们智能手表的内容都能看到，还可以令我在没有媒介的情况下，随时随地的阅览电脑中的东西。上课结束后，老师让大家不要忘了复习，因为很快就要考笔试了。等到老师离开，蔡娜允终于忍不住抱怨，为什么要学这些理论知识？不应该是在实战中大显身手吗？似乎是他的话成真了。下一秒，真理班的大门被人推开，原来是教官通知大家20分钟后到广场集合。听到这个消息，蔡娜允瞬间欣喜若狂。正如她期待的，教官正式让所有人前去参加实战训练。不过这对于我来说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来到了训练场，教官没有过多赘述，便直接开始分组。每个队伍4名成员，为了公平起见，排名低的同学会和排名高的分配在一起，而且这个分组将维持到期中考试。基本的内容说完后，教官就打开了分配队伍的机器。主角的队伍我都一点没有在意，真正让我意外的是，我竟然和柳烟霞在一组，这和我熟悉的小说剧情是有所改变的。正如所有小说中的经典套路一样，主角身边总是有和他产生碰撞，然后带动剧情发展的主角团。而在我原本的小说设定中，柳烟霞便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角色。她是国内最强工会金随海峡的第一继承人，还是名门柳家的后代。小说的前期，她会站在主角金修豪的对立面，但最终他们会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和我一队，可以我的情况来看，和柳烟霞扯上关系很重要，因为我在剧情中的戏份越重，获得的 SP 点就越多。我暗暗下定了决心，必须要找出能吸引柳烟霞的方法。这时还在休息的柳烟霞听到有人叫她，回头一看，原来是同队的陈浩胜和叶月。虽然两人很是欣喜，此刻的柳烟霞没有注意他们是队友。等到确定了之后，她瞬间一改态度，变得十分的客气。不过他们似乎只有3人。听到柳烟霞疑惑另外的队员是谁，我便主动走了上前。她对我可以说是毫无一点印象，可我不能表现得唯唯诺诺，因为我深知柳烟霞最讨厌懦弱的人。怎料我还没介绍自己，旁边的陈浩胜便立马认了出来，我就是在装备库选了手枪的人。他表示我在1年级的名声已经传开了。不过看到我们还在闲聊，教官立马就出现打断，将每个队伍要击杀的怪物坐标发送到智能手表后，今天的实战训练也就正式开始了。柳烟霞他们经过长期的锻炼，能力值方面都很高，前进的速度更是健步如飞。可我就不一样了，快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快死了一样。尽管我的体力属性肯定高于普通人，但对比魔方的学员却只能当队伍的吊车尾。来到一片海边后，我们便抵达了训练区域第8海岸。该区域的怪物是黑流章鱼，对方的凶残是毋庸置疑的。等到我也赶到后，柳烟霞便组织制定作战计划。黑流章鱼是中下级怪物，不过它本身的攻击力并不强，关键是它头顶能发射10只小章鱼的瘤子，因为这些小章鱼有着恐怖的吸血能力，也是其最致命的部位。叶月两人想着要迅速解决10只章鱼的话，这个任务交给身为射手的我是最好的。怎料柳烟霞却不赞成，她表示小章鱼就由自己来对付，而陈胜浩和叶月则先保存实力。黑流章鱼自愈能力很强，届时需要一击解决它致命部位。可柳烟霞的计划明显是要将我踢出训练之中，和我想的一样，她根本没有在意我，告诉我别出手后，便直接开始行动。大概是嫌弃我赶路速度太慢的原因，得到指令的浩胜也果断敲击着大石头。他们一开始要将怪物引诱到岸边，这个计划也很成功。看到岸边的人类，黑流章鱼便快速的游了过来，而柳烟霞早已经蓄势待发。靠近后的黑流章鱼没有半点隐藏，当即就释放出了头顶的吸血章鱼。这些小怪物的速度奇快无比，哪怕是看到了对方的攻击，陈浩胜也无法进行躲避。好在柳烟霞如计划一样及时出手，他挥舞的鞭子成功击杀了每一只章鱼，而且柳烟霞显得很是轻松，根本就没有出多少力气。见状的陈浩胜算是彻底相信为什么柳烟霞在魔方的
新生中能排名第7。和柳烟霞道谢后，他就快速的脱离战场，正面的交锋由柳烟霞来暂时接手。就在他避开了黑流章鱼的触手攻击时，柳烟霞的身后却出现了一只蠕动的小章鱼。就算叶月及时发现，奈何距离实在太近，这时的柳烟霞根本来不及躲闪。可一旦被小章鱼碰到，几秒钟就会被吸干全身的血液。而让柳烟霞诧异的是，伴随着一道枪声的响起，原本的危机却是在顷刻间散去。出手之人正是不远处的我，有着神射手的加持，我的手枪几乎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反应过来的柳烟霞很难以置信，她没想到最看不起的金河镇竟会在关键时刻救下了自己。叶月两人也不敢相信我能出手的这么及时。至于柳烟霞原本还在嘴硬，说不是让我不要出手吗？但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完，黑流章鱼的下一轮攻击却已经发动了。这一次的章鱼和情报上的有区别，因为已经不只有10只了，是多到连柳烟霞都应付不过来的几十只。我并没有因此而恐慌，虽然怪物数量多，但他们智力不高，行动轨迹能轻松的捕捉到。此刻也正是我表现作用的最佳时机，因为我的神射手有着一个特殊技能子弹时间，它能在3秒内延缓时间的流动。而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快速的射穿每一只吸血章鱼。3秒的时间并不长，在柳烟霞他们的眼中几乎就是几个呼吸的功夫。回头却突然发现，原本数量繁多的章鱼竟全都被射成了筛子。尽管看到的一切都很是震撼，可柳烟霞很快就察觉到了战场的信息，那便是没有小章鱼后，黑流章鱼的弱点已经无法阻拦自己，只是一瞬间他的鞭子就飞袭出去，随后紧紧地缠住了黑流章鱼的弱点。同时柳烟霞快速提醒着队友攻击，叶月和陈浩胜没有半点迟疑，便一跃到了怪物的头顶。下一刻两人双双解放魔力，在他们强力的合击下，黑流章鱼没有丝毫意外的被当场击杀，而真理班5队的实战任务也就此完成。看着事情终于解决，我便不再继续支撑的躺下去。第一次使用子弹时间让我几乎耗尽了精力，可听到电子播报中5队的总耗时是58分58秒，柳烟霞显得很是失望，因为这个成绩仅仅排名第16。直到回教室的时候，他从大屏幕上确定了各队的时间，柳烟霞这才清楚自己当时没听错。虽然有无人机全程拍摄，学院也会单独计算个人成绩，但让他不开心的是，自己又一次输给了蔡奈宇。对方的队伍排名是第4，来到魔方的时候，他还下定决心要从一开始压对方一头，结果第一次训练就输了。更让柳烟霞接受不了的是，旁边的男孩一直在看着蔡奈宇。随即柳烟霞气冲冲地走向了蔡奈宇，就在对方察觉到身后的气息时，柳烟霞却是一改态度，变得十分温柔地和蔡奈云打招呼。听到烟霞是来询问实战训练的事，他不由得很是遗憾，只拿了第4。而得知柳烟霞的队伍是第16名后，蔡奈允还夸赞着他们队很厉害了，毕竟带着一个拖后腿的枪手，能做到这个成绩也是谢天谢地了。可柳烟霞内心是纠结的，如蔡奈允所说，一开始赶路的时候，他们10分钟就能抵达，因为我才浪费了50分钟，但在随后的战斗中，我却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前后的反差，让柳烟霞也说不清到底是不是拖后腿，而且能用魔弹击杀几十只吸血章鱼，他愈发想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来路。实战训练结束后的几天里，我便前去锻炼自己的身体，以至于到现在才想起来看看此前战斗中的收获。目前我才能的熟练度提升了20%，感知加了0.03，且触发了幸运，以后的视听会有所提升。同时因为介入了柳烟霞的剧情，我还获得了几百点的 SP。这段时间通过健身，许多能力值都得到了提升。看完最近的全部收获，我也就结束了今天的锻炼。晚上的时候，在学生宿舍的豪华区域，柳烟霞正熬夜看着电脑，而里面的内容却是我在训练中的表现。她一次次的重复观看，最终得出了一个恐怖的数字，那就是我在3秒钟之内足足用手枪连射了60发魔弹。柳烟霞是想着人类能在1秒内扣动20次扳机吗？还是说我的手枪有连射按键？经过她这一晚上的了解，便发现我身上的可疑之处太多，战斗中表现如此的亮眼，以她对各个人才的了解，却也从来没有听过我的名字。这时恰好申宗赫给她发来了消息，对方正是白天盯着蔡奈允看的男孩。看着申宗赫询问自己在做什么，柳烟霞开心的表示在复盘。而让柳烟霞惊讶的是，他竟然也对自己队伍中的枪手有些好奇，因为魔方的实战训练是全程录像的，基本所有学院的人和外界各大组织都能看到。得益于和柳烟霞在一队，所以也有人观看了我们队伍的回放。不过更多的人关注的还是主角金修豪，其中就包括了创造主公会的副团长尹胜雅。他对金修豪喜欢的不行，那高超的剑术和非比寻常的切割力，尹胜雅明白接下来国内的各大顶级公会都会争先恐后的拉拢金修豪，当然他也不例外。这么一个底子干净、阳光、帅气的天才，尹胜雅也想不择手段的招募金修豪。但随着他继续观看实战训练的录像，却发现了一个使用枪的学生。旁边的助理说着，因为柳烟霞，很多人都点开了视频，而我这个枪手还引起了许多人的议论，仅凭一把手枪就创造出了匪夷所思的成绩。顺带还告诉尹胜雅，我进入魔方后就将主武器从刀剑改成了手枪。闻言他立马明白，我应该是成功开眼了。以往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觉醒之后替换原先擅长的主武器，17岁就能开眼，速度上令尹胜雅很意外。可惜主武器是枪械的话，他认为就不那么吸引人了，毕竟越到后面，现代武器的劣势就会逐步暴露。时间一晃又过了3天，今天学院有新的训练项目，这次是模拟对决，一般是以2人为一组进行，使用的都是训练专用的武器，并不会造成重大伤害。可在魔方1年级中，唯独有一个人是例外。这时的教官大声叫我起来，但截止到现在，我已经被毒打了18次。和其他人不同，我的对手是学院的教官，原因是训练用的枪械还在赶制，如果用真枪的话，目前1年级的学生很容易受伤，所以我的模拟对决是由教官
官当做对手。虽然有着神射手的千里眼效果，我能看清楚教官的攻击轨迹，可实际上还要看自己的速度能不能跟上。训练结束后，我整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就在我准备喝可乐休息时，一转头却意外看到了离开的柳烟霞。有着之前的经历，我们双方之间的第一印象都不太好。虽然他是我创造的角色，但这个脾气实在太臭了。不过我突然想到了给柳烟霞写的设定，于是就决定测试一下对不对。紧接着我突然叫住了柳烟霞，随后将一罐可乐扔了过去。猝不及防的他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但还是本能的接住了可乐。反应过来的柳烟霞想知道这是挑衅吗？对此我说着，上次训练沾了他的光，这算是示好。当然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测试一下和主角团的人对话能获得多少 SP。听完我的话，柳烟霞轻轻抚了一下头发，然后就将可乐丢了回来，同时告诉我不要装作和他很熟的模样，这是对我第一次警告。随即柳烟霞便直接转身离开。可在路上走着走着，她突然发现不对劲的地方，柳烟霞感觉到手提包的重量好像变了，于是她就停下来打开包包，原来里面还有一罐可乐，这是我刚刚塞进去的。生气之下的她原本想直接摔进垃圾桶，但环顾一下四周发现没有一个人，本着可乐是无罪的，柳烟霞就把可乐重新装了回去。当然这一切都被我看在眼中，这也是我给她的设定。柳烟霞很喜欢吃可乐、汉堡等食物，可碍于面子，她从来不会在人前表现出来。没想到用柳烟霞鲜为人知的设定试探，加上和她的几句对话，才仅仅获得4点 SP。看来还是要介入主线剧情才行。而接下来的转折剧情就是 S 武器博物馆的魔人袭击事件了。魔人是指与恶魔契约的人类，他们会以灵魂为代价向恶魔换取强大的力量。这个事件也是为了暗杀某个人物才引发的。小说中主角团刚好在博物馆参观武器，随后就顺手解决了魔人。主角团的其他人也是借此机会才开始对金修豪产生兴趣。不过这次会出手的只有金修豪和蔡娜女，毕竟前期的魔人比较的弱小，对我来说也是个好消息，感觉完全能参与到这段剧情中。首先得找一个机会，让他们也带我一起到博物馆。这时教官让我赶紧回宿舍去，闻言我便连忙收拾电脑离开。但我没有发现的是，此时的电脑中突然来了一封邮件，很快我想要的机会也就到来了，那就是魔方中的俱乐部活动。这是由学生们自行组织进行活动的小团体，俱乐部有很多的类型，涉及了学术、武术等方向。根据设定，魔方内的俱乐部高达100多个，参加俱乐部活动不仅是开发自我的过程，更是学生们互相交流的机会。而我今天要加入的是一个名为旅行俱乐部的活动，这么做的原因当然是主角团中的人也加入了这个俱乐部。看着聚集了很多1年级的顶尖人物，身为高年级的部长此刻也有些瑟瑟发抖。缓过神的他还是向金修豪他们介绍了一下，旅行俱乐部的活动目的是休息，所以每个月都会利用传送，然后离开魔方进行2次左右的旅行。为了欢迎新加入的成员，今天他们旅行的目的地选得很近，那就是极其繁华且临近魔方的 S 市。从这段剧情来看，和我当初写的内容并无区别。等剧情发生后，我稍微去参与一下，应该就能安稳地获得 SP 点了。可部长却说着要进行分组抽签，这让我有些意外。难道是我记错剧情了吗？更让我意外的是，我居然又一次和柳烟霞分在了一组。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我和他单独行动就可以了。对此我自然是答应，毕竟来的时候我就想单独行动的。不一会的功夫，我们就抵达了 S 市的武器博物馆。这里有着比魔方中更多的武器类型，参观的人也是络绎不绝。蔡奈允还喜欢上了里面的一把弓箭，而他既然在这里的话，也就意味着金修豪就在附近的地方。果然转头一看，便发现主角了。看我走了上前，金修豪这才注意到我主动介绍起自己叫金和镇，然后开始和他搭话。听到我的名字，他这才想起来我就是那个选了手枪的人。之前人太多，金修豪没有注意我也加入了旅行俱乐部。他还说着另一边有枪械展厅，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可我还没有开口，博物馆就传来了巨大的震动，随后一条紧急播报便响起，目前博物馆的外围出现了魔物，一遍又一遍的通知，使得里面的人类内心逐渐变得恐惧。等到外面有人传来撕心裂肺的痛苦时，所有人开始争先恐后的逃跑，其中一个小女孩不慎被人群撞倒。可就在这时，却有人一拳砸碎了保护物品的玻璃，刺耳的声音让众人暂时安静了下来。大家都被蔡奈允的行为吓到了。刚刚救下小女孩的金修豪也没想到他会突然出手。终于蔡奈允说话了，他让大家冷静一下，常驻英雄肯定马上就能赶到，且这种情况还要跑出去的话，只会成为怪物们的盘中餐。说完，蔡奈允还把展柜中的武器拿走。这时博物馆的防盗系统也瞬间启动，出去的门便被关上。蔡奈允提醒金修豪也去拿武器，在英雄们赶来之前，还得由他们来保护群众。但突然一道清脆的脚步传来，蔡奈允立马察觉到了这股不同寻常的气息，对方散发出的力量让他快速进入了战斗状态。这就是前来入侵的魔人，也是我设计出来推动主角成长的反派。魔人看到了蔡奈允的第一时间，便朝他杀了过去，而金修豪已经将刚刚看的剑拿了出来。按照原著的剧情，金修豪的实力能轻松解决他，下一刻两人就碰撞在了一起。可结局却超乎了我的想象，金修豪竟被魔人打飞了出去。望着受伤倒在我身边的金修豪，一时间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因为剧情的发展不该是这样，我明明没有写过这种剧情。在小说里，虽然金修豪一开始隐藏实力会显得落入下风，但当他解开束缚后，便直接将魔人碾压了。可现在的情况是，隐藏
藏实力的金修豪被魔人一击直接打伤了。听到我和蔡奈允的询问，他有些颤颤巍巍地说着没事。金修豪的情况不容乐观，我必须要想办法给他争取时间。而蔡奈允已经前去挡在了金修豪的前面，对于他的弓箭，魔人根本就懒得防御，连续射出了10多根箭矢后，蔡奈允这才发现，攻击虽然击中了对方，可魔人却好像没有痛觉一般，这不是特殊能力，也不是再生的效果。蔡奈允很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攻击一点也没有效果。旁边的我发现了这一幕后，连忙提醒让蔡奈允快躲开，但魔人的利爪已经快要将他刺穿。千钧一发之际，金修豪及时出手挡住了魔人。然而实力减弱的他，面对再次变身的魔人，仅仅一瞬间便抵挡不住，下一刻就被强大的魔人砸入了地面。关键时刻，蔡奈允再次射箭，这一次附带了魔力的箭矢起了效果，可他的攻击也成功激怒了魔人。随后对方放弃击杀金修豪，而是转来准备杀死蔡奈允。魔爪的速度太快，导致蔡奈允来不及躲避，就这么被死死地按在了墙壁上。继续下去，我清楚一定会死人的。随即我连忙让其余人快散开。面对魔人的突然变强，我心中强忍着恐惧，让自己冷静下来。接下来我要做些事情来让金修豪他们喘一口气。单凭普通的魔力子弹肯定无法造成伤害，但是对方既然还是我小说中的角色，想必人物设定大方向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魔人必然是暗属性。随即我开始运用全能干预设定，我要将魔力子弹的属性改变，变更其的属性需要消耗1000多的 SP 点。将设定写好，在消耗点数保存后，我的魔弹也就变更了属性。之所以会写属性克制的设定，也是为了让英雄们发挥出更强大的力量。快速的上膛，我便将手枪对准了魔人。下一秒，我大声提醒金修豪躲开。修改后的魔弹变为了白光弹，也即是克制暗的光属性。金修豪一避开，我立刻扣下了扳机，距离很近，这一枪瞬间打在了魔人的手臂。随后白光弹便散发出耀眼的白光，魔人的手臂也被净化成了灰烬。剧烈的疼痛让他止不住的哀嚎。被魔爪控住的蔡奈允也因此得救，而我成功为金修豪争取到了时间。受到重创的魔人又怎么可能会是他的对手呢？开启了剑圣之后的金修豪，气势和刚刚完全不一样，他的魔力化作火焰熊熊燃烧在武器上。魔人突然明白自己应该是要死了。剑圣的魔力能斩断世间万物，这一次是真正的战斗结束了。金修豪的全力一剑将魔人瞬间一分为二，伴随着魔人的死亡，第一段主线剧情也就完成了。金修豪有些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因为那一剑，现在的他一天用一次已经是极限，而清醒的蔡奈允却是在止不住的干呕。尽管他表面上很男子汉，可内心深处依旧是一颗温室中的花朵。刚刚的生死一线让蔡奈允很是痛苦，试图过来安慰的金修豪却被恐慌中的蔡奈允狠狠拍开了。见状，金修豪也就没有继续接近，他知道内允需要时间，怎料我却无所谓的说着不用管，他的哥哥很快就会来哄他，毕竟小说里我就是这么写的。然而话音落下，我却感受到空气骤然凝固，不管是蔡奈允又或者是金修豪，他们用一道极其陌生和不解的目光看着我。蔡奈允更是浑身颤抖不已，随后便再也支撑不住的呕吐了。不一会，外面的怪物也剿灭的差不多了，很多 S 市的英雄都赶来，就连尹圣雅也不例外。这时他工会的成员过来告知，博物馆内出现了魔人，好在被魔方的3个学生解决了。这个消息让尹圣雅很是赞叹，随后就询问是哪些学生。听到有金修豪参与其中，并出手杀掉了魔人，尹圣雅便快速的冲向了博物馆。他内心很是激动，没想到在这里会碰到金修豪，他不想错过这个拉近关系的机会。恰好这时我也从里面走了出来，认出我穿着魔方的校服，尹圣雅就上前和我打招呼。他正想询问金修豪在哪里的时候，我却直接抢先告诉他金修豪就在里面。但走进去没有多久，尹圣雅突然察觉到不对劲，他想起来自己明明还没有开口，对方是怎么知道他的来意？可惜回头我早就不见了。尹圣雅和我搭话真是吓了我一跳，难道这也和小说剧情发生变化有关吗？休息了一会，我开始思考小说发生变化的原因。虽然这个世界多了一个叫金河镇的角色，但我的戏份应该是微乎其微的。可很快我想到了一个忽略的点，那就是这本小说现在连我在内应该有2个作者才对，所以今天的事情很可能就是另一个作者的问题。想来我是进入了别人改编的小说世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意味着我基于自己小说进行的预测全部都是徒劳无用的。正当我对未知恐慌的时候，电脑的铃声突然响了起来，上面有着一条新的信息，这是另一个作者，也就是我以前读者的点评。他认为每一次主角和他的小伙伴都受不到任何的威胁，那样显得太过无聊了，因此他在这期间重新改编了一下。至于第一个计划，就是先把反派们加强一波，到了傍晚的时候，本次事件就收尾了。教官则是叫了一下我和金修豪，情况他已经了解的差不多，所以就让我们先回学校休息。金修豪还询问了蔡奈允的情况，教官表示他请了病假，已经被家人带去医院了。见我们没有事情，教官也就离开了。这时金修豪突然叫我的名字，他想知道刚刚我为什么要对内允说那种话。见我很疑惑，金修豪说我不是提及了他的哥哥吗？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当时不对劲的原因了，难不成蔡奈允的哥哥有什么问题？我的样子让金修豪怀疑是不是在装傻，但他现在的头太痛，随即也就不再多说。可我对这件事很是在意。快速的回到宿舍后，我便开始查了蔡奈允的家庭情况。他的父亲是蔡信和，哥哥是蔡振宇。看了很多也和我
我设定的一模一样，但他们俩怎么是那个反应？就在这时，一条报道吸引了我的视线，上面赫然写着蔡振允在火星子计划中顺利解救同伴，也因此陷入昏迷状态。报道的内容让我意想不到，镇压魔人的作战计划火星子。原来的剧情，蔡振允就是通过这场战斗获得崇高的荣誉，而当时13岁的蔡奈允看着盖世英雄的哥哥，感到无比的自豪。这才是我写下的设定。紧接着又有一条新的信息发来，上面是注意事项，提醒我已修改的设定是需要我亲自察觉后，才会以信息的方式提供情报。蔡振允这个小说中金修豪后期的得力帮手已经不复存在了，考虑到主角的帮手过多，因此修改了以下的设定，变更内容也写了出来。4年前，蔡振允在成为英雄后身中恶魔火印，不幸成为了恶魔的种子，但他的情况目前没有任何人知道。与此同时的另外一边，蔡奈允正默默地坐在床上，他此刻的心情非常的低落。就在这时，一个男人推开了病房的门，原来他就是内允的爸爸蔡信鹤。他太担心女儿的情况，便急忙跑来了 S 市探望，告诉父亲自己没有事情后，蔡奈允说着他想在出院前去见一见哥哥。闻言，蔡信鹤有些惊讶，随后他便答应了一起去。然而在宿舍中的我，此刻却是非常的头痛。恶魔是比魔人更高级的存在，恶魔种子就是其留下的，等到种子度过潜伏期，生根发芽后，人类就会变成强大的恶魔。我把恶魔种子的潜伏期设定成5到6年，也就是说蔡振允的潜伏期已经过了一半。这么短的时间内，他要是成功变成恶魔，必然会引起大范围的灾难。解决目前情况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恶魔觉醒之前将蔡振允杀掉，但这个难度是非常之高的。首先，他的安保系统肯定是最顶级的，且没有佣兵会去接暗杀豪门少爷的委托。其次，种子的发芽没有征兆，所以我没有证据前去举报他。等到潜伏期一过，到时候金修豪的实力肯定不足以对抗恶魔，哪怕是派出现役的强大英雄，也必然会造成很多人的牺牲。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他们还得在小说的后期出一份力，所以能去杀掉蔡振允的只有我自己了。另一边，蔡奈允探病的时间结束，现在有人告诉他该离开了。和哥哥告别后，蔡奈允就关上了房门，但他忘不掉此前的事情。那个名叫金河镇的家伙，就在我和金修豪他们击杀魔人的当晚，在看完博物馆现场的状况和金修豪后，尹胜雅竟然来到了英雄之塔中，这里有着国家记录的各个人才的资料。他工会的人很担心被人发现，毕竟这可是会遭到处罚的行为。对此，尹胜雅毫不在意，他表示自己只是看一下今天袭击事件的记录而已。而尹胜雅之所以会来，是他在现场魔人的尸体上发现了光属性的魔力，这种人的存在必然会是魔人的劲敌，所以他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然后招募进自己的工会。很快看完录像后，尹胜雅就确定要找的人正是击杀魔人的3个魔方学生，但金修豪和蔡奈允他早就关注着呢。剩下的那个人尹胜雅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金河镇这个名字他好像在哪里看过。几天之后，我一如既往地参加着学校的活动，且我最近意识到了一个新东西，那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我的笔记本电脑。也多亏如此，我才能肆无忌惮地确定着每个人现在的设定。另外，在察觉到这件事情后，我的电脑新增了一个功能，就是能自动察觉实时的设定变化。比如刚刚被雷切尔虐的德米安，此刻的自信大幅降低了。这个效果的具体作用是以我为中心的半径30米内，只要出现和原版小说不太一样的设定时，电脑便会弹出信息窗口提示。比起在我察觉不对劲后才会发来的共同作者信息，电脑的功能无疑效率会更高。就在我思考的时候，蔡奈允不知何时来到了身后，他满脸阴沉的要找我对练。对于蔡奈允的来意，我当然是明白的，随即便立马拒绝了他。可蔡奈允很是不依不饶，他表示之前我侮辱他哥哥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然而我还是拒绝，并说着手枪里的是实弹，一旦有人受伤的话，可是会被教官训一顿的。我的话让蔡奈允更是怒气冲天，好在教官及时发现了这里的情况，他告知了我现在不能和其他学生对练，随即就让蔡奈允立刻回自己的位置。之前的事情我心中也感到很抱歉，原本我也想过去道歉的，但知道了恶魔种子的情况时，杀掉蔡振允变成了我短期内最大的目标。为此我最近已经在拼命锻炼变强了，所以即便和蔡奈允缓和了关系，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他对我只会有更强烈的恨意。今天训练完，晚上有着一场大型的迎新会，本次的组织者是学术俱乐部的部长尹璇，他们俱乐部的活动目标是分析怪物和研究战术，并且每周都会组织一次讨论活动。看着台上优雅帅气的尹璇，下方的很多学妹脸上都不禁泛起了红晕，可他魅力十足的长相，还有那君子一般的风度，这一切全都是恶魔的能力而已。魔方作为小说前期的主要舞台，发生了学生失踪、怪物入侵等各种事件，尹璇便是事件背后的罪魁祸首。至于他拥有的能力是魅火，那是与恶魔莉莉丝缔约获得的，也就是说尹璇正是一个魔人，他眼下正贪婪地盯上了一个目标。同样的，我加入这个学术俱乐部也是为了那个人，在魔方并不会限制加多少个俱乐部，而尹璇的目标正是柳烟霞。今天是迎新会，尹璇便表示让新生们提前了解一下他们的讨论活动，随即就介绍起了一支中上级怪物山岳暴君。不管是魔法校内还是校外的组织，高级怪物的情报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其中要害部位的情报成交价至少都是数十亿元。紧接着尹璇突然提问山岳暴击的要害是哪里，同时还指明让柳烟霞来回答。虽然很意外，柳烟霞还是回答了。目前为止山岳暴君的弱点还没有人找到，而这就是正确答案。尹璇说着讨论这些问题就是俱乐部的乐趣之一。结束的时候，他表示有想交流看法的同学一定要留下来参加后续的活动。很快迎新会结束，望着柳烟霞站起身，我询问他这是要去参加活动吗？可柳烟霞就跟看不见我似的扭头就走。于是我又一次开口说着，柳烟霞小姐，你也要去参加后续活动吗？这一次他终于回应我了，他表示参加一下，也许会捞到有用的情报。闻
闻言，我大概猜到柳烟霞的目的，随即淡淡道：“你是想将情报转告给金随海峡的攻略组吗？”我的话让柳烟霞不得不回过头来。金随海峡是50年前发生魔力爆炸时，以柳烟霞的家族为中心创立的一个工会，他们现在早已成为能左右国家的大型工会之一。不过最近他们工会的副团长势头正盛，没想到连正统的继承人都感受到了威胁。我继续猜测道：“柳烟霞一反常态的参加活动，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他不明白我说这么多究竟是什么意思。”随即我说明了来意：“我能告诉你高级怪物山岳暴君的弱点。”这让柳烟霞很是吃惊，甚至连话都有些结巴，没有丝毫的迟疑。我便告诉他，山岳暴君的脚后跟有一个很小的蓝色图案，只要攻击那里，就能让他无法动弹。不过这个情报我并不是免费的，事情成功后，我想要他从金华武器库给我拿一把沙漠之鹰，毕竟这个武器库是他们工会开的。柳烟霞好奇我的依据是什么，或者有没有能佐证的资料。对此我淡定一笑，表示没有。一瞬间柳烟霞便沉默了，她很后悔为什么要理我，这纯属是浪费时间，但我还在后面喊她一定要相信我。一转眼的功夫，柳烟霞就离开了。我真心希望她肯相信我一次，如果这样的话，以后她就会成为我的友军。离开后的柳烟霞没有去参加活动，她来到无人的地方联系着工会的秘书，让对方向山岳暴君攻略组传达一句话，就是本次攻略的时候，重点关注一下她脚后跟的蓝色图案，那有可能是要害部位。说完，柳烟霞感觉自己完全是疯了。时间一晃又过了几天，我本想去看看能不能从学校预支一些钱，怎料打开魔方银行，却发现自己已经是负债累累了。我整整欠下了学校3亿元，这个数字将我看得直冒冷汗，因为3亿正是魔方学生能借的最高限额。我很好奇，金春东这家伙到底都干了些什么，而且整整3亿被他花的只剩下300万了。照这样的话，到时候别说是回去原来的世界，光还钱都够我在这里待一辈子，实在没有办法。看来我要在变强的同时顺带赚钱了。我现在有2个合法赚大钱的途径，其一就是投资了。直到现在，塔和地牢还在不断的出现在世界各地，发现并成功攻略的工会就能拥有等同于公司的待遇。提前投资一个工会占股，如果对方成功上市，将获得天价的回报。虽然我清楚知道那些工会以后能上市，但是我没有可以投资的本金，这个方法要留到后面了。所以我的选择只有第2个途径，前去猎场狩猎怪物，获取材料卖钱。与塔和地牢不同，猎场是被发现的危险区域，通过售卖怪物尸体能快速赚取钱财。可我现在的能力值才仅仅突破成年男性的水平，即使用 SP 来进行强化，但我现在用的是训练手枪，是没办法应付那些皮糙肉厚的怪物。就在我苦苦思考着办法的时候，宿舍的门铃突然被人按响，外面的快递员说柳烟霞同学给我寄了一个包裹，这使得我有些意外，他怎么会给我东西呢？随即我好奇地走了出去，门外是一个手提箱，缓缓地将其打开后，里面的东西让我很是吃惊，而也就是因为柳烟霞寄来的东西。第2天我便来到了巨省的猎场区域，没想到我报出魔方学生的身份后，猎场传送点的工作人员会这么客气。从传送口出来后，下方便正式来到了巨省的猎场。这里的猎场危险等级普遍较低，因此1年4季都很火爆，有从世界各地赶来狩猎的外国人。走到下方，满街都是求组队，又或者是完成了狩猎再交易的人。看着前方的一幕，我才想起来得找一个经纪人，才能在售卖怪物材料时将利益最大化。随即我便想，要不随便在附近找一个算了。恰好这时有一个男人主动走了上前，听到我确实是在找经纪人后，男人急忙递上了自己的名片。我仅仅是看了一眼，便被他的名字吸引住了。SH 经纪公司的朴秀赫，他以后不仅会成为 H 国最优秀的经纪人，最重要的是，原著中他担任的正是金修豪的经纪人。朴秀赫很是老实的说着，他们的公司才开业没有多久，怎料我下一秒就要和他签订合同。这个世界还处于小说的前期，提前和那些以后的名人结下良缘，也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找到经纪人的我便前去进行狩猎。让我没想到的是，朴秀赫会选择一起来，因为没有车的经纪人一般都会选择在猎场外等着。路上的时候，他仅凭一个足迹就判断出是怪物淘气鬼，还将对方的情况和售价都列举出来，但淘气鬼的市值并不高。随即我指了指下方的钢铁野猪，然后询问朴秀赫其的价格，可他都被这突然出现的怪物吓到了，紧接着也告诉我可能对付不了，因为一般枪械连他的外皮都无法穿透。闻言我却开心的准备尝试我此前提供给柳烟霞山岳暴君的弱点，他竟还真的听从我的情报。昨天我也收到了他寄来的新武器沙漠之鹰，并且还用了 SP 点新增了某种设定。下一秒我毫不犹豫地朝着钢铁野猪开枪，这一击很是轻松地射穿了怪物。望着倒在地面的钢铁野猪，朴秀赫的眼中写满了难以置信，而我写下的设定便是用沙漠之鹰一击射杀敌人时，破坏力暴增的功能将翻倍。没想到新武器的性能如此之高，这也让我感到十分的满意。而我精准的射击瞬间就引得朴秀赫的佩服，简单的回应了一下他。下一秒我却是转身继续开枪，朴秀赫都还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结果顺着我开枪的方向看去，远处悬崖上方的黑鸟怪物竟已经被击落。他想知道隔了这么远也能看清吗？对此我自信的告诉了朴秀赫，现在的我眼观千里，非常轻松，击杀了2只怪物，今天也就到此为止了。费了很大的劲，终于将2只怪物都收集在一起。我想知道要怎么运到猎场之外，朴秀赫也没让我失望，他已经将剩下的事情都想好了。
明天就能把货款给我，他稍后会出钱找急救队前来运走。闻言，我也放心的交给朴秀赫，并决定以后都只和他合作。之前来的时候，我告诉过朴秀赫是第一次狩猎，他这会好奇我收到货款后准备做什么，怎料我却是很认真的说着去投资。闻言的朴秀赫傻眼了，他发现我似乎就不像一个少年。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也就回到了宿舍中。回来的第一件事情，我就用剩下的钱全部买下了一个叫伏魔之主公会的股票。根据我原来的设定，这个公会创办者是一个魔人，且在小说中占据不小的分量。当然，我关注的是他们以后能上市的问题。再过一段时间，伏魔之主会攻略 X 市的魔窟，届时他们就能成功上市，价值大涨。继续寻找了一圈，我没有发现别的能投资公会，大概是因为没有公开信息的关系。看来我得去暗网的紫色烟会中查找了。想起设定的暗网，我不由得记起了一个后期的主要反派团队，那个名叫伪色团的神秘组织，其中每一个成员的身份都是谜团，了解他们情报的想来只有身为作者的我。但伪色团虽然是反派，可他们却非常排斥魔人，所以如果有机会搭上线的话，说不定就能让他们成为干掉蔡振宇的助理。按照原先的故事进度，现在的伪色团名额还空缺一个，接下来他们应该也要开始行动了。正当我想继续查设定的时候，电脑却是瞬间黑屏了，这让我很是着急。在我的心里，现在电脑比什么都重要，它关乎着我能不能回去。好在一番等待之后，电脑终于又亮了起来，上面出现了一些消息。现在已经过了1个月，笔记本电脑的功能正在更新中。与此同时的另一边，柳烟霞和申宗赫似乎正在等人。他们原来有一个叫贵族社会的团体，这回正打算聚会。看申宗赫很烦聚会这种东西，柳烟霞便让他再忍一忍。很快，餐厅的门终于被推开，来人是敌视我的蔡娜宇。见到对方的第一时间，申宗赫瞬间喜笑颜开，丝毫没有半点不耐烦。不过对比他的热情，还关心自己住院的事，蔡娜允却是感觉他太大惊小怪了。听到两人继续聊着天，旁边柳烟霞脸色显得很阴沉。很快他们就开始了今天的讨论，期间蔡娜允却突然提起了我。见状，柳烟霞很意外，为什么他要了解这个人？随即蔡娜允没有保留，就将那天博物馆的事情说了一遍。对于我用一把训练手枪就毁掉了魔人的手臂，他感觉到十分的可疑，这和在学校的表现完全不同。这时蔡娜允想起来柳烟霞正是和我一组的，于是就询问知不知道我的情况。柳烟霞之后是调查过我的，可知道的也只有出身于孤儿院和负债3亿的事。再对比蔡娜允说的，她明白我应该是隐藏了实力，但柳烟霞表面上还是说着没什么值得在意的，而蔡娜允却突然说金河镇会不会是魔人，这使得其他人沉默了。紧接着柳烟霞就否定了他的猜测。至于申宗赫，他询问蔡娜允是不是看不惯金河镇，沉默了一会，蔡娜允想到我说的话，随即便表示确实也可以这么说。他们几个讨论的时间，我的电脑也马上更新完成，下一秒电脑散发出的光芒让我有些睁不开眼。光芒散去，我突然感觉到锥心的剧痛，此刻我左手的衣袖竟已经被鲜血染红了。这时电脑上面出现了一段话，提示我获得了圣痕，这是作为创造主的全能之一，伴随着的就是无数的情报涌入脑海中，一时间的用脑过度，加上手臂的剧痛，难以支撑的我瘫倒在地。而我的电脑又有新的消息，上面是本次更新的情况，为我增加了一个低阶才能真实之书，还有强化了原本的观察和阅览。第二天参加 S 市表彰大会的时候，我的手都还在隐隐作痛。昨天昏倒之后醒来就已经是早上了，接到通知我便来到这里。虽然获得了圣痕，可目前我并不清楚它的具体效果。让我有些没想到的是，我明明是在心中想的，结果蔡娜允却突然说我吵到她了。这种没事找事的行为让我瞬间很是无语。随即我淡淡的告诉蔡娜允，该不会忘记前几天是我救你一命吧？闻言她更加生气，同时说着那是两码事，但我们两个确实让金修豪感觉很吵。于是他就拽着蔡娜允换了一下位置，坐到我的旁边后，金修豪却是向我道谢。他明白那天如果没有我，肯定是打不赢魔人的，所以金修豪很感谢我。对此我却表示，就算当时没有我，他们也肯定会赢的，说不定他还会觉醒更强的力量。谁让金修豪是我小说中最完美的角色呢？面对那些苦难危险，他的实力总会更上一层楼。等待了一段时间，表彰大会就正式开始了。前来进行颁奖的是英雄排名第37的柳石鹤，他从协会分类是上位英雄，很多人都叫他瓦尔哈拉之狼。听到主持人叫获奖者上台，我们3个便都走了上去。柳石鹤率先给金修豪颁奖了，仅仅是看了一眼，他就明白为什么那些圈内的人个个都很眼馋金修豪了。但在发证书的时候，柳石鹤却悄悄在金修豪耳边低语，他劝解着最好不要加入协会，做一个自由的猎人会更加痛快。所谓的英雄责任大于一切，在柳石鹤看来很无聊，但金修豪不是会轻易动摇的人，即便如对方说的那样无聊，他也希望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英雄。闻言，柳石鹤便无奈的叹气，同时也不再多说。轮到蔡奈允的时候，他这才注意到，至于蔡奈允很尴尬的叫着师傅，而柳石鹤表示，一个弓箭手可不是自己的徒弟。虽然蔡奈允的父亲托他照顾一下，不过柳石鹤对变成弓箭手的蔡奈允没有兴趣。等到我的时候，柳石鹤有些莫名其妙，因为他连我的名字也没有听过。尽管被人无视让我很难受，好在这次驱除魔人竟然给了1000多万的奖金，于是我便美滋滋的加餐了。这笔钱还能再购买一下伏魔之主的股份。不过现在还是确认一下笔记本更新的功能吧。首先就是圣痕了，这大概是昨天手腕出现的伤痕，且可能是另一个作者新加的，但对圣痕的解释却有些模棱两可。魔力可以由我的意志随便支配，随着我一点点的去想，手腕上的圣痕突然显现，可伴随着的是疼痛，在餐厅中不太方便确认，所以我决定还是回去再说。下一个更新内容是笔记本电脑网络激活了，我点击进去一看，目前有着好几个可以访问的站点，
看来这才是本次更新重点。其中紫色烟会的重要性很高，它作为最具盛名的非公开网站，能提供情报、武器、悬赏、委托交易等项目。几乎每一个英雄在成长期都用过紫色烟会。加入这个网站需要高额的费用，不过我只需要用200点 SP 就能创建账号。在我试着要登录的时候，尹胜雅不知何时走到了我的前面，他说着表彰仪式结束，就发现我不见了。来寻找是为了将自己的名片递给我，能收到尹胜雅的名片，这是有很大意义的。他代表尹胜雅正式开始挖我去他的工会了。而他坐下后便说着想问我一个问题。虽然尹胜雅对外是一副邻家姐姐的形象，但我很清楚，她是一个贯彻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女强人。哪怕是现在热情招揽的人才，如果后面达不到她的预期，尹胜雅绝对会随意将之抛弃。和她建立关系的话，在以后的发展会十分有利。然而却不是现在，所以尹胜雅刚刚开始询问我是怎么击退魔人的，便被我当场拒绝了。这个问题我是不可能告诉她的。被拒绝的尹胜雅还再次介绍自己的身份，然后表示对我很感兴趣。闻言我却显得有些平淡，随即谢谢她的关注。尹胜雅大概率是看到我使用光属性才会找上门的，不过她目前仅仅是停留在感兴趣的阶段，所以我要演一场欲擒故纵的戏码，以此来提高她对我的关注度。想到这里，我起身道别，而尹胜雅都还没反应过来，随后也就只好看着我离开了。回到宿舍后，我开始仔细查看圣痕的具体作用，它里面蕴含的魔力可以随我的意志变化。于是我想象将圣痕的魔力展现成短剑形态，果然下一秒手腕上的圣痕开始发亮，紧接着自我的手中便出现了一柄小小的短剑。这样看来的话，圣痕里面的魔力就能有很多的灵活用法了。原以为突然闯入这个世界的我会跟魔力无缘，没想到现在能以这种形式使用魔力。下一个要查看的是新出现的真实之书，运用圣痕的力量，我将真实之书用魔力展示了出来。这时一道机械的声音便提示着，这本书中蕴含着真相，在魔力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解答任何的问题。于是我就询问真实之书我的身高是多少，果然上面给出的答案十分的准确，同时还消耗了我1点 SP 值。大概也是因为我自身没有魔力，所以用点数替代了。就在这时，我手上的电子手表突然传来通知，这是魔方学院的紧急消息，乾坤班的学生陈夏晴失踪了。看到这个消息，我瞬间明白，第二个主线剧情魔方连环失踪事件开始了。就如名字一般，在事情发生的1个月内，总共会有6位学生失踪，且犯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这次的剧情非常重要，因为犯人的最后一个目标正是柳烟霞。但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如果又和上次一样发生意外的话，我倒不如先将犯人抓出来。可很快我否定了这个想法，贸然干涉剧情的发展，后面可能会发生我意想不到的事件，所以我决定还是先观望一段时间。接下来的日子我一如既往的训练，但期间发生了不一样的情况，有人总是会前来嘲讽和骂我。今天金修豪刚刚准备休息，就有人叫他看前面，这时他才看到旁边的学生正肆无忌惮地骂我废物，连这么轻的杠铃都举不起来。见状，金修豪显得很是生气，怎料身边的男子让他冷静一些，没有必要出头。而这名男子正是真理班的班长殷寒，他的劝阻让金修豪不解。对此，殷寒解释着，这些人都是申宗鹤的，金河镇应该是惹到他了。而且殷寒认为我现在是在演戏，毕竟金修豪可是说过，我废掉了魔人的手臂，如此勇猛的战绩不可能会被申宗鹤的人欺负。结果在大家的注视下，我却是真的举不起杠铃。看我站不起来，金修豪便愤怒地走上前去，随即就和嘲讽的几人发生了争执。训练场上的吵闹终于引来了教官，将所有人叫停之后，教官就让大家集合。前几天我们有一场关于现象界分析的笔试小考，这回成绩统计出来了，很快考试的成绩就被挂在了墙上，许多人纷纷前去查看有没有挂科。望着小考的排名，我果然是第一，毕竟身为作者，加上观察和阅览的效果，这个成绩自然是理所应当的。但这时后面却传来了长剑落地的声音，雷切尔对这个排名很不敢相信，而我也记起了对他的设定。雷切尔伊丽莎白路易斯，她是毕国的公主，在魔方入学新生实力排名第3，仅次于金修豪和申宗鹤。从入学魔方开始，所有的考试无论规模大小，她从来没有错失笔试第1的位置。现在我终于明白，我这个外挂的存在打破了原有的设定。自世界发生变化后，许多的势力如雨后春笋，其中魔方便处于世界最顶尖的一批，这里聚集着全世界的优秀学生，哪怕是身为公主的蕾切尔也不例外。在来的时候，她就下定决心，一定不会辜负身为王室的荣誉。但今天是蕾切尔第一次遭受到了打击。上课的时候，老师对于我的考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思考了一番，蕾切尔也明白，直到期中为止，这门学科她应该都比不过我。现象分析学在魔方是一门晦涩难懂的学科。现在蕾切尔愈发的好奇，我平时到底都在学什么？实际上，我每天上课就没有认真听过。今天的课程结束，我一如既往的回去，获得了真实之书后，我就准备要好好利用一下。于是我在紫色烟会创建了一个情报事务所，尽管现在没有什么可信的，但只要找到机会做起来口碑，加上真实之书的配合，一定会吸引到源源不断的客户。将事务所申请注册完，接下来我该好好花最近攒下来的 SP 点了。第二个主线开始，意味着魔方不再是一个安全的摇篮，以我目前的能力还不足以单独对抗魔人。多亏了申宗鹤他们那群人一直欺负我，大家对我的关注度一高后，我的 SP 点直接就拉满了。存了这么久，也是时候用来强化身上的东西了。首先我要强化的是武器，第一步我得用全能改写一下设定，增加沙漠之鹰的变换功能，让它能幻化成狙击枪。虽然这样确实很离谱，可为了增加力量也没有办法。本次的修改花费也很昂贵，足足用了2505的 SP 点。将设定写完保存之后，很快我的沙漠之鹰就变成了一把狙击枪。我想要是拿出去的话，谁都会被吓一跳吧。随即就让它先变为手枪的形态。接下来需要设定一下我的技艺，
如果才能是以魔力为基础的超自然现象，那记忆则是后天磨练形成的。我身为一个射手，生存和暗杀才是最关键的。随即我就想到了一个适合的记忆，编写了一段简单的内容，我就使用点数进行生成。很快电脑给出了一个名为跑酷的记忆，这次消耗了3000多的 SP 点。好在跑酷的效果也正是我所需要的，它能增加我的敏捷和柔韧性。还不等我测试一下，手表就传来了铃声。这一次是乾坤班的圣言消失了，对方正是第2个牺牲者。小说里直到柳烟霞被绑架为止，那些消失的学生都遭到了凶手的迫害。然而我明明知道凶手是谁，却依旧在旁观学生一个接一个的消失。就算是小说中的世界，我现在也很是迷茫，不知道该不该提前出手。第2天的时候，很多的学生都来到了魔方内部的野外训练场。教官表示，今天的实战训练会和以往不同，在身后的洞穴中是魔方打造的人工地牢，里面栖息着魔方真实怪物的玩偶。今天就是一场模拟攻略地牢的实战。教官让我们所有人不要掉以轻心，即便是玩偶一样具备威胁生命的能力。且因为地牢的面积太大，所以今天是真理班和陶冶班的联合训练，各小队会和隔壁班的小队临时组合。昨晚的强化现在也有了用武之地。魔方的人工地牢充斥着很多陷阱，其中有些还是潜藏的魔人设置的。为了以防万一，我提前做了几颗带属性的子弹。就在这时，电脑的弹窗突然出现，紧接着竟然传出了3个设定发生变化。于是我开始在周围寻找着导致变化的人，原来是和金修豪一队的赵远性格更加孤僻了，还有陶冶班的杰登成长潜能提升，另外一个是和蔡奈允一组的人，他的名字是斯维恩。蔡奈允似乎还在别的俱乐部见过。斯维恩的变化是神经衰弱更加严重，窗口也提示他在攻略地牢过程中被恶魔爪牙侵蚀的概率将大幅提升。几个变化让我当场傻眼，因为这变化似乎有点大了。但其中我需要关注的只有2个，首先就是同队的杰登，他的性格是欺软怕硬和目中无人，可窗口提示他的成长潜能提升，这让我不解是代表着什么。队伍暂时合并的时候，两边队长都介绍了一下队员，不过柳烟霞这个家伙却连我的名字都读错了。杰登目前看来并无异常，最重要的是3队的斯维恩，他是来自国外入学魔方的学员，而且斯维恩喜欢着蔡奈允，和许多的学生一样，斯维恩也想成为魔方最顶尖的人才，但事与愿违，面对魔方中更加优秀的天之骄子们，他也仅仅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一次又一次的失利让他体会到了自卑和挫败感，最后为了获得力量，斯维恩将自己的灵魂卖给了恶魔换取力量，可这些是后面的内容。然而刚刚窗口的提示无不是在告诉我，本次地牢攻略中斯维恩可能会提前觉醒为魔人。看我一个人在沉思，杰登突然出现打断，然后用力地按住我的肩膀，随即还提醒在地牢里可不能这么放松警惕。紧接着我果断甩开了他的手臂。健壮的杰登一副释然的模样，他说着我的脾气真差，难怪会传出很多流言。闻言我心中不由得有些愤怒。最近在魔方学院中我的名声非常差，主要是从乾坤班传出我利用魔方学生的地位在外面恐吓威胁他人等，还有一些关于我每周末都会去室内贪图享乐的谣言。我明白这些都是申宗赫他们干的，但也多亏这件事我获得了很多 SP 点，这回队伍中的人把我当成透明人，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等待前面队伍进入的期间，队伍中的人聊得都很开心，当然这是除开我的。很快就轮到8队进入地牢之中，里面正如教官所说的，面积非常的大。走了几分钟后，众人纷纷停了下来，因为在前方是许多条岔路。随即柳烟霞和杰登就在原地商议，杰登原本还想让他们队里感知强的射手选择，却不想我已经开口建议选6号入口，这也引来了杰登的不满。而柳烟霞却出乎我的意料，她立马决定听我的走6号，同时告诉杰登，虽然我人不太行，可眼睛还是比较好使的。对此我也不在意，也多亏他，我才能如愿以偿的进入能碰到蔡奈允队伍的路。如果斯维恩今天真的会在这里和魔人缔约的话，凭借蔡奈允一个人是抵挡不住的。要是他出事了，之后的所有剧情都会乱套。最后杰登也果然同意了去6号路，一路上他低声的嘲弄我哗众取宠，我却是淡淡告诉他，你还是考虑一下怎么对付前面的怪物吧。此话一出，众人都很疑惑，因为前方一片乌黑，根本看不清。这时同队的另一个射手站了出来，随即朝着里面发射一支光箭，在光芒笼罩洞内后，不远处果然有着一只中下级的怪物沙拉曼达。一时间学员们急忙摆出战斗队形。杰登询问有没有人能使用水属性攻击，因为沙拉曼达是火属性的。听到他的话我没有回应，圣痕内的魔力有限，我必须用在最关键的时刻。见队伍里面没有人有水属性魔力，柳烟霞便提议正面强行攻破。他率先朝着怪物发难，沙拉曼达还想喷出火焰，却不想下一秒就被快速的鞭子捆住了嘴巴。战士位的学生们双双跟上输出，在大家的配合下，怪物几十秒就被击杀了。柳烟霞的实力提升速度确实很快，而她鞭子上散发的雷光代表柳烟霞已经突破了境界，已经处于开眼的前兆了。感叹她强大的时候，柳烟霞便让大家继续前进，可她却无意间触碰到了一个陷阱。好在我迅速反应过来，然后一把推开了柳烟霞，这也成功让她避免了遭到伤害。不明情况的柳烟霞冷冷的让我放手，感受到她的杀意，我急忙朝后退去。正当柳烟霞准备来收拾我的时候，别的队员便发现了一根贯穿墙壁的箭矢，这便是我推开柳烟霞的原因。而且摔倒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了新的提示，那是一根染上神经毒素的箭。和柳烟霞的幸运相比，3队的斯维恩就很不走运了，因为他不慎被染毒的箭射中。背着斯维恩的蔡奈允很是不解，刚刚的战斗中突然就有一根箭飞袭而来，这不可能是训练的内容。而且蔡奈允发现，说好的是人工地牢的训练，可这个地牢之中的怪物一个个都强大的很不正常。另一边我的队伍还在持续的和怪物战斗，继沙拉曼达后还有很多喷火斗系，
击。不过在所有人的合力之下，低级怪物基本都没有威胁，很快此地就被我们清理的差不多了。一路走来，也就那只毒箭陷阱。就在大家准备一鼓作气冲过去的时候，是我们的后方却突然升起灼热的高温，一瞬间致命的威胁令我猛然一惊。当我回头看去，刚刚的莎拉曼达竟然再度复活了，而他口中蓄满的火焰即将燃烧一切。还不等其他人做出反应，莎拉曼达的攻击便已经发射，柳岩霞他们根本就来不及做出防御，但提前察觉的我立马就出手了。我用全身的意志催动着圣痕，然后将它转化成水的壁垒，借此也成功挡住了莎拉曼达的最后一击。本就临近死亡的怪物，体内也没有多少魔力能驱使火焰，随着火焰彻底消失，这一次莎拉曼达便真正的死亡。如此强大的威力，令叶月他们一时间处于恐慌之中。队伍中的人猜测那只莎拉曼达绝对不是玩偶，还没有被他的火焰烧到，都能感受到滚烫的气息。本以为事情结束了的我，却引来了杰登的愤怒。他大吼着刚刚找谁属性使用者的时候，我为什么不站出来？就算给杰登解释是装备的效果，他却也不相信。好在柳烟霞出面阻止了我们争吵。这时有人询问为什么会有真的怪物，柳烟霞便推测这里是最理想的地牢环境，进化出真的怪物不是没有可能，随即就招呼着大家继续往前走。可他对我刚刚说是装备的效果，心中却升起了疑惑，毕竟我连沙漠之鹰都买不起，又怎么可能买得起魔法装备？但是除了金修豪和申宗鹤，新生中明明没有可以给装备赋予魔力属性的人，而我不仅了解山岳暴君的弱点，还拥有赋予魔力属性的能力，可却要刻意的隐藏实力。柳烟霞不由得想到了此前蔡奈允说的话，难道金河镇真的是魔人吗？又过了一会，现在蔡奈允他们已经找到了地方休息，但下方终极五品的怪物岩浆怪石却令他们很是头疼，对方很可能就是这处地牢的首领。一时间三队的人都感到难度很高，要打败这种怪物，且现在斯维恩也急需治疗，怎么看都是无法做到的。尽管大家都没有抛弃自己，可斯维恩内心十分的抱歉，他认为都怪自己不小心被毒箭射中。从来到魔方后，斯维恩一次都没有顺利过，这让他内心很是痛苦挣扎。就在这时，斯维恩的内心响起了一道悠长的蛊惑声，那道声音告诉他，只要和自己交易，就能获得无与伦比的力量，而这正是斯维恩现在最渴望的东西。他不想一直没用下去，不想在蔡奈允面前表现得这么懦弱，于是斯维恩不受控制地接受了和恶魔缔约。下一秒，他突然痛苦地大叫着，小队中的人很是着急，不明白斯维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眼看自己等人控制不住发狂的斯维恩，蔡奈允就让别的队员赶紧过来，却不想对方是被怪物给吓傻了。寻找了半天的熔浆怪石终于发现了猎物，见状的所有人纷纷四散逃跑，而熔浆怪石的攻击一瞬间便全部爆发出来。好在蔡奈允他们反应够快，这才成功逃过一劫。但由于怪物的攻击范围太大，还是有2个学生不慎被打晕过去。一时间三队的人基本都散开了。蔡奈允由于是背着斯维恩的，所以2人落在了一边，摔倒在地，让蔡奈允止不住的咳嗽。等待他缓过来的时候，回头一看，却发现熔浆怪石竟找上了自己。眼前的怪物和教官说的玩偶根本不同。蔡奈允明白对方是真正的怪物，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居然会死在一场训练之中。就在首领怪物的高温熔浆要喷发的时候，一颗带着寒意的子弹却突然发射，这一击也准准的打在了熔浆怪石的脖子上，被冰元素渗透进身体中，怪物便被暂时冻住了。蔡奈允一时间有些看傻了，而在熔浆怪石的后面，开枪的人赫然正是及时赶到的我。就在几分钟之前，我们8队继续朝前时，却发现已经没有路，被一块高高的石墙挡住了。杰登有些生气地问我，不是说好这条路的尽头是首领怪物吗？对此我也很疑惑，因为刚刚我用千里眼看的时候，明明没有这堵墙的，但我依旧确定地说着首领就在后面，然后让杰登尝试一下打碎石墙。尽管他很不开心，可为了好成绩和赶紧出去，杰登便全力劈向了墙壁。结局也很显然，强大的反震让他手都麻了，明明是附带了魔力的攻击，却也行不通。看样子这堵墙十分的厚实。关键时刻，夜月突然叫了大家，原来是墙壁的最上方有一条缝隙，于是我就说着要从那个缝钻进去，可墙高达10多米，杰登吐槽着根本做不到的，我则是率先前去尝试，毕竟另一边的情况可能并不好。随着我发动记忆跑酷，崎岖的墙壁对我来说却是如履平地，不一会的功夫，我就已经爬到了缝隙处。等到我钻进去之后，四周的空间突然传来了巨大的震动，这让杰登愈发想知道墙的另外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时间回到现在，怪物身上的冰正在慢慢的蒸发，而这仅仅过了几秒钟，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能逐渐移动了。于是我急忙大喊着蔡奈允，让他别傻坐着，因为这会吃痛的怪物目标已经转移到我的身上了。好在这时2道攻击打断了熔浆怪石的行动，前来支援的是刚刚走散的3队成员。望着队友的到来，蔡奈允终于是再度振作，随即他迅速持弓起身，然后开始拉弓蓄力着，同时告诉队友们为自己争取一点时间。闻言，其他的学生很是奋力战斗。让众人想不到的是，明明已经中毒的斯维恩却是再次出现，甚至还成功伤到了首领级的熔浆怪石。有着几个队友的互相帮忙，怪物无法前去打断蔡奈允的蓄力。终于他的必杀技成功蓄满，蔡奈允已经不再如曾经那般软弱了，他的这一剑带着恐怖的能量，下一刻熔浆怪石的头就被彻底击碎。被轮番的进攻加上这致命的一击，熔浆怪石终于是死亡了。对此学生们都不敢相信，竟然能攻略掉首领级的真正怪物。战斗结束，蔡奈允招手询问大家有没有受伤，而斯维恩则是夸赞着他，连这么强的怪物都能打败。但他的情况让我很是意外，斯维恩并没有魔人化，可是我明白他已经和恶魔缔约了，暴露是迟早的事情。看着一个人坐在一边的我，蔡奈允缓缓地走到了我的面前，他显得十分害羞地说着，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还是谢谢你救了我。现在的蔡奈允让我有
有些意外，一时间我甚至没有反应过来。看着我一副震惊的模样，蔡奈允瞬间就害羞不已。我没有想到他会和我道歉。蔡奈允在6岁生日的时候就看到母亲死在魔人的手上，也就是那时起，他决心要成为一名英雄，所以蔡奈允从小就开始拼命训练了。小时候的经历使得蔡奈允无法结交太过亲密的朋友，他不愿意和别人袒露自己脆弱的一面，所以一直都表现得很男子汉，因此很少有人能听到蔡奈允亲口道谢。他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比起谢谢，蔡奈允说的更多的是对不起。这就是我给他写的设定。为了避免场面太过尴尬，蔡奈允主动找起话题，他想知道我明明这么强，为什么要任由申宗赫他们欺负。见我说确实打不过他们，蔡奈允很疑惑，因为刚刚那把枪的威力很夸张。随即我就把沙漠之鹰拿了出来，这是自制的武器，不是学校的训练枪能比的。看到我敢用这种武器，蔡奈允急忙查看四周有没有人发现，如果被校方知道，是铁定会被停学的。对此我倒是不害怕，因为我领悟了将武器藏在圣痕里的方法，就算被发现，也没人能搜出武器的。尽管我用的是特殊武器，可蔡奈允还是感觉我很强。紧接着他猜测我有强化枪械的才能，看我没有回答，蔡奈允就一副果然如此的走了，还表示不会告诉别人我用自制武器的。但走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停了下来，然后开口说着：“你难道没有其他话要对我说吗？”蔡奈允的意思我当然明白，可我还是直接表示没有。如果我现在向他道歉的话，蔡奈允肯定会原谅我侮辱他哥哥的事，但我不能那么做，继续当他身边一个讨厌的人就好。等到那一天的到来，蔡奈允大概能好受一点吧，毕竟被朋友杀死哥哥的话，他很可能会直接崩溃。看蔡奈允回来，别的人都好奇他和金河镇是不是很熟，而这也让斯维恩的情绪有些不好。休息了没有多久，就有播报通知学生们停止攻略，迅速逃离地牢。在这次训练开始后，地牢的几台摄像头就出故障了，里面出现了真实的怪物，也没有被及时发现。好在最后没有引起人员伤亡，所以魔方就没有全面调查，而是选择了安抚补偿学生。换句话说，在魔方身居要职的魔人们成功将本次事件掩盖了。原剧情中针对这件事的全面调查要到第2个剧情结束才会展开。现在我需要重点关注斯维恩的情况。与恶魔缔约的副作用是放大情绪和执念，如果斯维恩继续有机会和蔡奈允单独在一起，很可能会因情绪激动而暴走。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便决定利用电脑前去掌握斯维恩和蔡奈允的动向。随即我开始查看蔡奈允的聊天，和其他人的都很正常。可很快我发现了一个有用的信息，那就是蔡奈允和斯维恩共同的狩猎俱乐部将在这周前往巨省。原本的小说里面，斯维恩正是在这次活动中缔约并暴走了，只是现在缔约提前了，所以我决定了这周就跟着他们一起过去。刚刚决定完，手表却收到了别人的联系。让我意外的是，打电话给我的人居然是金修豪，他询问我周5有没有时间，想麻烦我一些事情。在处理这2件事之前，我想去获得2件小说中的顶级道具。随即第2天我就直接出发了，目的地则是巨省的歌利山，这里号称是习武之人的修炼圣地。除了习武之人，还有的是前来寻宝和狩猎的人，因为歌利山中的珍稀物品很多，其中山参是最为出名的。眼前这个和我介绍歌利山情况的冒险者也是其中一员。就算我告诉他自己的目的不是找山参，对方却依旧不相信的样子。等我走进去之后，不小心被树根绊了一下，然而我回头一看，竟发现了藏在树根下面的一根山参。尽管这有些离谱，可想到我的逆天幸运值，似乎也还说得过去。攀爬歌利山的途中，我将山参的根须吃掉了。经过我修改设定的能力，使用的根能在30分钟内让可提升的能力值都增加2点。不过提前吃掉一部分的山参还是有些浪费，毕竟整根拿去卖的话，还掉负债就是轻轻松松的。但目前我有着更重要的事情，正好就需要提高一下实力。越过陡峭的悬崖后，我便抵达了歌利山的隐秘副本亡灵地牢。这里的首领怪物是中上一品的死亡骑士，虽然我已经用山参暂时强化了自己，可估计也敌不过他的一击吧。不过对此我并不害怕，因为我今天的目标不是首领怪物，而是地牢中的隐藏关卡，所以只需要处理一些低阶的亡灵，有子弹时间的效果。很多的亡灵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威胁。射杀了一片之后，我便使用了千里眼，确认了一条快速抵达目的地的线路后，接下来就是无情的杀戮时间。很快洞中几乎摆满了亡灵残骸，这也意味着我距离伊万杰林的隐藏之地越近了。魔女伊万杰林，她是歌利山地牢隐藏关卡的首领怪物，在日后的剧情里，她还会在 X 市建立自己的亡灵要塞。不过这个时间段的伊万杰林还没有变成人形。今天盯上她的原因，也是因为击败对方会获得2个道具，一个是成长型装备以太，另一个便是伊万杰林的种子。在我原来的小说里，这2个道具帮助魔人托梅尔成为了被恶的干部。恰好我现在的成长速度很快，以太这种成长型的装备很适合我。不一会我就来到了隐藏关卡的前面，通过千里眼的效果，我便发现了前方的一棵巨大枯树，而魔女伊万杰林正独自坐在树下。她现在还是幼年期，并不具备任何威胁，只是一个灵体的状态。可伊万杰林的模样实在有些人畜无害，但我深知，就算我不动手，等到魔人来的时候，结局也是一样的。处于灵体状态下的魔女，用枪械是很难杀死的，所以我便用圣痕凝聚出了一把光属性的长枪。有了山参的加成，我感觉自己也成为了柳烟霞他们那种高手。随着长枪击中了幼年魔女，我却发现她似乎没有立刻散去。过了几分钟，魔女这才慢慢的消散，最后在我的面前彻底化成了光芒。不过这并不代表着魔女的生命彻底终止，留下来的种子才是能诞生绝望魔女伊万杰林的关键物品。至于种子旁边的，也正是成长型的流体装备以太，可以强化人或者物体本身的力量。拿到东西我便原路返回了。等到晚上的时候，我终于是回到了宿舍，成功装备了以太后，由于其的归属效果，我的可提升能力值均增加了 0.6， 且这件装备
类将无法变更归属者。这个归属效果让我非常的满意，直到现在我才算是达到了魔方学生的基础水平吧。接下来我要把剩下的山参挂到紫色烟灰，毕竟现在还是很缺钱的。今天这一趟可谓是收获满满，不过其中最大的便是眼前的这一枚1万劫灵种子了。虽然绝望的魔女听起来是一个反派，但只要我好好培养她，必然能成为我的一大助力。让种子发芽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用少量的鲜血代替水进行喂养。不过魔女的心性是根据喂养血液者来决定的，所以我得慎重考虑。至于喂养血液的人选，我决定从主角团里面找一个，他们的心性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可要搞到金修豪他们的血难度太高，所以发芽的事情只能先放一放了。累了一天，我便准备睡觉，毕竟明天大概率会有一场硬仗。第二天的时候，狩猎俱乐部的成员都聚集在巨省的碧波山泉，而我自然也在其中。这个俱乐部的活动是每月定期组织一场狩猎，狩猎目标是那些有害的飞禽走兽。今天的剧情我也有些拿不准，主要还是跟斯维恩的变化有关。原来的剧情是蔡纳允重伤，斯维恩则是当场灰飞烟灭。设计这个剧情的目的，也是想让金修豪更加关注蔡纳允。等到很多人都认为魔人的目标是他时，也就是柳烟霞遭受魔人绑架的时候。然而斯维恩这家伙，他到现在都没有暴走的迹象，甚至还能操控一点恶魔之力。我几乎可以确定，凭我现在的实力，根本是打不过他的。要是今天斯维恩能和原著一样领盒饭，我就可以不用继续担心了。在我关注斯维恩的时候，蔡纳允也发现了我肯定是在偷看他们。明明之前还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结果又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蔡纳允不禁怀疑起我是不是对他有想法。见状，斯维恩突然提醒小心一些，因为最近频繁发生了失踪案。可听到蔡纳允说我应该不是那种人的时候，斯维恩的眼神瞬间发生了改变。不一会，狩猎行动就开始了。斯维恩和蔡纳允有着一个赌约，谁捕猎的多，就可以向对方提一个愿望。分开狩猎的时候，斯维恩终于不再隐藏，他利用恶魔的力量快速吞噬着生物。不一会后，蔡纳允的声音就传了过来，他扛起了今天的战利品。原本还以为自己胜利了，结果看到斯维恩身后的猎物，蔡纳允惊得瞪大了眼睛。无奈之下的他也只好愿赌服输，随即询问斯维恩有什么愿望。怎料他却是突然和蔡纳允表白。斯维恩没有半点犹豫，他的愿望就是能和蔡纳允交往。躲在暗处的我一点也不意外，和斯维恩缔约的是情欲的恶魔，成为魔人后他的欲望早就暴增，能忍到现在也属实不容易了。对于斯维恩的表白，蔡纳允很是果断地拒绝了。他表示不管是谁，被一个刚刚认识不到1周的人告白，肯定是不可能欣然答应的。闻言的斯维恩显得十分的失望，而我则是死死地盯着他。这时蔡纳允还说了一句话，他喜欢比自己更强的人，所以是不可能接受斯维恩的心意。眼看蔡纳允转身离开，加上刚刚的那句话，斯维恩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紧接着就突然袭击毫无防备的蔡纳允。疯狂的攻击过后，斯维恩本以为自己得手了，怎料却被及时赶到的我用以太盾挡住大部分伤害。我原本还想询问蔡纳允的情况，但魔人化的斯维恩速度太快，我根本反应不过来。看着我被绑走，蔡纳允刚刚想救我，然而他的弓箭已经断裂了。危机之下的蔡纳允竟以手为剑，在掌间快速凝聚着魔力。前方的斯维恩已然彻底魔化，蔡纳允也终于不再犹豫，因为我的情况很是糟糕。随着他的出手，一时间强大的魔力便覆盖全场。在我的小说中，偶尔会出现几个极具潜力的角色，但他们都因为没有选择合适的武器，从而发挥不出自己的实力。蔡纳允也正是其中之一，因为蔡纳允的天赋从来都不是给弓箭准备的，他如果用剑，将是不亚于金修豪的存在。愤怒之下的蔡纳允挥出了这恐怖的能量剑，这一击下魔人化的斯维恩已经是被轰的只剩下了残渣。蔡纳允也被自己的力量吓到，我则是好奇他刚刚的招数是什么，对此蔡纳允自己也不知道。这时他还问我怎么样了，听到我没事，蔡纳允这才露出了笑容，下一秒他却感到了头晕目眩，紧接着就这么倒在了我的面前。等到了晚上的时候，蔡纳允这才慢慢苏醒过来，原本他还有些迷迷糊糊，然而发现是睡在我的背上后，立马就被吓了一跳。我也是看他一直不醒，这才选择背蔡纳允下山。不过现在醒了之后，蔡纳允吵吵着让我放他下来，可当他脚刚刚落地时，下一秒蔡纳允感到浑身无力，随即就再次瘫坐在地面。一时间他非常恐慌，因为自己的腿一点也不听使唤。对此我很疑惑，难道你没遇到过魔力枯竭的情况吗？闻言的蔡纳允显得一脸懵逼，见状我就知道他上课肯定没有听过，于是就简单的告诉他是魔力消耗完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很难自己行动。随即在我的建议下，蔡纳允便被我背着回去了。路上的时候，我想知道他以后还要继续用弓箭吗？毕竟今天的情况，蔡纳允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剑术是远超弓箭的。如果他能转修剑术，凭借那超越金修豪的魔力天赋，想必会成为大型战争中的绝对霸主。不过从蔡纳允生气爆粗口的样子，要劝他放弃锻炼了多年的弓箭估计很难。一段时间后，我们就抵达了传送点旁。这时我表示要赶在宿舍门禁前回去，见状蔡纳允急忙让我也带上他一起，因为他现在还是无法自由行动。等到第二天的时候，蔡纳允被魔人袭击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校。今天上课结束，我便前去赴约。推开教室的门后，约我前来的金修豪早就在等着了，但里面不只有他，还有金虎洛和申宗鹤，就连柳烟霞也在。最后一个则是李英海，他们都是小说中有戏份的角色。就在狩猎俱乐部事件的前一天，金修豪约我的时候，他就将需要我帮助的事说了。原来是因为魔方近期发生的失踪案太多，而魔方不希望引入外部人员参与，于是就从每个年级选几个学生调查，
虽然学校也会自行彻查一遍，但考虑到犯人大概是学生，所以这才建议学生们内部调查一下，这样速度也会更快。1年级选的调查代表是金修豪和申宗赫以及蔡娜允，他们也可以邀请人前来帮忙。金修豪之所以会找我，也是想到我的眼神很好，加上他表示蔡娜允也推荐了我，想到能赚取到 SP， 我也就答应了金修豪。现在人基本已经到齐，蔡娜允由于受伤来不了，这回金修豪开始发表自己对事件的推理。首先就是失踪事件的犯人和袭击娜允的魔人不是同一个，怎料金修豪对蔡娜允的称呼却是引来了申宗赫的不满，对此金修豪很是无语，随即也就改成了全名。但总而言之，金修豪的意思是，魔人的下一个目标大概率就是蔡娜允，他想问问我们有没有怀疑的人选，或者有没有近期行迹诡异的人。原本我是想慢慢观望剧情的发展，不去刻意打乱节奏，但最近这段时间2周就有3人失踪了，这比起我的原著快了太多。我知道这是另一个作者进行修改了，照这样下去遇难的人数会比预期的要翻几倍，加上和蔡娜允的经历后，我便决定了不能再为了剧情而不管不顾。于是我主动发表意见，认为学术俱乐部的部长尹璇很可疑。一时间场面却是瞬间安静了。金修豪说着，尹璇和第一个受害者关系比较近，所以之前就调查了，结果是尹璇有着不在场证明。我正说着他如果用了精神类魔法，是能引诱受害者主动上门的，申宗赫却是立马反驳我，他不认为一个小小的精神魔法就能让魔方的精英乖乖听话。而这时的柳烟霞更是反将我一军，他感到奇怪的是，明明尹璇有不在场证明，我却要咬着不放，而且柳烟霞感觉比起尹璇，我是魔人的可能性更大。他的话让我很是不敢相信。金修豪也替我解释，在之前几人推定的作案时间中，我都有着在传送的记录。柳烟霞则是拿我刚刚说的精神魔法来举例，况且传送记录很容易造假。身后的金虎洛更是站起身，他准备直接上手测试一下。金虎洛相信只要打几顿，我就会自己开口或者变身。除了金修豪，其他人对此没有反驳，他们似乎默认了金虎洛的做法。见状，我不由得一阵冷笑，紧接着就和金虎洛硬刚了起来。金修豪则是急忙拦住了我们。冷静下来后，我告诉几人，要是不相信我，大可以去询问蔡娜允，因为那天我们都去参加了狩猎活动。怎料这还引来了申宗赫的不满，他很生气为什么我会跟蔡娜允扯上关系。对此我也不怒，而是淡淡的说着，在我们齐心协力干掉魔人的时候，你们几个人也只能做些无聊的恶作剧。闻言的申宗赫瞬间暴怒，见状李英涵连忙劝住了他。再次提醒完尹璇是犯人的可能性比较大后，我就直接转身选择离开。但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金虎洛竟突然向我袭来，这一击他没有任何的留手，好在我通过本能躲开了危机。回头看着金虎洛嚣张的模样，我当场就拿出了手枪准备教训一下他。就在我们即将交战的时候，金修豪及时出手阻止了下来。他现在对金虎洛很是不满，同时也告诉柳烟霞，如果真的怀疑，不如亲自询问蔡娜允。沉默了一会，柳烟霞也就开始前去联系，我则是头也不回的离开教室中。这时柳烟霞也将怀疑告诉了蔡娜允，听到他们怀疑我，蔡娜允很是确定的说着金河镇不可能是魔人，因为当时我是和他一起去的传送点，来到外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今天发生的事情彻底激起了我的所有情绪，卷入自己的小说世界就算了，竟然还和用心创造的角色发生争吵。来到这个世界有一段时间了，我很想念父母和朋友们，也想赶快回到自己租的那个房间，而且要是时间是和原来世界同步的，找不到我的父母该有多伤心难过。最重要的是，我到底还能不能回去？毕竟之前回去的方法都是猜测的。就在我伤心难过的时候，窗口却是提示我的毅力提升了。见状我不得不感叹，这个消息弹窗真是不解风情，但也确实多亏了之前提升了毅力，不然换做以前的我，到了现在估计已经放弃寻找回去的办法了。今天的事情也只是小小的插曲，他们只会让我愈发坚定回去的心。另一边，金修豪看我走远后，也就慢慢回来了，而柳烟霞则是询问虎洛，刚刚是不是用了才能攻击的？他表示我一个射手，竟躲掉了近战才能的攻击，不管怎么看可疑性都是最高的。就在这时，柳烟霞的手表突然有一条消息，原来是尹璇邀请他在明天学术讨论活动前，先来一趟自习室商量事情。柳烟霞确定尹璇没有问题，所以也就答应了前往，毕竟他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可柳烟霞不知道的是，另一边的尹璇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期待着和他相见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倒也就释然了，没有去为昨天的事情多想。可金修豪他们似乎很担心我的情况，这把我搞得有些尴尬。以后我决定不会再和笔下的角色计较，全身心找回家的方法才是关键。今天早上的时候，蔡娜云已经来上课了，看着她走路有些不方便，金修豪和申宗赫纷纷要前去帮她，虽然都被蔡娜云拒绝了。很快就到了上课时间，教官说着距离期中考试只有不到1周的时间，笔试结束完就会立马开始实操考试。实操主要分为2项，一个是学生之间的对决，第二个则是和魔法师的召唤兽进行的除怪战。这2项的考试难度都将远超平时的课程，笔试对我来说倒不是问题，但对决的时候我应该会有麻烦。对决考试学生们都有3张指名券，这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对手，而魔方设置了加分制，高排名的学生如果打败了排名很低的学生，不会加分反而是扣分。可同样也会有些家伙无视加分的惩罚机制，比如金虎洛这个白痴，我估计他肯定想用指名券揍我一顿。说起来最近还有一个让我在意的问题，那就是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蕾切尔，他明明都不会跟我搭话，自上次笔试后却一直在我身边晃悠。以前蕾切尔是只坐在后排独自学习的，而且他还会不经意间偷看我的笔记。
于是我决定逗他一下，最近很想父母。随即我在本子上写了他们的名字，这让偷看的蕾切尔瞬间不明白我在做什么。到了傍晚的时候，尹璇又给柳烟霞发了消息，以为是和以前一样的俱乐部讨论活动。柳烟霞便没有过多去想。等到他推开自习室的门后，尹璇果然已经在里面等着了。看到似乎没有别的成员，柳烟霞还有些好奇。对此，尹璇说着他们稍后就到。这时柳烟霞发现了点燃的香薰蜡烛，可还是被尹璇以提高注意力为由带过。聊天的时候，尹璇突然询问魔人调查的情况，因为他是2年级的代表。原本柳烟霞还想说没有进展，但他忽然表示有人胡说了一些话。对此尹璇来了兴趣，他只是挥动了一下手指，柳烟霞就把我认为尹璇是魔人，拥有精神魔法的事说了出来。闻言，尹璇立即询问对方有没有证据，而就是这个询问让柳烟霞瞬间清醒了一些。见状，尹璇也发现自己说错话了，柳烟霞则是开始警惕了，因为当一个人清白遭到怀疑时，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担心对方有没有证据，他明白眼前的尹璇绝对不正常。事已至此，尹璇也就不装了，他显得很是遗憾，同时表示明明还有几个人才轮到你呢。紧接着柳烟霞瞬间头昏眼花，等到她醒过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经被绑住了。四周观察了一番后，柳烟霞很是惊讶，因为这里是2年级学生的宿舍。这回她终于是明白，尹璇还真是导致学生失踪的魔人，而我并不是胡说八道的。强制让自己冷静下来后，柳烟霞便想利用手表找人求救，然而她才挣扎了没有多久，尹璇就已经回到了宿舍中。好在短短的几秒钟，柳烟霞还是发送了消息，但她传消息的对象竟然是我。望着柳烟霞发过来的一个数字9，我起初还有些疑惑。另一边的尹璇已经抢走了手表，从消息上的名字，他想我就是发现他身份的人。柳烟霞警告尹璇，他出了事情，调查小组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的。可尹璇却丝毫不在意，毕竟今天结束后自己就会立刻离开魔坊。他的话令柳烟霞愤怒到了极点，但他的表情却让尹璇很是满意。从尹璇的口中，原来他是受恶魔莉莉丝的指示，这才盯上了柳烟霞的。另一边的我已经猜到了柳烟霞的意思，于是我急忙释放出真实之书，快速的得到柳烟霞的位置后，我便立即出发了。10几分钟后，在尹璇的持续精神魔法下，柳烟霞看起来即将要臣服的时候，她都会再一次坚定内心的意志，这让尹璇都不得不感叹，自己都做到这个程度了，居然还没有被洗脑。尽管柳烟霞每次醒来都会挣扎，尹璇依旧相信，在莉莉丝大人的魔力下，她根本就不可能逃脱。然而在下一秒，尹璇瞬间就被子弹射穿，和寻常的魔弹不同，这一击让他感到无比的痛苦。突然的局势变化让柳烟霞升起了希望，而尹璇依旧痛得在地面疯狂打滚。终于我的声音缓缓传了过来，我想知道柳烟霞现在的心情，当时还质疑我，结果现在反倒被抓了。同样听到声音的尹璇则是在对我破口大骂，发现他是想拖延时间让伤口自愈，我便戏谑地提醒他不要白费力气，因为刚刚命中的子弹是附带特殊效果的。尹璇还以为我是躲在了暗处偷袭，随即对着四周疯狂的攻击，柳烟霞也无法幸免被伤到。看到尹璇还在持续发狂，我淡淡的告诉他不用再找了，因为我在一个离他很远的地方。紧接着又是连续的几发子弹射中尹璇，而我此刻身处的是数百米外的草丛中，现在的沙漠之鹰已经幻化成了狙击枪形态，这种打靶的感觉简直爽到不行。我又一次感谢当初的选择，果然远程射击就是香，同时还大声的告诉柳烟霞，他之前送的子弹估计今天就要用完了，如果有良心的话，之后一定要准备更好的送给我。说话间我又一次上套，尹璇还想逃跑，但他又怎么可能快得过子弹？直到将被弹全部清空后，我这才松了一口气。被这么多发光属性的魔弹命中，什么魔人来都是死路一条。这时我询问了一下柳烟霞有没有事，紧接着告诉他先睡一会，调查小组马上就到。闻言的柳烟霞终于不再强撑，随即就晕了过去。她最后的一句话似乎是和我说了谢谢，但声音很小，远处的我并没有听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柳烟霞便缓缓睁开了眼，她现在正身处于学院的医务室中。这时她还发现了坐在床边削苹果的金修豪，紧接着柳烟霞猛然坐了起来，她好奇对方为什么会在这里。闻言金修豪说着自己和调查小组的人都在轮流照顾你。对此柳烟霞不明白他们干嘛都来了，原来是金修豪和申宗赫他们认为柳烟霞受伤也有自己的责任，总之没有保护好她。调查小组的人都很抱歉，可柳烟霞并不这样认为，出事情也是她自己的问题。紧接着她还询问那个人有没有来，这让金修豪迷惑是指的谁。见状柳烟霞急忙转过头去，也并没有提我的名字。中午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条信息，是柳烟霞发给我的，她很谢谢我，同时也表示一定会报答救命之恩的。本次铲除了魔人，我还获得了大量的 SP 点。由于完成了远程射击，神射手熟练等级来到了7级，相比于前几次的行动，这次获得的 SP 应该是最多的了。果然亲自除掉一个主线剧情的反派，给的奖励还是很丰厚的。尽管为了能远距离射杀尹璇，我消耗了大量 SP 点提升能力，但最重要的是成功救下了柳烟霞。这时有人来到了餐厅中，然后叫了一下我的名字。昨天的时候我联系了一下朴秀赫，让他来见上一面，没想到刚刚走到面前，朴秀赫却是立马下跪，他担心我是想撤销合同的，想请我再考虑一下。见状我很是无奈的说着不是，今天找他来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很看好 SH 经纪公司，所以准备花钱投资他们。听到我的话，朴秀赫一时间还有些反应不过来，
至于我拿出的钱，是之前挂在紫色烟会的山参，足足卖出了4亿元的高价。这笔钱我分成了2份，大半的钱用来继续购买伏魔之主的股票，剩下的则是打算投给 SH 经纪公司，毕竟他们的潜力从长远考虑是不输于伏魔之主的。看着我拿出了接近2亿要投资，朴秀赫很是慌乱，他表示不能厚着脸收下如此的巨款。对此我再次让朴秀赫收下，投资这笔钱也是想和他们一起成长，然后还告诉他回去后买一个像样的魔法口袋和猎场代步车，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工作。聊完之后的合作时间也差不多到了下午，随即我便和他分别了。与此同时的某处废弃工厂中，一个虚幻的黑影缓缓从地面钻出来，最后冒出来的是一个小男孩。他询问着队长，伏魔之主已经上市，接下来该怎么做？对此上方的队长只有一个回答，那就是抢到需要的东西，剩下的不用管。这时男孩还有一些消息，其中一个是最近有人持续的购买伏魔之主的股票，第二个是紫色烟会多了几个有趣的主页。男孩觉得可疑的是一个叫真实事务所，对方号称能解答一切问题，他想要不要试着发布委托，不过却是被队长阻止了。而从队长的口中，男孩名叫德伦，看到队长似乎有些烦躁，德伦就岔开了这个话题，然后说起了下周魔方的期中考试。伪色团需要注意的人是金修豪和申宗赫，而队长更是要亲自去观察，他想看看有没有能派得上用场的人。时间一天天过去，很快魔方的期中实操考试终于来了。在考试周内，魔方会全面开放校园，以此来供各大工会以及协会和用人单位观战，学生们的家长同样也会前来。现在的魔方内云集了世界各地的人马，热闹的气氛跟庆典现场一般，很多魔方的高排名学生在社交媒体上都有着许多粉丝，这些人同样会前来观战，所以整个校内出现什么样的人都不会奇怪。我则是拿起了朴秀赫给的无人机开始监控学校，这也是为了能防患未然。等到无人机飞出去后，有人还不小心撞到了我，可仅仅只是和他对视了一眼，我当场就被其吓到了，因为我认出这是伪色团的队长。今天的考试队长也会前来，我是知道的，但没想到会有机会碰到他。然而我一直在想关于队长的设定，一时间不小心对视了太久，现在我明白必须得说些什么，不然会显得我十分可疑。憋了半天我说了句好漂亮，说完我自己都后悔了。队长更是直接朝我翻白眼，好在他没有多说什么，随即就转身离开了。可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顺利，走出去没有多久，队长就联系了德伦，因为刚刚和他擦肩而过的人竟然无视了认知干扰道具的效果，直接看到了他的真容。队长让德伦前去调查一下我的身份，可惜另一边的我并不知晓。小说剧情中来招募学生的人很多，不过伪色团的目标只有2个人。最后金修豪经过观察和他们的信念不同，于是伪色团的人留意了申宗赫后就离开了。他们潜入魔方并不是严重的事情，但我担心如果剧情再次发生变化，他们碰到了考试场内的安保英雄的话，到时候就不是死几个人那么简单了。魔方内的安保英雄很多，有些还是上格阶段的英雄。今天吴准赫还有徐颖之已经巡视了好几遍魔方，都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而吴准赫不相信会有人敢在这个时间段来闹事。可在2人走过去后，他们的旁边走出了一个男人，其也是伪色团的一员。听到有人能无视赛人项链的认知干扰，他终于是来了一些兴趣，毕竟看了一路弱不禁风的学生，男人已经是无聊透顶了。就在男人想先去会一会的时候，德伦不禁在心中吐槽他头脑简单。至于队长则是阻止了男人，因为对决马上开始，不需要去试也能知道对方的实力。今天第2角主场的第1场比赛是使用了指名券的金虎落，而他指名的对手自然就是我了。进场的时候，旁边有人叫住了我，来人正是柳烟霞。这时他叫属下把一个箱子拿了过来，里面是100发最顶级的子弹，虽然考试用不上，但他说着让我拿回去随便用，如果后面还需要的话随时找他。柳烟霞还表示，区区子弹不是用来报答救命之恩的，这些只是今天他送给我的一点礼物。同时之前校方让他提供魔人死亡过程的证词中，并没有把我远程射击的事情说出来。闻言我很是感谢柳烟霞帮我保密，要是我射杀尹璇的事情传开，接下来估计就有麻烦了，因为恶魔莉莉丝手下的魔人没有一个正常的。这回柳烟霞还说了，她知道我隐藏实力是有苦衷，但继续隐藏的话很难通过实操考试。见我很疑惑，柳烟霞好奇我不知道对手是谁吗？可我来的时候就猜到了，毕竟我也准备好好收拾一下对方。与此同时的另外一边，德伦已经给队长查清了我的情况。金河镇在这个世界的背景是出身于孤儿院，没有父母也没有好友，6岁的时候进入军校学习，来到魔方后也是表现平平，还有就是欠债3亿元，这些就是德伦查出的所有信息。听完报告的队长更加疑惑，如此平凡的一个人为什么能无视干扰道具直视自己的真容？就在队长思考的时候，另一个伪色团的成员终于找到了他，男人是伪色团吃色的戚俊景。听到队长说自己来迟了，戚俊景赶紧说着他有按照吩咐去好好物色人才。至于队长询问结果怎样，戚俊景表示都是一些弱鸡，任何一个被他弹一下脑门都会被直接弹飞。他的回答让德伦很无语，因为队长看中的是潜力，而今年魔方潜力最优秀的是1年级，所以德伦建议让队长和戚俊景去确认一下。刚好1年级金河镇的对决马上开始，想到之前被看穿的情景，队长便也听取了德伦的建议。随着盛大的开幕仪式举行，魔方各大角逐场内都热闹非凡。负责第2角主场的吴准赫还有徐颖之现在也来到了观战台上。2人聊天的时候，徐颖之突然感受到了异样，这股异样的来源正是对面坐着的戚俊景。于是他提示了一下吴准赫，对面的男人似乎一直是笑眯眯的看着他们。吴准赫以为是粉丝，也就没有在意。仪式结束，对决比赛也就正式开始。
率先入场的正是格斗系的金虎落，他在1年级学生排名第19，虽然和前6差距很大，但综合实力也很不错。让徐颖之惊讶的是，金虎落的对手竟然是排名只有934的金河镇。望着浑身杀气腾腾的金虎落，我不由得轻笑道：“让他别激动，待会下手轻一点。”闻言的金虎落却显得更加生气，他的主要绝技是护身罡气，能释放体内的魔力形成透明罩，所以训练的专用子弹根本无法对他造成威胁。最主要的是不能让金虎落近身，不然我可就真的危险了。毕竟他是一个近战极强的格斗家。比赛开始，金虎落瞬间朝我冲过来，他的战术很正确，就是要近身后蹂躏我，可我又怎么可能给机会呢？下一刻便直接使用了子弹时间。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锻炼和强化，子弹时间已经延长到了1分钟内，所以现在我已经能够跟得上金虎落的动作。不过他这夸张的破坏力让我都不由得感慨，简直就像一辆战车。接下来金虎落在台上疯狂的追逐，而我则是利用千里眼和子弹时间，看似很险的躲开一次次攻击。就在他继续追击的时候，我却突然掏出了手枪瞄准，找准机会的金虎落趁机近身，同时我的子弹也打了出去，可他丝毫也不在意，甚至认为我很愚蠢。有着护身罡气在，这种破子弹金虎落相信自己能随便弹开，甚至都不需要防御。然而事情远超他的想象，这一击金虎落不仅没有挡住，子弹更是成功击穿了他的护身罡气。赛场的瞬间变化令得观众们纷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所有人熟知的护身罡气被一把训练手枪直接打穿，场内的金虎落更是愣住了，唯有肩膀上的剧痛让他明白自己的罡气竟然真的被一颗小子弹打穿了。下一秒金虎落反应了过来，因为他听到了我扣动扳机的声音，可惜已经太晚了。面对我的连续射击，金虎落只得护住了身体的致命部位，而这正是我早就想到对付他的办法。只要金虎落以为能弹开子弹的话，那他将大错特错，因为我在子弹里还融入了圣痕的魔力，而且还是有着降魔之力的子弹。现在金虎落的进攻结束，他要面临的就是我无休止的疯狂射击。连着躲了一路的金虎落终于无法忍耐，他使出全力想利用碎石来让我失去平衡。这一击看似延缓了我的进攻，但跳跃躲开碎石的同时，我突然提示金虎落，接下来我要丢飞刀了。见状的他不敢硬抗，也没有借机和我近身，害怕飞刀也有特殊效果的他选择了直接闪开。看到这一幕我渐渐一笑，然后说着这其实只是幌子。他躲开的时间我已经迅速的为手枪上膛，随即又是一番快速的射击。这一次的金虎落完全没有躲避和防御的空间，就这么吃下了全部的伤害。一轮射击下来，他已经跪倒在地面，浑身剧痛发抖。我则是不紧不慢的靠近，停住步伐后，我当场举起了手枪。没有了护身罡气，金虎落犹如待宰的羔羊。这场精彩的战斗使得观众们甚至忘记了呼吸。终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我扣动了手枪扳机，不过没有子弹的空响却是在整个赛场中回荡。金虎落的眼中全部都是不敢相信，观众们这时才缓了一口气。吴准鹤惊讶，难道金河镇没有子弹了吗？可现在金虎落也浑身是伤。就在所有人好奇这场战斗胜者的时候，金虎落终于是站了起来，他已经决定好殊死一搏。对此我微微一笑，到这里也就够了。于是我做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那就是扔掉了手枪，然后告诉裁判我投降。我的声音回荡在寂静的角逐场，金虎落甚至怀疑自己是听错了，台上的众人也没有反应过来，直到裁判结结巴巴地说出对决结束，这场战斗的胜利也就归属于金虎落。和观众的震惊相比，金虎落在场内疯狂地大骂着让我回来，而我则是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这时吴准鹤询问伙伴怎么看，徐颖之的看法很简单，他认为我表现得很好。相反，金虎落过于草率，没有利用体术一步步逼近，竟然选择用消耗巨大的护身罡气应对。而且我的表现让徐颖之很是在意，因为我的射速简直超乎常理，动态视力更是太过优秀，能看清格斗系学生的动作。他还惊讶的是，我能在子弹的周围环绕压缩过的魔力。吴准鹤和徐颖之判断，这也是能击穿护身罡气的原因，但我明明只是一个学生，居然可以将魔力压缩到这个密度。两人都纷纷猜测我拥有的才能，而各大工会和各个组织则是急忙联系着上级，将我的情况快速汇报上去。到了傍晚，今天的所有对决也就差不多结束了。离开后的戚俊景联系伙伴的时候，表示自己不喜欢那个叫金河镇的家伙，一个拿着枪躲在远处射的小不点。他不明白为什么队长要自己留意这种人。德伦说着，你难道没有发现降魔之力吗？戚俊景却也告诉他，这跟实力的强弱是两码事。闻言的德伦终于听出来，他是单纯的讨厌射手。在戚俊景的眼中，那种为了杀死对方带着赌上性命的战斗才是真正的决斗。德伦也懒得和他争论，随即询问了金修豪和申宗鹤的比赛。对于这两人，戚俊景认可了他们的实力。申宗鹤野蛮的长枪术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有任何的试探，而是枪直接对方的要害。他表示很喜欢申宗鹤。至于金修豪的话，在他看来有点特别。金修豪的剑术同样让戚俊景惊讶，确实和传闻中的一样如剑舞一般优美，就像是锻炼了无数岁月得来的动作。可戚俊景看完了比赛后，总是会有种感觉，那就是金修豪隐藏了自己的真面目。不过金修豪和申宗鹤现在的实力还无法高到让他手痒的地步。这时德伦让他也记录一下金河镇，虽然很不满，但队长的要求戚俊景也只好服
服从。就在这时，一个魔方的安保发现了他，听着对方一直在驱赶让自己离开这里，下一秒戚俊景却是突然伸手弹向了安保的头。听到了通话那边的动静，德伦不由得问他是不是把人弹死了。对此，戚俊景随意的承认，还让德伦帮自己保密，因为告诉队长的话可能会被弄死的。至于队长此刻已经来到了一处无人的地方，他想起了曾经的事情，想到了自己遭受的背叛，以及要为某人报仇的誓言。回过神来的队长就联系了德伦，让对方去调查一下金修豪和申宗赫，还有金和镇这3人。至于我有能击破魔力之体的降魔之力，所以队长将我放在第一个调查。但德伦认为关于我的情报少之又少，这样做不知道是否合适。队长则是让德伦放心，因为明天他将亲自去会一会金和镇。魔方第1轮实战对决结束的第2天，便是种子选手之间的对决。第1场更是由雷切尔对战蔡纳宇。今天观战的人比起第1天更加的多，就连 H 国排名第1的公会创造主的圣恩也来了。所有人都很期待种子之间的战斗，而我自然也在其中。不过今天的比赛结局是蔡纳允遭到惨败，毕竟弓箭并不适合他的才能，所以现在的蔡纳允根本无法打败雷切尔。战斗开始后，蔡纳允显得很是自信，最近的锻炼也让他的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魔力解放后，蔡纳允射出的一根箭矢瞬间化作了无数的箭雨射向雷切尔，但雷切尔的速度很快，轻松就躲掉了大部分光箭，最后的一根也被他一箭挡下。看着自己全力的进攻就这么被化解，蔡纳允一时间不敢相信。雷切尔则是利用身法一点点的朝着他靠近。正当我看得兴致勃勃的时候，身后却走来一个人，然后他还坐在了我的旁边。队长到来的举动让我很意外，他是英雄协会的黑色级别通缉，也是臭名昭著的伪色团队长，是一个用无数姓名和身份隐藏自己的强者。可就在下一秒，队长却被一杯可乐浇在了头上，原来是后面的男子走台阶的时候失误了，这也将我吓了个半死。万一队长发火，那就真的完了。等到台上的雷切尔获胜后，队长也接过我的手帕擦干了头发，听到他说谢谢，我急忙表示不用客气。不一会，队长说明了来意，他看了我和金虎洛的对决，想和我认识一下，随即就将名片递了过来。但看着上面的名字，我就知道这不是他的真名，只是众多身份里的一个。我好奇地询问队长找我的目的，可他没有告诉我，而且还起身准备离开。队长说着，如果我想找他的时候可以直接联系。望着队长离开后，我始终是想不到他有什么理由来找我。时间来到下午的时候，金修豪的比赛也结束了，他轻松战胜了排名第8的杨平。在离场的路上，许多人还在谈论着今天的比赛，我则是收回了放出去的无人机，准备回宿舍的时候再确认一下今天学校内有没有特别的事情。不过在回去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有人在小声哭泣，低头看向旁边的草丛，原来是蔡纳允输了比赛后，一个人躲起来悄悄哭，这是剧情中的一部分。原剧情里，蔡纳允因惨败而心灰意冷的时候，是路过的金修豪安慰并鼓励他，而蔡纳允也因为这件事才真正的对金修豪开始产生好感。但如今的反派已经全部加强，如小说里金修豪轻飘飘的鼓励不放弃，对现在的蔡纳允是没有帮助的。在金修豪的人生中没有放弃2字，他也从不劝别人放弃，所以直到最后，蔡纳允都没有放弃过弓箭。很快我想到了一个不破坏他们相遇又能提醒蔡纳允的办法，那就是给伤心的他发些消息。看着是我的来信，蔡纳允起初还很疑惑，可后面的内容却是让他瞬间瞪大了眼睛，因为我直接告诉蔡纳允剑才是最适合他的，还推荐他放弃坚持了多年的弓箭，和我一样改变职业方向。原本蔡纳允还以为我会安慰他的，所以一时间他都没有反应过来。等到看完消息后，金修豪他们这才找到了蔡纳允。就在金修豪想安慰他的时候，却不想蔡纳允已经被我的话激怒了，因为我的消息里面毫不留情地否认了他多年的努力。就此，魔方期中考试的第1个科目对决便画上句号。回到宿舍打开无人机的录像后，我看到了戚俊景的残暴过程，他动手的时候没有一点犹豫，这么做纯粹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在这个世界里，也确实有这么一群家伙，身为人类却否定英雄的价值，可对比普通的违法者，他们又和英雄一样拥有超乎常人的力量。我现在不能只戒备原著小说中的反派，因为小说经过另一个作者改编，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新的反派角色。第2天的时候，期中考试的除怪战就开始了。本次的考官是魔法师之一的陈珠花，接下来我们将在下方的场地中和魔法师召唤的幻兽对战。幻兽具备和怪物一样的攻击力，就算是解除召唤也不会立马消失，所以他提醒所有人，如果觉得考试难以进行时，一定要立刻投降。考核并非必须解决幻兽，而是由坚持的时长以及应对时的冷静程度来评分。说完了规则便进行了分组，很快第1组的人也就下去等待考试，但没有在考试的学生也不能闲着。考官告诉大家，没有考试的人需要分析场上的战斗情况，写出一份关于本次除怪战的报告。这时恰好有人的手表响了，随即考官让大家关闭智能手表。最后陈珠花还表示，报告也会占据一定的笔试分数，因此要大家认真的对待。说完他也就宣布除怪战正式开始。第1组中的夜月，他被指定的幻兽是进化的食尸鬼。在夜月战斗的时候，台上的学生也在仔细的观察着。等到第1组的考试结束，就轮到了第2组的学生。和夜月他们的战斗不同，李英涵他们这些排名高的天才，解放魔力后都是直接解决幻兽的。蔡纳允的战斗也很是轻松。终于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也就轮到了我所在的第10组入场。我被指定的幻兽是个
狼。对付这种近身强大的幻兽，我选择了最保守的打法。正当我以为能顺利结束的时候，考试场突然传来了一声声的震动。另一边巡逻的吴准鹤也听到了考场内的情况。监控室内的徐颖之让他专心一些，毕竟之前魔方一位巡逻的安保就被人杀害了，所以接下来的考试他们都很警惕。刚刚考试场内的震动源头，一众英雄推测是在吴准鹤附近的海域海底。就在他想前去查看的时候，却突然感受到身后的杀气。伪色团的七俊景并没有撤离，他竟然还留在了魔方里面。吴准鹤告知对方，这里是禁止外部人员进入的。原本七俊景还想聊聊天，但他突然就撩起袖子挑衅起来。看来者不善，吴准鹤瞬间就拔出了武器。就在两人即将发生战斗时，刚刚的震动再一次传来，感受到强大威压的两人随即转身看向了大海。只见此时的海面赫然升起了巨大的水龙卷，其中更是有着一头恐怖的怪物。与此同时的考试场内，教官们暂停了考试，让所有学生前去外面避难。而我也很是惊讶，因为在原来的小说剧情中是没有发生这场意外的，且我对战的幻兽还没有被召唤回去。于是我大声地呼唤了一下考官，可那里却已经一个人也没有。见状我当即明白，这不是单纯的事故，很可能是派遣来的魔法师中有魔人。陈珠花肯定不是，毕竟见过了他，但没有收到设定变更的通知。不过我很快想起来，在这个考场里，我的电脑从一开始就没有检测出任何角色的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今天出现了全新的剧情。与此同时，另一边考场中，雷切尔前方出现了一个男人，他淡淡的打着招呼，更是称呼其为公主殿下。来人的模样令得雷切尔完全没有想到，这也正是我所不知道的新剧情。男人的名字是兰卡斯特。雷切尔反应过来后，便询问他在几年前L氏事件后去了何处。兰卡斯特没有回答，而是抬起了他诡异的眼眸。一瞬间，雷切尔便明白了，于是他质问兰卡斯特，身为王室的前禁卫队长，竟然会将灵魂出卖给恶魔。兰卡斯特微笑着说，他一生都将灵魂献给了祖国，最后却惨遭背叛和抛弃，现在是新的主君收留了自己。闻言，雷切尔也不再多言，随即就杀向了兰卡斯特，他要将对方拘捕回国。可对于雷切尔的攻击，兰卡斯特却不躲避，因为刀刃划过的地方留下的只有虚幻的烟雾。他很遗憾地告诉雷切尔，自己的身体还在别处，今天只是来送一些见面礼的。兰卡斯特表示，现在外面十分的混乱，包括蟒在内的怪物纷纷入侵，考官们都出去迎敌了，接下来是不会有人前来帮助你的。在 B 国只会把王族视作最优先保护的对象，可在这里，雷切尔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想知道雷切尔能不能独自活下去。这些也只是兰卡斯特对曾经发生的悲剧所做的报复开始。虽然他还想继续和公主多聊一些，但时间紧迫，兰卡斯特转身就直接离开了。随着他的消散不见后，伴随而来的却是一个散发恐怖气息的强大杀手。见面的第一时间，杀手瞬间就拔刀上前，速度之快让雷切尔有些反应不过来，对方的力气太大，雷切尔便想拉开距离，然而杀手的出刀速度根本看不清楚，就算勉强挡住几下，雷切尔的身上还是受到多处刀伤。交锋过后，他便明白正面无法击败对方，那么只能赌一把找到破绽。很快，杀手的刀锋让他招架不住，就连剑也被打飞了出去。正当杀手准备将雷切尔了结的时候，他的手却偷偷动了一下，原来雷切尔的剑上有着一根细线。下一秒，杀手猛然出手，他也控制着剑飞袭挡住这一击。关键时刻，后方的墙壁却突然被打穿，两人也为这巨大的动静所吸引。看着另一个场地的人出现，杀手当即放弃了失去战斗力的雷切尔，转而杀向了破墙而出的我。见状，我的全能瞬间发动，随即花费 SP 点将沙漠之鹰转化为霰弹枪模式。如此近的距离，加上我附带特殊效果的恐怖一枪，杀手在下一刻直接就被打得消失不见。刚刚那一发子弹是用250点 SP 换的，有这个威力也在意料之中。望着我的身影，雷切尔也认出了是同班的金河镇。这时确认没有危险后，我就上前询问他的状况。可就算雷切尔没有开口，他身上飙血的伤口也让我知道很不好。好在我随身携带了包扎的物品，于是就简单的给雷切尔处理一下。期间他疼得忍不住出声，我则是提醒忍耐一下，如果不及时止血，他的手可能就要废了。处理完后，我看着纱布上沾满的血迹，终于是反应过来，竟然稀里糊涂的就获得了魔方上游学生的血。在雷切尔和我道谢的时候，我急急忙忙将纱布藏在了身后。休息了一会，外面的战斗似乎结束了，考官陈珠花也赶了过来，他正想下去带我们上来的时候，别的魔法师却急忙前来告知，隔壁考场有2名学生重伤了。闻言，陈珠花不由得面色凝重，这场事故的背后有着人在捣鬼。到了傍晚的时候，考场发生的事件基本就解决了，但吴准鹤却很是落魄的坐在海边。徐颖之也成功找到了他，确定吴准鹤没有事，他就询问为什么蟒会突然出现，原因吴准鹤也不清楚，但他表示蟒已经被赶走了，而且还是被入侵者赶走的。尽管不知道蟒是被谁激怒的，可七俊仅凭蛮力就击退了怪物，吴准鹤也被其的强大所吓到。他还推测那人基本就是杀害安保的凶手。这次的考试不仅有不明的入侵者，还有蟒在内的许多高阶怪物出现。吴准鹤明白魔方估计要被各方追究责任了。第二天的时候，魔方考试的事件也传遍全球，期中考试因此往后推迟。由于校方要去对外解释和修建场地，所以原定的考试和课程都被接连取消，而学生们也迎来了史无前例的10天长假。就在教官训斥大家只顾讨论假期开心的时候，我背包中的电脑终于是传来消息，于是我就赶紧打开查看。这次共同作者的变更通知来的实在太晚了，上面为我介绍了一个角
角色兰卡斯特，他的变动是袭击雷切尔的概率增加，且实力也得到了加强。兰卡斯特是我当初在 B 国设计的相关角色之一，他的目标是颠覆整个 B 国。原本兰卡斯特是后期才会出现的重要反派，没想到他在本次事件中也出现了，不仅提前了这么多，还变得更强大。但昨天发生的事对我来说却是好的，因为我拿到了雷切尔的血。我还想着回去给伊万杰林喂血的时候，却突然有人用手肘撞向了我的头。回头一看，竟然是蔡奈允这个家伙，他还显得十分嚣张，很明显就是故意的。蔡奈允也是为了之前的话报复。其他同学的眼中，我们之间的摩擦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而我也没有把蔡奈允的行为放在心上。他欺负完回去后，心情也变好了许多，甚至骂我是个怂货，明明不敢和自己对着干，还要来招惹。这时蔡奈允的手表收到了消息，原来是考试的分析报告。随即他迫不及待地打开大家的报告，其中关于蔡奈允的也很多。金修豪就是第一个，他对蔡奈允的评价很是励志。金修豪认为，就算最近很多的因素让他消磨了信心，但依旧相信蔡奈允是一个天生的弓箭手。金修豪可以肯定，如果蔡奈允像考试中那样相信自己，不断进步的话，早晚能成为最厉害的英雄。看着金修豪长长的鼓励，蔡奈允一点点的全部看完，最后弄得他很是害羞，毕竟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鼓励和夸赞。现在蔡奈允也决定了，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要坚定的当一个弓箭手。紧接着蔡奈允又继续往下看，想知道其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不过下一个是匿名的，而且也写得很长，于是他就开心的阅读着。然而看清上面的内容后，蔡奈允先是呆住，随后整个人都气得浑身发抖，因为这条匿名评论是我写的。和金修豪的鼓励不同，我的字里行间全是认为他根本就不适合弓箭，且本次的考试表现得破绽百出。看完的蔡奈允整个人都气炸了，更是在宿舍中大声地骂着我。另一边宿舍中还不知情的我，则是慢慢将伊万杰林的种子放在纱布上，很快他就一点点地吸收着上面的血液。见状，我想种子应该也能好好成长了，只要喂了人的血液，便可以将真正的魔女伊万杰林孕育出来。雷切尔是一个善良的人，用他的血喂养出来的，我想怎么也不会孵化出反派魔女。接下来就等着伊万杰林快些长大，以后还可以来帮帮我。可我正想他以后的模样时，心脏却突然剧烈跳动，伴随而来的是手腕上的疼痛。没想到第二个圣痕会在这个时候出现，而圣痕的刻画带来的痛苦，即便我毅力拉满，也忍不住撕心裂肺的大叫。第二天早上，我提前联系了朴秀赫去猎场，一路上手腕还是非常刺痛，且昨晚没有得到休息的我，此刻显得很是憔悴。见状，朴秀赫好奇我这是怎么了，告诉他没有事后，我就聊起了公司最近的生意。朴秀赫表示多亏了我，有了猎场代步车，他不仅跑业务比以前方便，就连客户也放心了很多。来到猎场入口的时候，我发现聚集了非常多的人，似乎大部分是工会的。别的路人聚集围观的原因，也是被这群工会的人吸引，毕竟他们代表的是金髓海峡，而领头的人居然就是柳烟霞。见到他我也有些意外，他应该是带工会的人来猎场考察的。发现有人在盯着自己，柳烟霞便转头看了一下，随即也就看到了车上的我，于是他走了上前，还好奇我来猎场做些什么。柳烟霞会来打招呼，让我很是意外，同时也告诉他是来这里赚外快的，而且是和我的经纪人朴秀赫一起来的。闻言的柳烟霞不由得看向了朴秀赫。在小说剧情中，朴秀赫会成为金修豪的经纪人。得知了这个消息的柳烟霞，就给 SH 经纪公司投资了很多钱，结果那次投资很成功，所以两人都纷纷走上了成功之路。不过这也是原著小说的内容了，现在没有了金修豪这个招牌， SH 经纪公司在柳烟霞的眼中估计也没有什么价值。现在看起来我还成为了朴秀赫的绊脚石。这时的柳烟霞明白我确实是来狩猎后，突然就一把拉开了车门，然后就坐到了我的旁边。他想着既然我也是来狩猎的，就先带自己进去看一下吧。尽管我浑身上下都很疑惑，不过也同意了一起前去猎场。路上的时候，我在想柳烟霞到底想干什么，可她却是率先开口问我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未来。听到我说现在考虑还太早，柳烟霞就解释一点也不早，因为我们已经考完了期中，等到3年级还会离开学校当实习英雄，所以现在就该尽快做出毕业规划。紧接着她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那就是邀请我加入金髓海峡。柳烟霞很是诚恳，她表示尽管金髓海峡比不过创造主的圣恩，但她相信自己成为团长后，一定能把金髓海峡打造成最顶尖的工会。只要我愿意加入，不管是高级武器还是知名经纪人，什么样的资源她都可以满足我。柳烟霞认为我现在还是学生，她提的这些条件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可我却岔开了话题，告诉柳烟霞提前接触预备英雄是会被罚款的。闻言她笑着，难道那点小钱你认为我掏不出吗？柳烟霞正要我好好考虑的时候，却不想列车一个急刹，导致她撞在了座椅上面。随即柳烟霞愤怒地询问为什么突然刹车，害怕吓得朴秀赫结结巴巴地表示因为已经到了怪物的出没地点。他的话让柳烟霞很意外，没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经纪人居然会知道怪物的出没点。朴秀赫说着，4月是猎场深处怪物躁动的时候，因此会逼弱小些的逃向外围。他考虑到我是射手，所以专门找到了这个狩猎点。这些都是朴秀赫亲自实地考察的信息，是完全可以相信的。我也趁机向柳烟霞表明，朴秀赫是一个优秀的经纪人，和他们招呼了一下，我便下去开始狩猎了。至于柳烟霞，他们工会的成员马上也会赶到这里。下车的时候，柳烟霞却又回来敲了敲车窗，同时还向朴秀赫要了他的名片。接下来的假期中，我一如既往的锻炼着，直到假期结束，学校重新恢复了课程。我们回来的时候，此前的笔试成绩也出来了，我理所当然
然的夺下了年级第一，雷切尔依旧排在第二。而且由于我之前在实操考试教训了金虎洛，原本欺负我的那群人也变得很安分了。这段时间大概是我来魔方最平淡的了，唯一的小插曲就是蔡娜允，她明白那份匿名报告是我写的，原本我还想抵赖一下的，但蔡娜允却十分肯定，因为那个欠揍的语气铁定是我。我表示写那些也是为了她好，可蔡娜允很气愤，同样都是射手，她感觉我太没有眼力，老是劝自己放弃，还要和我打赌，让我亲自体会一下弓箭的难度。闻言我竟然立马答应了她。至于赌约就是，如果我赢了，蔡娜允就得放弃当弓箭手，不过她需要给我时间来训练弓箭。对此蔡娜允一口答应，她还真想看看我训练几天，要怎么赢过训练很多年的自己。对于这个赌约我还是有信心的，目前神射手的熟练度是7级，适应一下弓箭，比准度和射程不可能会输给蔡娜允的。她误以为自己的弓箭天赋堪比剑术，所以一直在逃避用剑，但蔡娜允小的时候训练的本来也就是剑术，慢慢的劝导她根本行不通。我认为这个赌约是一个好办法。期中考试结束后，俱乐部的活动也恢复了，目前除了突发的剧情，一切和原著上没有太大区别，所以下一个剧情应该就是 C 国 P 市大富豪的遇刺事件。而今天旅行俱乐部开始活动的地点正是 P 市。这个事件的开始是一张来自暗杀组织的杀人预告，收信人是大富豪贝瑟尔，他的性格温和且勤俭节约，可这些都是假象，他的真实身份是叫贝尔维特的黑心骗子，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坏蛋。尽管他通过很多手段隐瞒身份，但这次盯上他的组织黑暗的脚印已经动了真格，要击杀贝尔维特。原著中他化名的贝瑟尔收到预告后很是害怕，好在一次聚会中，贝瑟尔无意间听到旅行部长吴寒贤要组织学生来 P 市，听到对方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宿舍，贝瑟尔就主动邀请魔方的学生来自己家住，其实就是想让学生们给他当护卫。此时我的电脑发来了一条消息，而且居然是来自紫色烟会的，有人来到我的真实事务所发布委托，这还是我的第一个委托。于是我急忙打起精神查看对方的要求，客户需要我找出敲诈他们家骗子现在的地点。望着对方发来的信息，我发现这个骗子竟然就是贝瑟尔。与此同时，在伪色团的隐秘藏匿点，他们正一起围观魔方的期中考试。现在看的是我和金虎洛的对决，第一次见过降魔之力的人会被这神奇的力量所吓到，有的成员感觉我能派得上用处，还有人好奇为什么要为了拉拢一个小白而特意进行分析。其中的一个成员感觉我加入的可能很大，他满意的是我没有亲人也没有对象的状态，这样一个孤立无援的人更能用财富满足需求。伪色团的首要目标是抓到并处决叛徒，我的降魔之力能起到作用，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赞成拉拢我。这时一个女人反对着，现在伪色团缺少的只有黑色，而黑色是最强的人才能分配到的。上一个所有者正是背叛了前队长的男人。闻言的戚俊景突然站上前，同时提议把黑色给自己，然后他的赤色分给新人，但这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都感觉戚俊景太蠢了，且实力并不是最强。这回大家的意见不统一，德伦便建议按惯例投票决定，以少数来服从多数。等队长发起了投票，是否同意招募金河镇后，最后的结果也在他的意料之中。德伦总结了结果，8人同意，2人反对，所以伪色团将开始招募金河镇。事情结束后，队长将一封邀请函丢给了一个名为简的女人，这是一张 P 市 VIP 派对的邀请函，任务是偷取1枚戒指。对此简欣然接下了任务，而他正是伪色团的黄色所有者。就在简接下了任务的第2天，参加旅行俱乐部的成员也都纷纷传送到了 P 市的活动地点。等我也赶到后，吴寒贤就组织着大家抽签组队，按照原著的剧情，柳烟霞会和金修豪分在一组，至于我和谁一组倒是都无所谓。但没想的是，蔡娜允居然抽到了和我一起，她也显得非常不爽。就在这时，附近有人发出了惊呼，回头一看，吴寒贤已经和一个女孩热情地拥抱在一起。这时所有人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会把活动的地点选在 P 市，原来是为了来见女朋友的。亲热完后，吴寒贤就介绍了一下他的女朋友，也是本次旅程的随行医生娜塔莎。接下来的时间是自由去参观，之后再集合去富豪的宅邸。分好组的蔡娜允询问我要去哪里，这让我很是诧异，随即就表示先去吃饭，同时也好奇他为什么要和我一起行动。听到我的话，蔡娜允不明白，已经分好队了，难道还要无视你吗？见状我不由得感叹他和某人不太一样。蔡娜允环顾了四周，都很陌生，不知道饭店在何处，我则是让他跟着我走就好了。来的时候我就用智能手表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路上蔡娜允还说着自己的口味很刁，但她喜欢吃什么我当然是知道的。走了不一会，我们就进了一家金碧辉煌的餐厅，里面气派的模样，就算是蔡娜允也很惊讶。坐下的时候，她想知道我怎么预约到这种餐厅的，对此我没有明确告知，其实是用了真实之书的效果。点菜的时候，我将菜单拿给了蔡娜允，她本身就是富家千金，应该也会自己看着下单的。我则是欣赏着外面的景色，却不想意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随即我赶紧站了起来，然后告诉蔡娜允等我一下后，就直接跑了出去。对方的出现让我感觉有可能是剧情发生了变化，因为前方走过的人正是创造主圣恩的副团长尹胜雅。快速的上前拦住他后，我好奇尹胜雅为什么会来 P 市，怎料他居然装作不认识我，还躲在了同行男子的身后。就在我准备继续询问的时候，突然收到了电脑的通知，于是我就改口道歉，表示自己认错人了。来到餐厅的窗外后，我打开了携带的笔记本电脑，上面是另一个作者发来的变更通知，由于某个人的举报，简和尹胜雅之间的纷争一触即发，所以他会出现在现阶段的剧情中。看完变更后，我也明白难怪尹胜雅会来 P 市，因为曾经的有段时间，简和尹胜雅都是创造主圣恩的成员，他们共同经历了许多任务和危险，拼命活下来的2人成为了朋友。然而在最关键的时刻，简背叛了尹胜雅，背叛的原因还只是单纯的觉得好玩。那件事过后，尹胜雅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伪色团的黄色所有者。
简巴尔雷林是一个拥有伪装才能还擅长偷窃的反派。另一边的尹圣雅被认出后，就和属下幽伦去了别的地方。他们是意外收到了一封信，才得知简可能会出现在 P 市的一场派对。尹圣雅其实也不相信的，但他明白简那个家伙很喜欢这种派对，因为这场派对的宴会厅中摆放着一枚神话级的物品河马的戒指。另一边，我和蔡娜云已经吃完饭出来了。之后我提议分头行动，因为那个特殊的派对是在晚上5点开始的，所以我得找一个方便观察内部位置的地方。听到我的话，蔡娜云也同意的转身离开，我则是告诉她千万别迷路了。等待了许久，派对也就正式开始了，宾客们也都伪装好自己，然后陆陆续续的进场。宴会厅中，柳烟霞和金修豪居然也在。金修豪的打扮很是帅气，这让两人引来了许多宾客的注意力。至于我，则是在派对豪宅的外面，我估计尹圣雅应该也快到场了。这是一场在 P 市城郊古堡举办的假面派对，而我的任务就是保证剧情能按照原来的走下去。紧接着，我使用千里眼，还发现了不远处的一个魔力传送点。这种传送点是只有魔人才能人为生成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派对上藏匿着一个拥有开启传送的强大魔人。这时，电脑再次有信息传来，是共同作者发来的。他表示河马的戒指还未点化。我认为只有少部分人基于是错误。P 市的剧情也发生变化，魔人组织恶世会将前来抢夺戒指。恶世会是我笔下强大的魔人组织，首领是一个叫金鹤彪的家伙。世界上各国发生的遗物纷争还有恐怖袭击，基本都有恶世会的身影。另一个作者居然让这群危险分子牵扯进来，看来今天的剧情注定不会顺利了。随即我用装备以太幻化出一个面具，以此来掩饰自己的真面目。接下来我开始观察简的位置，有了千里眼的效果，我轻松地发现了在宴会厅的保密室中，一个男子将守卫打倒后，就进入了摆放着河马戒指的房间内。看着保险柜中闪闪发光的戒指，男子兴奋地伸手准备拿起来。然而就在这时，尹圣雅却也走了进来。原来这个男子似乎就是幽伦。就在他好奇尹圣雅为什么会在的时候，对方却是突然一把搂住了他。尹圣雅冷漠地说着，他是绝对不会被一个人欺骗2次的。下一秒就给假幽伦一个暴力的过肩摔，这将整个房间都直接砸得瞬间碎裂。如此恐怖的破坏力引起了宴会厅中的慌乱。很快从灰尘中钻出来一个人影，原来简竟然没有受伤。他一边跑还一边好奇，自己的伪装那么完美，为什么会被发现？尹圣雅很是气愤，因为他怎么可能连清新的语气和走路姿势也分不出？闻言的简继续挑衅着，因为以前尹圣雅的心思可没有这么细腻，看来是他的背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提到曾经的事，尹圣雅心中更加暴怒。正当他准备继续出手的时候，却有一根鞭子挡住了他的攻击。来人是柳烟霞和金修豪，他们并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只是阻拦两人继续在宴会大闹。但现在尹圣雅的目的只有一个，随即手上的魔力突然化作火焰，下一秒柳烟霞的鞭子就成为了灰烬，这让他不由得很是心疼。就在尹圣雅毁掉鞭子的间隙，简却持剑偷袭了他，不过尹圣雅还是惊险的躲开。两人彻底解放魔力后，就在宴会厅中疯狂的交战。在抵挡简的攻击时，尹圣雅手上正蓄力着魔法，随即将简狠狠地打飞出去。简的装备也在此刻断裂。在他愣神的时候，尹圣雅快速冲上前准备给予致命一击，可见还未见血，就被金修豪挡住了，连续被人阻止，使得尹圣雅火冒三丈。至于简已经是吓得满头大汗。他们两人的战斗让宴会厅内聚集的很多人受伤了，金修豪不能再让他们波及到别人，但机会难得，尹圣雅怎么可能会放弃？眼看金修豪不让开，他便选择了直接武力突破，一脚就将金修豪踹飞。然而回过头一看，简早就快速跑路了，这把尹圣雅气得半死。简则是开心地说着再见，可他还没高兴几秒，就有一团魔气出现在身后，紧接着魔气变得愈发强烈，突然的变化让简意想不到，而河马的戒指已然被一只魔爪握在手中。来的魔人是恶世会的希拉森。宴会厅的情况让我感到很是棘手，这枚戒指无论如何都不能让给魔人。与此同时的另外一边，蔡娜云已经是彻底迷路了，她就算是跟着手表地图走的，却也始终找不到回去的路。想投诉生产手表的公司，结果居然是他父亲的。蔡娜允还联系了柳烟霞，可对方一直都没有接电话，短信也没有回复。而宴会厅中，所有人都被魔人的出现所吓到，但尹圣雅很快就反应过来，他剑指魔人希拉森，浑身的魔力不留余地的开启，同时要求对方立刻放下戒指。闻言，希拉森反而嘲笑，这不是他们配拥有的东西，所以就该由恶世会收下。有着千里眼加上观察的能力，我推测即便是在场所有人齐心协力，也基本没有机会拿到戒指。好在我蹲守在这里，就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随即我将以太幻化成长绳的形态，快速的旋转几圈后，我便向着魔人手中的戒指抛过去。宴会厅中，希拉森的注意力全在尹圣雅他们的身上，浑然没有发觉窗外的突袭。下一秒被我控制的以太长绳直接勾走了戒指。等到他反应过来想寻找的时候，回头却发现持剑杀向自己的尹圣雅。听着里面传来的打斗声，我想他们也不可能再出来追戒指了。只要我将戒指拿走，不被魔人或者伪色团拿到，剧情就不会发生偏移。可突然之间，我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魔力波动。下一刻，我所在的古堡城墙上赫然发生了恐怖的爆炸，有着刚刚的危机感。我并没有被这一击伤到，但出现的另一个魔人却把去路挡住了。我没想到今天会出现2个魔人，对方还开心的介绍自己叫西迪厄斯，也是恶世会的成员之一。他佩服的是我偷戒指的手法，居然让希拉森也没有察觉到。西迪厄斯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让我交出戒指，对此当然是不可能的。见我将戒指藏进衣服中，西迪厄斯没有任何的迟疑，当即拿出了自己的武器。随着他发动着魔力，
西迪厄斯手中赫然多出了一把激光剑，没有任何的征兆，他果断地朝着我挥剑，这破坏力简直高到离谱。就算是及时躲开，那道剑痕上散发的气息依旧让我感到很是畏惧。魔人也得意地炫耀着自己的武器，是一把价值数亿的特殊装备魔力剑，只要使用者的魔力够高，这把剑的力量就越强。闻言，我明白对方和装备的适配性很高，因为魔力暴增是魔人通过缔约获得的福利之一。换言之，如果搞定了他的剑，我就有机会获胜。不过魔人的进攻没有停下，艰难躲开的期间，我也无可避免的受伤。随即我想着拖延时间，告诉他现在就交出戒指。西迪厄斯感觉很可笑，因为杀了我戒指一样能拿回来。他看出来我就是想拖延自己的进攻。西迪厄斯根本不在意，他刚刚就明白我比起在室内打架的那些家伙弱多了，明明手中只有一把破手枪。西迪厄斯好奇我为什么敢来对抗魔人，不过他也懒得继续废话，下一招就准备将我击杀。可西迪厄斯的魔力剑却是突然失效，这一幕让空气都安静了许多。他还是努力的尝试，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我看到了窗口的信息后，就淡淡的告诉西迪厄斯，他的剑今天都无法启动了，因为信息写着的赫然是触发了幸运后，魔力剑的效果被削弱。西迪厄斯肯定是不信，他认为这种装备出故障是正常的，且就算没了武器，也能轻松的秒杀我。闻言，我也告诉他，现在可不好说了。紧接着就快速将圣痕内的全部魔力用来兑换成光之魔力的子弹，此时的手枪也瞬间化为了喷子。看见我的小动作，西迪厄斯立刻就冲过来阻止，但他的这个举动恰好是我最想要的结果。随着一声巨大的枪响后，这场战斗也就落下了帷幕。过了一段时间，实在找不到回去的路，蔡奈云选择了摆烂等人来找自己。从刚刚开始，他就发现了许多警车行驶去一个方向，也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而且自己发出去的消息没有一个人回复。蔡奈允这会显得有些难过，可很快他就好奇自己在难过些什么，什么时候还染上了依赖别人的坏习惯。就在他闷闷不乐的时候，转头就发现我坐在了旁边，这可把蔡奈允吓了一跳。他很惊讶我为什么在这里，但浑身已经没有力气的我只是告诉他身体不太舒服，随后更是因为力竭当场就昏倒过去。蔡奈允急忙询问我这是怎么了，可始终都无法得到回应。昏睡之中的我做了一个梦，我回到了某次大雪天的考试，还看到父母冒着大雪来接我。太久不见他们，以至于醒来后我已经是泪眼朦胧，但看清四周的情景后，我知道自己没有回去，也好奇这究竟是哪里。恰好这时金修豪他们打开了房门，蔡奈允看到我苏醒还一副无精打采的，就抱怨着他还是吃了很大苦头才把我运回宅邸。不过很快蔡奈允发现我有哭过的痕迹，随即就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误以为我是受伤疼哭的。见蔡奈允越说越起劲，加上这会时间也晚了，金修豪就劝说他还是先回去吧。而我也终于有机会询问这是何处。通过随行医生娜塔莎的解释，原来这里正是富豪家的宅邸，现在我所在的是和金修豪一起的房间。看了一下墙上的时间，我也松了一口气，富豪遇刺的剧情应该马上开始。还好我及时醒了过来，等到蔡奈允和娜塔莎走后，金修豪还为我削了一些苹果。聊天的时候我打开了手表，随即就看到了屁事魔人出现的新闻，上面也将金修豪他们报道了出来。这件事的最后，希拉森和简都没有被抓住。我本想询问一下金修豪当时的细节，但他表示没法告诉我。总之没有什么大碍，魔人在英雄赶到后就跑了，随即还递给我一块苹果。不过在吃的时候，我注意到了金修豪的双手上面有着许多的伤痕，于是就提醒着要保重身体，毕竟你是主角，可不能受重伤。他今天挡住了杀意已决的尹圣雅，如果不是魔人的到来，说不定就会遭到重伤。金修豪是一个至纯至善的主角，然而现在的剧情早就被另一个作者改编，我很担心他能不能战胜这个扭曲混乱的剧情，而且也思考着金修豪是否能让我成功回到原来的世界。对于我的话，他却是有些否认，因为在金修豪看来，如果他是主角的话，那我应该也是主角，或者说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主角。闻言我倒是有些意外，但这似乎也符合金修豪该说的话。这时金修豪提到了我写给蔡奈允的报告，他感觉写的有些过了，不管怎么说那也是蔡奈允的选择，劝人放弃在金修豪看来不太好。而我的回答很果断，一条明显就是死胡同的路，我不可能去跟着鼓励他。同时还告诉金修豪，像他一样顺着别人是无法解决事情的，如果等蔡奈允坚持到了最后发现是错的时候，没有人能负责。金修豪反问我，又是怎么确信蔡奈允的才能不在弓箭上？我淡淡的表示，我比你要想的多很多，也是关注了蔡奈允最久的人，所以也比所有人都要了解他。我的话让金修豪很诧异，紧接着房门外突然传来了动静，这打断了我和金修豪的对话。使用了千里眼后，我才发现蔡奈允一直在偷听。刚刚听完我说的话，蔡奈允就急急忙忙的逃跑了。他回到房间后脸颊都是通红的，蔡奈允都不知道我是在胡说些什么。至于还在睡觉的柳烟霞，也被他搞出的动静惊醒，说着没有事后，两人也就关灯睡觉了。钻进被子中的蔡奈允想着只要和平时一样继续无视就好了，但他还是会忍不住想起我刚刚的话。就在蔡奈允小声嘀咕的时候，一道刺耳的尖叫却突然传来，柳烟霞误以为是蔡奈允发出的，可解释过后，她明白是楼下出现问题了。与此同时的一楼主卧中，前来送东西的女仆惊恐地发现宅邸的主人贝瑟尔竟然遭遇了刺杀。听到动静的学生们纷纷出来查看，了解是从楼下传来的后，金修豪更是直接
跳了下去。第一个下去的他率先打开了主卧的大门，可前方的景象却吓到了金修豪，因为躺着的贝瑟尔鲜血已经染红了整张大床，所有人都为他感到悲伤。娜塔莎也前来检查了情况，很快他给出了结果，由于腹部的刺杀引起大量出血，贝瑟尔已经遗憾离世。管家和女仆更加的伤心，还肯定是以前和他们主人有争斗的人干的。就在众人为他默哀的时候，娜塔莎让大家先回去，然后等待警察的到来。可我却是突然将灯直接打开，一时间被光线闪到的众人都好奇我为什么要开灯。我则是不紧不慢地走到了贝瑟尔的床边，娜塔莎上前急忙让我别破坏现场，却不想我果断拿出了手枪。吴涵贤和金修豪当场就傻眼了，蔡奈允更是认为我疯了，这些我都不在意，随即淡淡的表示娜塔莎在说谎，因为现在的贝瑟尔还没有死。在小说中，反派贝尔维特靠着假死摆脱暗杀危机后，就成为了追随魔人的谋士。由于是我当初突然加的反派角色，逃脱后的细节我并没有写，现在将他除掉就是最好的选择。和金修豪的聊天中，我也已经想开了，既然剧情已经发生扭曲，也没必要顾虑太多，于是就告诉大家，现在的贝瑟尔是假死的状态。闻言的娜塔莎急忙反驳，她身为医生，做出的判断比我的更准确。对此我则是列举着一点，首先就是贝瑟尔身上的伤痕，这么浅的伤口，根本不像是有人从上往下刺进去的。其次就是他失血过多，致命伤明明只有心脏上的一点，但是血却浸染了整张床，甚至还流到了地上。至于最后的一个疑点，我拿出了国际通缉名单上的骗子贝尔维特，然后告诉众人，他们两人是不是长得太像。闻言的娜塔莎很是慌乱，随即就要管家去联系警察和救护车，同时表示现在还是不要乱猜测，等专家来调查才能知道准确结果。可我没有回答他，而是举起了手枪，然后对准床上的贝瑟尔。上膛的声音让娜塔莎直接愣住，这下所有人都惊呆了。我则是冷冷地说着，接下来我倒数3声就会直接开枪，毕竟都确定贝瑟尔死了，再打一枪想来也无关紧要。闻言，娜塔莎急切地让学生们阻止我，但我现在已经数到了1。就在我准备开枪的时候，娜塔莎突然发疯似的大喊，随后更是跳到了床上护住贝瑟尔。她求我别开枪，因为贝瑟尔正是她的父亲。此话一出，吴涵贤很是不敢相信，其他的学生则是明白娜塔莎刚刚开始就不对劲，管家还想偷偷摸摸的出去，但下一秒我直接开枪拦住了他，随即让管家直接联系英雄，就说我们这里抓到了一个通缉犯。等到英雄的到来后，也确认了贝瑟尔通缉犯的身份，娜塔莎也因一起设计了这场假死，从而被带走了。刺杀事件是贝尔维特和他自导自演的闹剧，因为贝尔维特犯下的罪行十分恶劣，被整个西北部通缉，恰好娜塔莎带来了魔方的冤大头学生，所以他就制造了这个计划。尽管让人陷入假死状态的药材很贵，但娜塔莎是魔方的医生，所以轻而易举的就拿到这味药材。他们还买通了屁事成交的所有警察，到时就能把准备好的相似尸体替换贝瑟尔，最后只要由魔方的学生进行陈述，警方就会非常的确信贝瑟尔的死亡，届时他就可以在暗中以全新的名字行动。不过现在一切都变了，而我也正好将雇主的委托完成，为了打出名气，还没有收取对方的费用，也托雇主的福，我的事务所信用度得到了提高。事情结束后，柳烟霞好奇我该不会是福尔摩斯吧，还感觉我完全可以开一家侦探事务所，但他最好奇的是那么多的罪犯们，我是怎么记住和贝瑟尔相似的。闻言我变得很冷淡，随后回了一句和家庭环境有关。提起这个，我才想起来我对金春东这个角色的家庭环境并不知晓。与此同时的另外一边，希拉森正朝着金鹤标汇报，戒指被一个豹子面具的陌生人抢走，西迪厄斯也栽在对方手上。听完金鹤标就让他们前去调查我的身份。就在希拉森以为没事的时候，金鹤标却突然很生气，因为希拉森的这副模样不就是在宣扬自己是魔人吗？他对于魔人这个称呼很是不满。紧接着希拉森急忙恢复了原本的模样，最后金鹤标还问起了魔力剑的下落，但此刻的魔力剑已经是落在我的手中了。事情结束后，我们就传送回了学校，这把剑对我来说根本没用，只能先放着了。然后要检查的就是这枚戒指，点化它需要注入一定的魔力，不过对于我来说，只要用 SP 点修改一下句子就行。使用了 SP 将河马的戒指点化后，它的隐藏效果也就展露出来，能提高佩戴者的智力和魔力，而且不是一个绑定道具，是可以送给其他人的。我的魔力不够充足，但如果换作是金修豪或者是蔡奈允，想必能发挥出更强的威力，尤其是蔡奈允，他的魔力比起金修豪都还要多。最近的时间，我的能力值都得到了增加，虽然不多，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才能提升了。我现在感觉遇到了进阶的壁垒，接下来估计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突破极限更上一层楼了。好在以目前的实力，打赌射箭应该能赢蔡奈允。这时我还想起了要调查金春东的情况，共同作者肯定不会让他的过去是一片空白。尽管在我的小说里是一名路人甲，但在这个世界中他肯定也是精英人才，他的父母大概率不会是什么小人。我在紫色烟会中选择了一家事务所，其的主人是调查专家柳振赫，他是行业最顶尖的专家，能将人的背景调查得一清二楚，因此费用也会高很多。就在我准备下单的时候，却想起来这段时间因为投资，我早就没有剩下什么钱了，无奈也只能等有钱后再打算。伊万杰林此时还激烈的晃动，原来是他的饭点到了。同一时间的柳烟霞突然拨打了电话，他联系了自己的叔叔柳振赫。柳烟霞对我的家庭背景也很是在意，所以准备让叔叔调查一下。之所以决定这么做，也是在回来的时候，柳烟霞对我进行了一番推测，他认为我能记住那么多
罪犯模样的原因，是曾经遭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但又不清楚主谋是谁，因此就牢牢记住了通缉名单上所有的人长相，再结合出身孤儿院，很可能是父母亲人遇害了。尽管这些都是自己的假设，不过柳烟霞想着，我如果真的有一段隐藏的过往，他要是能帮助我调查出真相，以后招募我进工会的概率也会大大提高。另一边，柳正鹤也接到了柳烟霞的电话，听到那头是自己侄女的声音，他显得很是开心和意外。柳烟霞表示想委托叔叔调查一个人，随即将我的大致信息说了出来。柳烟霞的叔叔有着体验过去的能力，调查一个人的过去应该不是问题。又过了几天后，我就已经闪现到了异国，这里现在被漫天的大雪覆盖，我本来还在欣赏美景，却突然被一大团雪球砸在脸上。出手的人正是蔡那宇，这家伙还很是大声地说自己是故意的。而我们会来这里的原因是魔方的俱乐部活动开放后，狩猎俱乐部就带着大家来到了异国山谷中的山庄，以此来纪念俱乐部活动的回归。今天俱乐部还准备了一个小活动，在雪林的各处藏着写下排名的旗子，上面绑着相应的奖励。接下来是进行分组的抽签，而我和蔡奈允则是又一次分在一组。路上的时候，他想知道我为什么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大衣，我说着这是一件功能性的衣服，可以自由的变换形态，拥有温度调节的功能。当然这么奢侈的道具，以我投资完后的钱是买不起的。这是雷切尔为了报答期中时的救命之恩，从而送给我的礼物。他真的很善良，当时如果能多塑造一些雷切尔这样的角色就好了。继续往前走了一段距离，蔡奈允就发现插放在山头的旗子，而且还是活动第1名的旗子。我本以为放在那么高的地方不会有蠢蛋爬上去的，怎料蔡奈允不仅爬了，还招呼着我一起上去。见状我不由得叹了一口气，随后就将一把匕首拿了出来。蔡奈允还好奇我这是要做什么，我则是将圣痕的魔力凝聚在上面，然后用力将匕首甩了上去。不管刀往哪个方向飞，只要我稍微操控一下上面的魔力，就能轻而易举地将旗子打下来。看到这一幕的蔡奈允有些傻眼，缓缓上去捡起旗子后，他还兴致勃勃地跑上来，想知道奖励到底是什么。旗子上绑着一张纸条，至于奖励是尹圣雅的一个帮助还有号码。和蔡奈允的兴奋相比，我此刻只剩下了无语，本以为是什么好的奖品，随即我就将奖励拿给蔡奈允，这使得他很吃惊，毕竟那可是第一工会副团长的电话。闻言我告诉蔡奈允自己用不上，紧接着就交到他的手上。拿着纸条的蔡奈允沉默了一会，就重新递给了我。对此我说着要是你也用不上的话，那就算了。等到回去的时候，我们还找到了第4的旗子。晚上的时候大家就聚在一起吃东西，我还负责了烤肉的重任。原来的世界中，我在姑姑的烤肉店帮过忙，所以手法上很是不错。这时聊天提到了1年级马上要期末考试，2年级的学姐就提醒我们，在期末考试期间绝对不能相信任何人，因为期末的难度很高。之前学姐们就见过很多人因此决裂，同时还让大家小心魔方的留级班，那些家伙是很危险的存在。和学姐说的一样，留级班是一群成绩不及格、没法升入新年级的学生。在小说中，留级班20%的学生都会和恶魔缔约，属于高危害群体，且按剧情他们会在这次期末大闹一场，加上有另一个作者的插手，想来他们和魔人缔约的比例可能会变高。吃完烤肉，所有人还玩起了狼人杀，期间大家总是说蔡奈允是狼人，看我是罪魁祸首，他还冲着我生气。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一个人来到外面看风景，今天也是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这时恰好电脑有新的消息，原来是有人在事务所发布了委托，随即我就使用了一下真实之书，紧接着无数的消息快速涌入脑海中，这个过程总是让我很难受，但好在能成功得到答案，对方给钱也十分的爽快。关上电脑后，我就一个人静静坐着，时不时还会看看远方的景色。以前一个人在出租房的时候养成了抽烟的习惯，这回我刚刚习惯性的抬起手，才想起来自己早就戒烟了，不过还是穿进书里面后戒的，但我习惯性的动作却被身后的蔡奈允看了出来，他还借此说我以前肯定是一个小混混。紧接着蔡奈允想知道我真的有信心赢过他吗？可我却是反问，到时候如果输了，有没有信心放弃弓箭？对此蔡奈允没有回答，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会输，而我则是让快回去睡觉吧。临走的时候，蔡奈允还很幼稚的鄙视了一下才离开。第2天的时候，在一处孤儿院的附近，柳正鹤使用自己的能力已经在暗处等候了。就在他的魔力即将枯竭的时候，终于在孤儿院的门口看到了人影的出现，对方的怀中正抱着一个婴儿，之后还轻轻地放在了门口。柳正鹤本想继续看下去，怎料他的魔力已经耗尽，无法再维持过去的景象。柳正鹤发现这个名叫金河镇的学生，其所在的历史密度非常高，自己的魔力根本撑不了多久。回到现实的柳正鹤现在很是疑惑，他不明白我究竟是特殊在何处。今天魔力已经耗尽，柳正鹤也就回到事务所中，听到员工的询问，他也表示这次要调查的对象很特别。不过就在对方追问的时候，柳正鹤则是要先去上厕所。在厕所中，他把调查到的微末信息说了一下，后面柳正鹤准备等精神饱满后再重新去深入了解。虽然是侄女拜托的事，可没想到会这么麻烦，自己还是免费帮忙。柳正鹤觉得还是太亏了，而听到他的话，刚刚的员工就开门说着，就算是亏也得继续调查，因为事务所又收到了一份委托，也是要求调查金河镇的背景，而且对方还是紫色烟会中等级最高的红钻委托人，和柳正鹤是同级别的。望着那毫无礼貌的委托邮件，还有高的离谱的定金，他立马就断定这是来自伪色团的委托。现在柳正鹤更加确定了，金河镇是真的很不简单。时间一晃也来到了周五，教官通知大家4周后就是期末考试，这次的期末和期中是截然不同的，他提醒大家务必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和期中不同，期末考试将在设施完善的角逐场以非公开的形式进行，具体场所是在国内的某个孤岛中，那里有着不计其数的怪物
武和野兽。学生们将在孤岛上进行为期1周的生存考试。我想着，要是共同作者插手这件事，估计又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何况还有那些留级生，我更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时教官说着，现在还不能透露考试的详细内容，但这次的考试中邀请了许多教官和中阁还有上阁的英雄来保驾护航，所以让我们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今天结束又是周末，我正准备收拾东西回去，蔡奈允就叫住了我。他自信地问着：“没有忘记我们之间的赌约吧？”我则是告诉他：“输了记得放弃弓箭。”闻言的蔡奈允立马放下狠话，让我输了别哭鼻子，随即就一起来到了魔方内的射箭场。很快我和他都拿好了装备，可让我很疑惑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围观群众？李英涵还自来熟地说着，这种赌局就得有人围观才有感觉。至于申宗赫则是很生气地告诉我，输了的话能从魔方退学吗？见状，蔡奈允把他们都赶走了，因为比赛马上开始，我们要比的已经定下，是射高速飞行的靶子，摆着旁边的就是靶子发射台，起始的射击距离是100米，每次我们都射中后，距离继续再增加50米，直到有一方没有射中为止。蔡奈允本以为我会知难而退，怎料我却觉得比想象中的要简单。随着比赛的开始，我和蔡奈允同时拉弓射箭，等到他发出开始的声音，也就将箭射了出去。这一击很轻松地命中飞出来的靶子靶心，100米对他来说简直是小儿科。但回头一看，蔡奈允却是傻眼了。我则是解释，刚刚被吓到了，没有来得及射箭，然后让他再给我一次机会。这一幕引得后面的同学们哈哈大笑，申宗赫更是让我赶紧滚下来。听到我的话，蔡奈允已经无语了，不过他还是同意再给一次机会，毕竟我连姿势都不标准，射多少次都没有区别。闻言我也就再次拉起弓弦，蔡奈允的姿势自然是比我标准多了，可在这个世界，姿势标准和练多少年都是锦上添花，因为才能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看到靶子飞出去，我也立刻射箭。有着神射手才能的我，在射箭方面注定是要超越蔡奈允的。随着神射手对我的箭发挥了辅助作用，这一箭也完美的命中靶心。看到这一幕，场外的金修豪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蔡奈允也是一样的，因为我前一秒还在因姿势不对没法成功射箭找到手感的我，便告诉他比赛继续。在蔡奈允小时候被所有人称作神童，因为他的箭术天赋，柳时鹤还送上了一把昂贵的魔力剑。然而听到自己的徒弟要转去当弓箭手，本来柳时鹤还以为蔡奈允是因为自己的母亲才这么做，结果却被急忙反驳了。他说这就是单纯的想换方向，还表示像自己这样的人，即便转去当射手，也能立刻登顶的。同时还和师傅道歉，辜负了他特意送的箭。而柳时鹤对蔡奈允的选择很生气，更是说着他才没有这种随便换方向，还没有一点毅力的徒弟。不过生气完，柳时鹤并没有阻止，而是询问这真的是他自己想换的吗？并且让蔡奈允考虑清楚，不要后悔。现在时间一点点过去，我和蔡奈允的比赛已经来到了450米的距离。在他成功击中了靶心后，我也跟着成功命中。真理班别的射手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我居然跟得上蔡奈允的节奏。还有人分析到，这不是简单的跟上，如果只是1次2次就算了，但我每次都是蔡奈允一射中靶就会紧跟着毫不犹豫地射出去，这可是比赛，蔡奈允的压力肯定是在一点点的增加，甚至是有可能输掉比赛。不过感受到申宗赫的愤怒后，后面的人急忙停下了分析。第9轮射箭的时候，蔡奈允第1次没有命中靶心，这让他的脸色很是难看。我的声音也随之传来，表示早就说过你不适合当弓箭手。对此蔡奈允认为我这是害怕了，随即让我赶紧闭嘴专心射箭。而我对于他的性格是了如指掌的，蔡奈允并不稳重，哪怕是轻飘飘的挑衅，他就会开始生气，内心产生动摇。很显然这种性格并不适合当射手。即便如此，还要继续的原因其实是害怕。我也毫不留情地表示，你是害怕用剑战斗吗？此话一出，彻底惹怒了蔡奈允，这是他头一次对我露出这种表情。但我并不会因此停止说话，而是更加赤裸裸地揭穿，你此前不过是在给自己洗脑，想让自己相信就算是用弓箭也会成为最厉害的英雄。虽然是在半路转行成射手，可至今的表现还挺优秀。紧接着更是表示，如果仅凭现在的实力，别说是为了家人报仇，连杀一个魔人都够呛。我的话让蔡奈允乱了心神，也导致了他这一箭甚至没有命中靶子。蔡奈允自己还无法反应过来，可我已经紧跟着射出一箭，并成功命中了靶心。此刻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他们没有想过会发生这种情景，因为魔方1年级的天才少女竟然输给了一个吊车尾。赌约结束，蔡奈允就快速逃离了现场，大家都担心的前去寻找，最后是柳烟霞在一个角落的长椅上找到了蔡奈允，显得很是垂头丧气。让柳烟霞没想到的是，蔡奈允哭了，她很不解的喃喃着，金河镇以前明明还帮过我，虽然他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铁，但一直觉得我没有传闻中那么坏，可为什么总是要针对他？对此柳烟霞也不明白，母亲的失去和哥哥的倒下都是蔡奈允的痛楚，而我刚刚居然直接揭开。但很快他的大脑高速运转后，却突然发现这两人都是自己一定要招募的人才，绝对不能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恶化。随即柳烟霞就聊起了我的一些背景，她表示听说金河镇是一个孤儿，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和你一样有着相同的经历，所以才会感同身受。同时柳烟霞将自己的猜测说出来，金河镇不惜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也要点醒你，可能也是他希望你能过好自己的人生。说完柳烟霞也就准备离开了，他知道这些话需要时间去思考。继续坐了一会，蔡奈允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当初他的哥哥也好奇为什么要转射手，尽管蔡振允相信妹妹，但他也让妹妹和自己约定，等以后做好准备后一定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内心真正想做的是什么。现在蔡奈允记起来，他把和哥哥的约定忘记很久，
与此同时的另外一边，窗口的提示让我很莫名其妙，因为上面写着我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还因此获得了 SP 点。至于蔡奈允，现在他将重新做回真正的自己，同时走向一条不同于我笔下的路。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柳振赫将目前调查的情况说给了柳烟霞，不过却是没有提及伪色团，还表示我可能涉及到非同寻常的组织，是不是要继续调查下去？对此，柳烟霞说着他已经决定了，一定要招募我加入精髓海峡。闻言的柳振赫却是一惊，想歪了的他急忙示意身为叔叔一定会加把劲的。而自那天很多人围观我和蔡奈允的比赛后，这件事就在校内传开了，甚至教官还找到我单独面谈，大家的反应太大，搞得我现在都不敢进教室了。今天也是一大早就过来准备训练，本以为这个时间段不会有人，可训练室中的景象却让我很是惊讶，因为蔡奈允竟已经独自在训练了，而且练的还是剑，甚至还把长发剪短了。这时他也注意到我，随即赶紧把剑藏起来。我好奇地询问，这么早就来训练？蔡奈允还反驳着自己不能来吗？紧接着我说起了他的头发，听到我认为是打赌输了才剪掉的，蔡奈允顿时着急了，然后解释是因为太热才剪的，自己不会放不下那种小事。我很开心地说着，这个发型很适合你，还问着他凉快吗？知道我没有恶意，蔡奈允也弱弱地回应了我。接下来我也就要去训练了。看着我离开后，蔡奈允在想，原来身为剑士的金河镇，在放弃修炼多年的剑术，转成别的武器时，到底又是怎样的心情？而这短暂的冥想，却让蔡奈允的魔力愈发的强大。他将魔力附在剑上后的长度，甚至已经能触碰到天花板了。现在蔡奈允回想起我以前说的话，随即他不由得猜测，难道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一切吗？时间来到了晚上，我购买了一些野外生活物品，这些都是用在期末考试上的。虽然到时进入考场会检查随身物品，但那也是为了搜自制的防具或武器。就在这时的伊万杰林种子又是催促着我投喂，最近种子变得越来越大，我想应该也快要出生了。刚出生的伊万杰林是3、4岁的小孩模样，只要用魔女之力给他改变形态，应该就能一起在宿舍住了。想到这里，我就更加期待他的诞生。与此同时的 S 市某个酒店中，队长想假扮学生混入期末考试，所以就想让简帮忙一下。他想进去好好确认某个人的实力，顺便去考场拿个东西。见队长已经下定决心，简也就不再阻拦，随即就开始使用着技能。做完后，简把假扮的身份情报分享给队长，并提醒他一定要全部背下来。看着简一副不放心的样子，队长不由得一笑，假扮一个学生又不是什么难事。过了几天，队长也伪装成功了。面对2个女同学的亲密，他现在终于明白，情报中朋友关系是这个意思。好在这对他来说也并不是难事。不过当我出现看到这一幕后，队长的从容淡定就消失了，我也瞬间沉默，使用了观察和阅览，他的伪装根本瞒不过我。队长从我的眼神就知道我已经发现他了，盯着看了太久，其他2个女孩发现了我，随即我赶紧转身离开。到了座位上后，我还是没有搞清楚状况。队长的出现让我很意外，而且接下来的时间中他一直在学校里。又过了很多天，期末的笔试结束后，现在也就到了期末的实战考试。我最近一直都有观察队长，他假扮的徐如珍也没有任何反常的地方。我以为队长和原著中一样，期中结束就不再出现，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我最好还是盯着他，反正也能顺便拿 SP 点。尽管这些天里我还跟他套近乎，可总共的收获也就是1瓶可乐。我猜队长大概是来深入考察金修豪和申宗赫的。等到人员聚齐后，教官就开始宣布规则。期末考试的实操过程并不复杂，总的来说就是在远处的岛屿上生存5天，并在这个时间中获得点数。点数的获取有除掉岛上的怪物，也可以从其他学生身上抢。学生之间还能进行点数交易。教官还表示，如果有人想获得更好的成绩，也可以来抢考官的胸牌，抢到手就是200点。当然我想没人会愿意挑战的，毕竟本次的考官都是在职英雄。接下来我们被分到指定的位置上船，不一会后，大家也都陆续上岸了。我则是在人群中找到了雷切尔，随即询问他期末考试要不要和我一起行动。这么做也是因为和我一起下船的是他，我想这并不是偶然的情况。通过上一次共同作者的新变更，有了结仇的反派后，雷切尔受到危险的概率会大大提高，所以期末考试中他很可能是处境最危险的人。我的邀请让雷切尔很是意外，但习惯单独作战的他还是拒绝了。幸好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随即就换个方式说着，为了以防万一，我把自己的位置分享给你。见状的雷切尔便接受了我的好意。考试进行到当天的晚上时，蔡娜允依旧还在狩猎，面对身后的怪物偷袭，她没有丝毫的慌乱，拿起长剑一瞬间就将其斩杀。这回的蔡娜允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至于弓箭她也带在了身上。可击杀了这只怪物，蔡娜允也不见开心，因为路痴的她现在彻底走不出这个地方，她显得很是失落。从上岛开始就在拼命的杀怪，然而食物和休息的地方蔡娜允根本就找不到。这样下去，她明白很可能会是第一个淘汰的人，还是因为太饥饿造成的。继续走了一段路后，蔡娜允终于是发现了亮光，而且越靠近，饭菜的香味就越浓。她很是开心的冲过去，想着一定是有人找到吃的了。等到蔡娜允穿过树丛后，我也发现了狼狈的她。看到是我，蔡娜允简直不敢相信，我则是提醒她，得等12小时后，学生之间才能动手。好在蔡娜允不是找我麻烦的，她的目光全部在锅内的烤肉上。听到我是早就准备好的事，她就傲娇的夸我一句，但很快蔡娜允的肚子忍不住开始叫着，这也让她不由得羞红了脸颊。对此我自然不会让她饿着，随即告诉蔡娜允，把目前获得的点数分我一半，就给她提供吃的东西。听到我要那么多，蔡娜允都被吓到了，可肚子的声音再次传来，她也就只好答应了。
本来以为第一个遇到的会是雷切尔，结果却是先看到了蔡娜允。这回他倒是吃得很是满足，毕竟我的手艺还是没得挑的。接下来我运用电脑黑入了无人机的服务器，以此来查看一部分学生的情况。通过其中的一处摄像头，我看到了雷切尔也找到了一群拥有食物的学生，他想和前方的人买吃的东西，但对方却表示不用给点数都可以，因为大家都是同学，没必要为吃的买来买去。可我明白，雷切尔前方的这群家伙正是本次留级班中的学生。等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也就从睡袋中醒来。然而很快我却发现，今天似乎是极夜现象，天直到现在还没有亮，蔡娜允也还没有醒。放在旁边的伊万杰林则是在跳动着，看起来早上他已经饿了。伊万杰林种子的模样让我不由得夸他真可爱。喂养完后，我把它放在口袋中，接下来我要转移地方了。随即我叫了一下蔡娜允，表示要把帐篷收走了，但他好像还没有醒。见状我也没有继续打扰，反正只是收走帐篷，他有睡袋并不受影响。从今天起，学生之间就可以开始战斗了，不过不能因此杀人。所以就算我怀疑那些学生是魔人也没用，毕竟他们目前应该还不是。想到这里，我准备去地势高的地方，既能方便观察，也能有利于射击。我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位于这座岛的世界树，随即便快速的赶过去。但在我刚刚离开后，蔡娜允的睡袋还动了一下。不一会我抵达了目的地，可暗中却是有人盯上了我。就在对方想动手的时候，却是被柳烟霞阻止了。他提醒队友罗斯不要招惹我。对此，旁边的女孩愣住了，因为我才排名934。柳烟霞肯定的说着，你打不过他的。我则是走到了世界树的下方，望着我做出的跳跃姿势。罗斯好奇我不会是想跳上去吧？可事实如他所想的一样，哪怕是高耸的世界树，我使用跑酷后一样能快速上去。见状的罗斯也终于是相信了。柳烟霞还提醒他不要告诉别人金河镇很强，因为以后说不定会成为同事。闻言，罗斯瞬间明白了，表示会誓死保密的。就在这时，柳烟霞还收到了消息，而联系他的人正是徐如真。随即柳烟霞就带着罗斯回去了。至于我爬到世界树的中段后，就直接开启了千里眼观察。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我突然发现某个人在其的身上停留了一会，很快我就想到了怎么对付留级班的学生。于是我将一条特定内容还有坐标刻在树枝上，随即就用力抛了出去。在上面我附带了圣痕的魔力，很快我就让树枝准确地插在了地面。而此人正是申宗鹤。他捡起树枝后就迅速地转身查看是谁丢的，可惜这么远的距离，申宗鹤是不可能发现的。接下来我只需要静静地等待事情发展了。另一边，我此前的营地中，蔡娜允确定我离开后，这才从睡袋中钻了出来。原来他刚刚就醒了，可却误以为我说的可爱是指他。一想到被我夸了可爱，蔡娜允的脸瞬间变得通红。虽然从小到大经常被人夸，但我对着睡觉的人说，蔡娜允不明白我到底想干嘛。不过他又想着，说不定是帐篷里进了流浪猫或者狗什么的，又或者我是自己在夸自己。但排除了这些可能，我的那句话就真的是对他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蔡娜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此，身在另外一边的我自然是不知道夸伊万杰林的话会让蔡娜允想那么多。继续过了一段时间，雷切尔和那群留级生已经在慢慢探索森林了。可这回他愈发的感到不安。从昨天晚上开始，他就和周瑜勋一行人一起行动。尽管他们分享了食物给自己，还不需要点数，甚至还处处照顾。然而同行的路上，雷切尔发现这些留级生很诡异。和别的学生努力获得点数不同，留级生根本就没有任何拿点数的想法，而且还时不时的悄悄关注自己。雷切尔的感觉就是，比起点数，他们好像更在意自己的动向。这些疑点让雷切尔明白，必须要找机会离开。正考虑着的时候，周瑜勋突然叫住了他，表示找到了一头价值10点数的灰熊，想让雷切尔帮忙一起抓。闻言，雷切尔答应了下来。他想等帮完这个忙，也就能自然而然的离开吧。走了没多久，周瑜勋就说着前方有一头很大的熊，但雷切尔一看，站在悬崖边的分明是和期中时一样的魔人。至于周瑜勋还在装傻充愣，疑惑对方好像不是考官。注意到魔人的杀气后，雷切尔一把推开了周瑜勋。果然在下一秒，魔人的攻击瞬息而至。眼前发生的意外，雷切尔是没想到的，魔人竟然追到了这里。当务之急，他想还是先躲避一下，随即询问周瑜勋的状况。怎料他却是假装受到了重伤，还很是惊恐地大喊了一句魔人，紧接着就直接逃跑了。见状的雷切尔很是无奈，这种蹩脚的演技简直看不下去。而他现在也明白，为什么那群人看起来会那么可疑了。只是雷切尔从来没有想过，魔方的学生居然会帮助魔人。他冷声道是自己失策了，前方的魔人则是直接动手。下一瞬，一根根岩刺快速冲向雷切尔。等到他快速的躲开后，魔人就趁着烟尘袭击。虽然对方的破坏力很强，但目前并没有让他感到无法击败，随即也展开了凌厉的反攻。一番近身战斗中，雷切尔找到了魔人露出的破绽，可他刚刚准备刺出去，就发现脚被绑住无法动弹。紧接着另一个魔人出现在雷切尔的后面，此刻是两面夹击。雷切尔知道他恐怕是躲不开了。就在新魔人动手的瞬间，天空闪烁着急速的亮光，下一秒一颗子弹当场将魔人贯穿。看着突然倒地的魔人，雷切尔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伙伴的死亡让刚刚交战的魔人勃然大怒，随即全力的发动着魔力，想尝试击杀雷切尔。就在这时，一道清脆的拔刀声响起，赶来的金修豪挡下了魔人的攻击，同时他呼唤着让蔡奈允出手。
这让魔人急忙回过头看去，但蔡奈允的蓄力弓箭已经射出，来不及躲避的魔人也当场中箭。看到是真理班的同学们来了，雷切尔这才松了一口气。蔡奈允他们听到了发生的战斗后，就赶了过来。好在雷切尔并无大碍，他很感谢同学们的帮忙。金修豪则是在悬崖处检查了一下，发现对方并没有死，而是在中箭后通过悬崖逃走了。这时金修豪建议让雷切尔和他们一起行动，等离开此地再分开也行。随即一行人就从这里离开了。不过刚刚动身，雷切尔发现了地面有东西，好奇的他低头看了下去，原来在地面上是一颗被泥土淹没的大口径子弹。于是雷切尔就捡了起来。战斗的地方出现子弹，让他不由得猜测，难道第一下的攻击不是蔡奈允发动的吗？与此同时，我正观察着逃跑的周瑜勋，考虑到他自然会有人对付，我也就没有直接出手。不一会后，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地方休息。期间听到金修豪询问是不是决定了战斗时要带上剑后，蔡奈允赶紧解释着剑只是当做副武器，期末很重要，如果固执的只用弓箭难度太大。至于雷切尔则是一直在想这颗子弹的来历，他心中虽然已经有了答案，但疑惑的是金河镇怎么知道自己有危险，还有为什么要来帮助他。最重要的是帮了之后还没有露脸。不过刚刚想到这里，就被旁边的声音打断了思绪。蔡奈允说着，反正他和金修豪没有队友，大家可以一起协作行动。可雷切尔却拒绝了，他说了一声抱歉后就起身准备离开。金修豪则是建议多待一会，现在单独出去会有危险。闻言的雷切尔还是决意离开，因为他要去见一个人。与此同时，另外一边，我刚刚猎杀完几只怪兽，加上蔡奈允给的已经有22的点数，但为了保险起见，大概还需要再拿50点才能顺利通过考试。如果单凭杀怪物的话，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就在我感叹的时候，抬头一看却是愣住了，因为假扮成徐如真的队长找到了我，我不由得怀疑他有可能是来打架的，可是我又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不过想着队长估计是来观察的，我也就冷静了下来，于是询问他找我做些什么。怎料队长竟然直接拔剑了，这让我的内心一苦，没想到他是来真的。队长冷冷的让我拿起武器，我却是装作疑惑的模样拖延时间，同时悄悄催动着衣服中的以太。见状队长让我不要装傻，他心中明白自己早就被认出来了。看我一直在拖延时间，队长好奇我究竟想干什么，可这一次我没有回答他，随即队长就默认我同意准备动手。不过他没有注意到我操控的以太绳索已经解开了他的手表。目的达成后，此时我也松了一口气，而队长则是不明白我拿着手表干什么，是准备直接投降吗？闻言我告诉他这个并不是我的手表。呆滞了几秒钟，队长这才看向自己的手腕，紧接着就惊呼了一声。我也适时的说着，你应该知道，学生之间决斗时先抢走手表的人就算获胜，因为只要用力按下手表的指纹锁，原主人就会被淘汰。队长气急败坏的说我暗算，我则是将手表丢给了他，还很得意的表示这次就当我给你放水了。此话一出，队长更加傻眼了，但不等他询问，我就果断转身跑路。在原地沉默了一会，队长这才联系了简，但对方刚刚走神了，所以也没有看到这一幕。队长冷静下来后开始进行分析，虽然他因为简的才能失去一半的感知，可是我一个17岁的学生居然有这么缜密的一面。这回他开始后悔自己的大意了。过了一会后，我就找到了一个适合露营的地方休息，刚刚脱离了队长带来的危机，我准备好好吃完饭再去赚点数。但这时旁边突然传来沙沙的声音，转头一看，没想到是雷切尔找到了我，而他也确实是特意来寻找的。雷切尔正准备询问此前的事，可由于大半天没有吃饭，他的肚子再也撑不住的叫着。随即我就让雷切尔坐下一起吃饭，害羞的他急忙说着会给我点数的。等待着食物煮熟的时候，雷切尔想知道我一个人都在干嘛，告诉他一直在赚点数后，我就明白雷切尔究竟是好奇什么了。但现在也不好意思直接开口说就是我救下的你，同时也注意到了他脖子上的伤痕，看样子应该是和魔人战斗的原因。这时我口袋中的伊万杰林一直在蠕动着，下一秒还直接自己跳了出去，更是贴在了雷切尔的伤口上面。伊万杰林的速度太快，导致我都来不及阻止。雷切尔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等他用手缓缓摸去的时候，脖子上蠕动的触感把雷切尔的眼泪都吓了出来，随即他还控制不住的尖叫着。等到把伊万杰林的种子取下来后，雷切尔这才缓和了许多，他还以为是虫子什么的，我则是急忙道歉，然后说这是自己养的宠物种子。闻言雷切尔也就把伊万杰林递给了我。为了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我赶紧说着食物已经熟了，我们先吃饭吧。雷切尔有些局促不安的表示，虽然晚了一点，但他想和我一起组队，就跟协作行动一样。对此我也答应了雷切尔，还说了句你的话跟蔡奈允一模一样，这也让雷切尔误以为他先找我组队了。解释了一下没有后，雷切尔才想起来他还有原本的小队，得知是和周瑜勋他们的队伍，我就让雷切尔放心，如果是对方的话，直接退队也没有关系的，毕竟他们应该马上就会淘汰了。也正如我所想，来到留级生的营地后，申宗鹤没有半点的留情，那些留级生都被他打成重伤。等到周瑜勋回来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更不明白申宗鹤为什么会在这里。看到周瑜勋后，申宗鹤突然露出了一抹邪笑，随即将手里的树枝丢了出去。周瑜勋缓缓转头一看，上面赫然写着挑衅的内容和坐标。明白情况的他赶紧解释，这不是自己送出去的，只是一场误会。闻言申宗鹤随意的回了句无所谓，他的话也令周瑜勋升起一股寒意。将自己的长枪拿起后，申宗鹤就一步步的靠近，他表示谁送的都行，自己只是看不惯蝼蚁罢了。像留级班这群不自量力还喜欢背后耍手段和嚼舌根的人，申宗鹤一直是发自内心的厌恶。与此同时，位于岛屿西北部的监考塔内，担任考官之一的尹胜雅正默默思考着。见状有个同伴好奇他这是在想谁，听到尹胜雅回答金河镇后，男人就有些疑惑了，因为他不是最
喜欢金修豪吗？闻言，尹胜雅笑了一下，表示自己最先考虑的当然是金修豪。不过最近他暗中拿到了一份报告，里面柳烟霞对金河镇的评价比起金修豪的更加特别，加上之前魔人事件的光之魔力，尹胜雅也不管报告的真假，借这次机会好好认识一下金河镇也不错。同伴好奇他要怎么去验证对方的实力，对此尹胜雅指了指胸牌，这正是一个最好的诱饵。第二天早上的时候，雷切尔独自一人留在了营地，他这回确定了，当时保护自己的人就是我，但又不明白我为什么没有承认这件事，也更好奇我怎么知道他身陷危机的。至于本次期末的遭遇，雷切尔知道是兰卡斯特安排的，想到这里他的内心更加的沉重，同时还生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另一边的我则是在持续狩猎，今天的收获基本也达到了预期，原本雷切尔也会一起来的，但早上的时候他的状态也不太好，幸好给他喂了一些肉之后也恢复了些元气，应该很快就能一起狩猎了。就在这时，旁边闪耀的光芒吸引了我，随即我就扒开树木，一点点的靠近光源，没想到在这片树林的后面居然有着一片巨大的湖泊，见状我估计里面应该有点数较高的怪物，可能是鳄鱼之类的。为了看清里面的情况，我用圣痕凝聚出了一颗光之球体，只要照射一下湖面，里面什么怪物都躲不开。但后面传来的声音却让我一惊，大声质问没有人回应后，我便明白对方应该是跟踪了很久，而且隐藏的能力很强。不过既然被我察觉到了，在千里眼之下，任何的隐身技能都会有迹可循。可发现是熟悉的人后，我便直接一枪打在了他的旁边。被吓一跳的蔡奈允就赶紧站了起来，见他准备要生气，我就率先发难，想知道为什么要尾随我。蔡奈允急忙否认自己没有，但我继续问他不是的话，那来这里做什么？这下蔡奈允就有些结结巴巴说不出话了。于是他转移了一下话题，询问我刚才丢入水中的那招是什么。我则是让蔡奈允先说为什么尾随，气愤之下他就全盘托出，原来蔡奈允是跟着尹胜雅过来的。听到他的话，我再次确认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虽然我的话听起来有些欠揍，不过蔡奈允还是肯定了一下，随即我就转身拿出了电脑，同时让他稍等一下，我这会准备查看一下无人机的印象。尹胜雅在小说中前2天他都在观察金修豪，后面则是去看其他的潜力股，可如今他确实找到了我。从无人机监控中我也找到了尹胜雅确实就在附近，他的行为基本是说明了我也在潜力股名单内。蔡奈允则是赶紧询问我刚刚是不是制造出了光之球体，对此我也承认了，但随即就让他不要继续追问，因为知道的太多是会有危险的。看我一副臭屁的样子，蔡奈允很是不爽的说我脑子进水了，他也不是很想知道，懒得和蔡奈允纠结的我就表示这里是我先来的，让他去别的地方狩猎。打发走了蔡奈允后，我也松了一口气，确实不能让他继续追问，因为要解释圣痕的魔力，就得把这是小说世界的事告诉蔡奈允，想来大概会被他当成疯子吧。和蔡奈允分开的2小时后，我狩猎到了很多的怪物，都是一些中下级的，不过也很快拿到了15的点数。可现在有了让我头疼的新问题，因为跟踪了一路的尹胜雅居然不在暗中观察，而是主动现身和我打招呼。看我警惕的模样，他就说明了自己在四处测试学生们的实力，顺便送福利。拿到福利的规则也很简单，尹胜雅表示自己会站在原地任由我攻击，并且只会使用左手，只要我能有效的击中左手以外的身体部位，或者是让他挪动了脚步，就将价值200点数的考官胸牌送给我。这个诱人且看起来不难的条件，对学生来说确实充满了诱惑力。虽然对手是大名鼎鼎的英雄尹胜雅，可拿到了胸牌基本就是稳稳的第一。尹胜雅想知道我是要尝试一下，还是就此放弃。对此我缓缓将手放到枪上，有这么一个获取大额点数的机会，我又怎么可能放过呢？下一秒就果断开枪，但尹胜雅只是随手一挥，竟将子弹直接打落在了地面。这一击也让他明白我确实有实力，之前还凝聚出了光之球体，现在还用一把普通的手枪，就造成了如此大的威力。不过感受完这一枪后，他只是微笑的说着还挺痛的。见状我就知道差距太大了，尹胜雅甚至没有用魔力，光靠正经的手段，看来是没有半点的机会。随即我将飞刀扔了出去，轻松的躲开后，尹胜雅还不忘夸赞着我，而我却是趁机连续开枪。可就算是连续的强化魔弹，也被他一瞬间尽数挡下。这时尹胜雅猜测我应该有枪械相关的才能，而我则是用圣痕操控着飞刀杀向他。这么近的距离，我想他是来不及用左手挡下的。但就算没有及时察觉到转向的飞刀，尹胜雅哪怕只是解放魔力的气势，也让2把飞刀直接折断。看到他如此彪悍的实力，我也明白根本不可能获胜的。至于尹胜雅很是惊喜，他没想到我能使用魔力修改飞刀的路径，还把我比作了洋葱，越包惊喜越多，同时好奇我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尹胜雅还想知道我的其他本事，可事已至此，我明白无法获胜，也就不准备浪费时间。看到我直接转身离开，尹胜雅显得很是疑惑，我则是果断地告诉他决定放弃。反观尹胜雅还想继续挽留我，但我只想好好的去狩猎获取点数，而下方发生的这一幕全部都被暗中的队长看在眼里。等到我彻底走后，德伦就给队长发来信息，他感觉要是和原主的朋友们分开行动，会引来不必要的怀疑。可队长实在是受不了，他认为一起行动反倒很是糟糕。紧接着整个岛屿突然发生了震动，队长也明白传来的震动是蝴蝶的幼苗要苏醒了。与此同时，在岛上的某个地方，一颗巨大的紫色虫卵发出了沉重的心跳声，而它正是能孕育出蝴蝶幼苗的卵，其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精灵型怪物。在我的原著中，蝴蝶幼苗出现后会被主角团击杀，
金修豪因此获得了幼苗粉，雷切尔则是得到了有关开眼的启发。如今雷切尔是和我一队，要帮他开眼的话，就得引导他去参加战斗。可问题是当初我没有细写幼苗的准确位置，今天的时候雷切尔就和我一起出来了。虽然已经狩猎了大半天，但这回他开始好奇，我怎么一直在附近绕来绕去的。闻言我也沉默了，不知道准确的开战位置，也只能伺机而动。过了一段时间后，在另一边的金修豪小队，他们已经合作狩猎了很多的怪物。现在是第4天，距离考试结束只有20小时了。这回蔡奈允突然问金修豪：“你认为金河镇这个人怎么样？”闻言的金修豪疑惑了，不知道为什么要突然提起河镇。蔡奈允解释着，从当初的博物馆到屁事，他认为我实在有太多的秘密。听到秘密这个词，金修豪瞬间联想到在富豪事件中我说的话，随即他也就误会了我和蔡奈允的关系。见金修豪这个表情，蔡奈允以为他有内幕消息，于是急忙让金修豪告诉自己。对此金修豪却是笑着让他自己去问我。可就在下一刻，一根恐怖的树根却猛然从背后钻出，而且整个岛屿都被无数的树根席卷。在另一边的我终于是感受到了岛屿的变化，其他的学生们纷纷遇到了攻击的树根，一时间打斗声和惊呼响彻在森林中，四周更是发生了巨大的震动。明白时机已到，我便告诉雷切尔，接下来要去镇园的地方抓怪，在怪物出没的地方，我需要他的保护。虽然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不过雷切尔还是迅速答应。感受到了地震的学生们想来都会朝着蝴蝶幼苗那边赶去，这种机会我不可能让给别人。随即就带着雷切尔全速冲向镇园所在地。现在岛上的情况已经被考官们发现，此前的男人维耶里认为这个怪物不在考试范围，于是询问要不要暂停考试，但尹圣雅却觉得不需要，以目前考场内的学生完全有能力对付蝴蝶幼苗，他相信这群未来的英雄是不会让自己失望的。而在岛屿上，蔡奈允面对巨大的树根，果断就拿出了自己最近开始练的剑，他的天赋注定哪怕多年不练，一样是非常的强大。看到蔡奈允一招就解决了最大的树根，金修豪和李英涵都很佩服。不过夸赞的同时，金修豪给了一个建议，就是剑气如果离剑近一点，砍怪的时候会更锋利。继续战斗了一段时间，李英涵发现这些树根怎么也砍不完，对此金修豪也察觉了，既然斩断树根没用，那他们就去对付树根的本体。在近处的学生则是发现前方有棵树不对劲，在树上的茧里面似乎有东西在动弹，然而很快茧就被直接撕裂，从中孕育出来的正是一只美丽的蝴蝶幼苗。下方的学生们并不认识这只奇特的怪物，从茧中飞出来后，蝴蝶幼苗在空中洒下了许多的粉末，这些带着点点荧光的粉末缓慢地笼罩了整片森林。蔡奈允他们在赶到的时候也发现了空中弥漫的光点，正好奇是什么的时候，蔡奈允突然感到呼吸十分的困难，伴随着的是全身变得很无力，周围的学生也都纷纷中招，短短几秒钟他就再也支撑不住的倒下。好在金修豪及时接住了他，查看了一下两人，金修豪发现他们只是睡着了，不像是中毒的表现，而他也是察觉不对劲后及时憋气，这才没有中招。可金修豪明白也不可能一直憋着气行动，在吸入粉末之前，他无法确定能不能制服空中的蝴蝶。就在这时，金修豪突然听到了一阵急速的脚步声，抬头一看，两道人影赫然从树丛中一跃而出，发现是我和雷切尔后，他整个人都有些意外。而赶来的时候，我就将准备好的面罩给雷切尔，这才没有受到蝶粉的影响。看着一个个倒在路边的学生，雷切尔不由得好奇，难道我是早就料到这种情况了吗？但不等他多想，我就已经锁定了目标，随即告诉雷切尔，稍后我会去对付上方的蝴蝶怪物，期间需要你掩护我不被树根妨碍。得到雷切尔的回应后，我就快速的拿起手枪，然后连续打向了空中的蝴蝶幼苗。被射中翅膀后，吃痛的蝴蝶幼苗发出了巨大的悲鸣，紧接着他召唤了更多的树根，幸好有雷切尔保护我，这些树根被他轻松的切断。可下一秒，雷切尔突然一惊，地底的树根是朝我袭来的，没有丝毫的犹豫，雷切尔一把就将我顶开，这才成功躲避了蝴蝶幼苗的袭击，但他的脚却被树根缠住，随后就被重重的摔在了旁边。见状，我急忙大声呼喊雷切尔，想知道他的情况如何。不过仅仅只是瞬息间，又有许多的树根找上了我。正当我以为要遭到重创的时候，金修豪强忍着难受帮我挡下了攻击。他这会确认自己还是吸入了一点粉末。我注意到金修豪的状况不太好，加上倒地的雷切尔应该是失去了意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在我着急思考的时候，衣服里的伊万杰林却是突然跳了出去，还一副非常开心的样子，而他很快就贴在了雷切尔的身上。见状，我很想去把伊万杰林抓回来，但现在需要先对付怪物。金修豪告诉我，他还能帮我一会，不过估计撑不了多久。而我圣痕的魔力最多只能造出3发火属性子弹，需要在子弹用完之前击杀蝴蝶幼苗。随即我就给金修豪说了我的想法。蝴蝶幼苗虽然是精灵型怪物，动作却十分敏捷，所以要想给他致命一击，我就得在近距离瞄准。接下来我准备靠近那只怪物，需要金修豪去吸引蝴蝶的注意力。闻言他当即就答应了。随后金修豪也不再保留，他将剑圣的魔力完全解放。看着散发出来的强大力量，我明白比起上一次博物馆，金修豪又变强了很多，而他竟也在观察着我，同时还感叹着不管自己展现了什么秘籍，我都是一副淡定的模样。不仅如此，之前甚至还看出了内允的才能，有时候他甚至会觉得我似乎知晓世间万物。金修豪的话让我一时间恍惚了，而说完话后，他就前去吸引蝴蝶怪物。剑圣状态下的金修豪，这些树根几乎是难不倒他的。见状，我也快速的朝着怪物的方向靠近。刚刚的恍惚是因为金修豪的敏锐，但又无法告诉他，这里其实是我撰写的小说世界，我则是成为了一个自己从未书写过的角色。快速的
的来到最高处后，我将火焰魔弹直接射出，这一枪精准的命中了蝴蝶幼苗的致命部位。看到空中熊熊燃烧的怪物，金修豪很惊讶，因为这是火属性的攻击。至于他现在连站都有些站不稳，好在看到我行动了后，金修豪想着应该要结束了。然而空中的蝴蝶幼苗还在疯狂的挣扎，一发火焰魔弹没有让他彻底死亡。随即怪物就去操控树根准备接住自己，看到对方的模样，我便明白火力还不够，于是就想再来一发。然而还不等我动手，蝴蝶幼苗就被一道紫色的雷电击中。这一次怪物终于是没有反抗力的掉了下来，但出手的人却让我很意外。我没想到队长竟然在关键时刻来补刀，随即不由怀疑他是来抢幼苗粉的。下方的金修豪看着只有最后一口气的怪物，一击拔刀斩便彻底击杀了蝴蝶幼苗。见怪物失去了气息，金修豪终于是再也支撑不住，紧接着他直接昏倒在了地面。这回队长走到了蝴蝶幼苗的面前，他正想伸手获取幼苗粉，可却被身后的我厉声阻止。我不能眼睁睁让队长拿走，现在的他还不知道幼苗粉的具体功能，想来队长是因为精灵的副产物能卖出高价，这才会来凑热闹的。但幼苗粉对金修豪有大作用，能使得他与之后出场的劲敌对抗，所以我必须让他得到。而听到我的声音后，队长居然也停了下来，他扫视了一下四周，其他的学生早就被蝶粉催眠。尽管幼苗死后催眠效果变弱，我一个学生也应该很难抗住蝶粉才对，但我却一直撑到现在。想到这里，队长再次肯定了金河镇很神秘，于是他打算再仔细观察一下。可实际上，刚刚战斗的时候就已经吸入了粉末，此刻是用以太硬撑着的。我本想将面罩戴上，不过队长突然就对我出手了，这使得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等到他的魔力笼罩后，在原地赫然出现了一颗巨大的球体屏障，而在魔力屏障中，他露出了真容，同时询问我是不是认识他。闻言，我的脑子转得很快，随即故作惊讶地说了句：“你是李小鹏吗？”此话一出，队长当场有些短路了，他在脑海中搜索着这个名字。很快，队长也想了起来，那是他以前接近我时使用的假身份。队长想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发现的，随即我正准备说是刚刚，他就冷冰冰地威胁着：“要是敢说谎，就杀了你。”不过杀字还没说完，队长就改成了揍死我。被他这么一下，我赶紧说了是抢手表的时候发现的，虽然这个也是假的，但想必在队长的接受范围。我告诉他，近距离接触后就察觉到了异常，毕竟我的眼睛还是挺尖的。可队长明白，捡的才能不是眼力好就能识破的，加上我之前还无视了干扰道具，他不由得怀疑起，难道金河镇的魔力是自带降魔属性吗？如果是这样，那就解释得通，因为自带降魔的魔力，只要将魔力凝聚在视觉神经，确实能轻易的做到。且他的猜想要是成立，那么我对于伪色团来说，就是绝不能错过的宝贵人才。问完话后，队长解除了魔力屏障，看他缓缓的靠近，我都不禁流下了冷汗。但想不到的是，队长伸手是要将幼苗粉给我，紧接着他说作为代价需要我做出补偿，可后面队长却是沉默的说不出话，因为他也不知道该要些什么。对此通话中的简就着急了，随即就让队长慢慢的想。很快他给了一个让我疑惑的答案，队长仅仅是让我将联系方式告诉他，原来还以为差点小命不保，结果只是虚惊一场。虽然本次的期末很是崎岖，好在达成了重要的目标，但有了队长的掺和，我只能之后再自然的交给金修豪。等到队长离开这里后，我这才突然发现自己差点把雷切尔和伊万杰林给忘了。等到我转身看去的时候，在大树下的雷切尔竟全身散发着金光，看着光源是从他的怀中迸发出来的，随即我就明白这是伊万杰林诞生的迹象。下一秒巨大的金光让我都无法直视。此刻睡梦中的雷切尔，他还在想着要赶紧除掉精灵，不过突然的亮光让雷切尔有了些许意识，在梦中的他看到了一个小孩子，自己还一把轻轻的抱住对方，那温暖的感觉仿佛伤口都在慢慢痊愈，而且雷切尔在怀中的孩子身上还有种熟悉的感觉。如果要形容眼前的笑容，雷切尔想着就像儿时的自己一样，他似乎还听到了小女孩在说话，可却有些没有听清。随即雷切尔想再问问他，然而现在的雷切尔实在是太困了，而晕过去之后，他都还在小声询问伊万杰林刚刚说了什么，但雷切尔想知道的话，赶来的我却是听得清清楚楚，因为伊万杰林亲切的叫雷切尔妈妈，甚至还将我认作了爸爸。过了一段时间，等到蔡奈云醒来的时候，正好发现找来的考官们，我则是在搬晕倒的金修豪他们。乱作一团的第4天过去后，时间来到了第5天，所有的学生都陆续被安全送回，就这样令人厌烦的期末考试也如期结束。蝴蝶幼苗的出现也在考官间引起骚乱，最后经过协商，他们这才一致决定将击杀点数分给成功击退怪物的4名学生。而我上船后就一直在等待，可队长并没有联系我，这也让我好奇他到底为什么会对我感兴趣。就在我沉思的时候，蔡奈允突然打断了我，他想知道最后我是怎么搞定的。原来是蔡奈允从金修豪那里得知是我击碎了蝴蝶的翅膀，随即我便说着一把小手枪怎么可能做到。闻言的蔡奈允想来也是，他原本还想问最后发生的情况，不过我却是率先询问着当时为什么没有用弓箭。此话一出，蔡奈允犹如遭到了雷击，紧接着他怒吼着不是你让我用的吗？而我的回答是他太死脑筋了，在实战中使用还不熟练的武器会让自己很危险的。蔡奈允让我不用操心，因为他并不是剑术菜鸟。接下来我想知道他用了剑之后的感觉如何。看蔡奈允别过头去，我不由得质疑，看来你还是有点害怕对吗？闻言他急忙惊慌失措的辩解，可蔡奈允说谎话是特别的明显，这种设定另一个作者居然没改。随即我淡淡一笑，告诉蔡奈允今后多练练就不会害怕了。
毕竟你可是天生的剑士。回到学院的几天后，这时在食堂吃饭的柳烟霞听完蔡奈允说和我的经过后，柳烟霞果断表示金和镇肯定喜欢你，随即还问了一下金修豪的看法。他也觉得柳烟霞说的有一定道理，两人的连番起哄让蔡奈允感觉全身发热。柳烟霞正询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回头一看就发现了买东西的我。听到柳烟霞叫了我后，蔡奈允急忙转过头躲闪着，看到是金修豪他们，我也和他们打了一下招呼，缓缓地看了一眼浑身不自在的蔡奈允后，我便转身离开了。但就是这么一眼，就让柳烟霞再次肯定自己的想法。对此蔡奈允心中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一会后，我也回到了宿舍中，听到我买东西回来了，伊万杰林急忙奔向了我，嘴里还开心地叫着爸爸。见状我就让他别在房间里乱跑。伊万杰林想知道我去哪里了，随即就告诉他是去买饭。抱起伊万杰林后，我和他商量着以后能不能不要叫我爸爸，想让他称呼我何震或者何震叔叔都可以。不过小伊万杰林并没有同意，而是一直询问我为什么。至于他会在宿舍之中，还要从孵化的那天说起。当时伊万杰林问我为什么妈妈又睡着了，起初听他叫爸爸，我还在怀疑是叫的谁，怎料伊万杰林是叫的我。恰好当时考官们前来查看战况，我便询问他能不能重新变回种子的模样。伊万杰林还想询问雷切尔的情况，于是我就忽悠了一下他，随即伊万杰林很听话的变成了一颗种子。就这样我也成功将他带到了宿舍。伊万杰林吃饭的时候很乖巧，乍一看确实像是缩小版的雷切尔。让他先乖乖的吃饭后，接下来就是处理幼苗粉了。蝴蝶幼苗粉可以依附在拥有魔力的事物上，从而激发出部分隐藏的潜力。简单来说，不管是人或物，幼苗粉都能激发其的潜力。本来它应该自然的落到雷切尔和金修豪手上，可由于队长的缘故，现在我还得找机会转交给他们。与此同时，在雷切尔的宿舍中，他一直在想当时看到的孩子是谁，自己能清楚的感受到对方，且醒来后手上还留着女孩的余温。雷切尔想着可能是类似树精灵的生物，又或者确实是他产生的幻觉。可一回想起梦中的笑容，他还是会止不住的跟着一起开心，也依旧不断的回忆起那份暖意，仿佛是在诉说他们早晚还会重逢一样。几天之后，学校给大家发了一条消息，是关于工会体验的，被选中的学生可以去参加体验活动。这是一项为学生设计的制度，在放假期间可以去工会参观现任英雄的工作。国内排名高的工会则有权指定自己想要的学生，但每个工会只能从1至2年级中指定3名学生，因此排名在300外的1年级学生很难有体验机会。我也好奇英雄们平时都在做什么，除了我设定的业务外，想来他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可惜我的入学排名很低，就算期末考好了，也没办法挤进前300，所以本次的工会体验估计也是没戏的。正当我这么想着的时候，手表突然传来的铃声，对此我很是疑惑，居然有工会联系我了。慢慢的打开消息后，我就看到了来自精髓海峡的邀请。等到放假后，这时的柳烟霞正在路上等人，不一会我也来到了这里，见到我她很开心，本来还以为我会拒绝呢。柳烟霞还说有另一个人，但对方要晚一点，所以就让我们先过去。随即我就跟着柳烟霞出发了。路上她还说我在期末的表现很好，可其实最终我也只获得了67的点数。车行驶了一段距离后，柳烟霞就说着已经到了，缓缓看向上方的建筑，我就有些挪不开眼睛。柳烟霞也随之欢迎我来到精髓海峡。尽管是自己写的小说，但真正的具象化在眼前时，确实很让人震撼。进入大楼之中，里面的人很多，大家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现在也有人在介绍着，虽然是名义上的英雄体验项目，可有些工作也需要在室内完成，有难度的任务则是分析完后才能进行攻略。我也明白为什么排名低的我还能收到大工会的邀请了，想来是柳烟霞的决定，她是工会会长的女儿，这点权利应该是有的。很快我们来到了一个办公室前，里面正是精髓海峡的分析室。带我们来的人是中上格英雄朴尚浩，是柳烟霞的亲信。他听说我的理论成绩是第1名，所以就带我来了分析室。不过朴尚浩虽然看起来是个谦谦君子，但其实他是一个阴险小人，以后也会在柳烟霞背后捅刀子。这时身后又传来一道女声，来人是中上格英雄李真雅。她很是阴阳怪气的说着，一个934名的学生居然能来精髓海峡体验。李真雅针对的人便是柳烟霞，对此我也能理解的，因为她站队的是精髓海峡的副团长郑浩硕，而柳烟霞身为会长的女儿，是正统的继承人，李真雅自然将她视作眼中钉。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因为以后她会成为柳烟霞的属下，并一路做到副团长的位置。李真雅也是精髓海峡的主要角色，可不得不说，这家伙目前说的话确实很招人烦。很快李真雅看着手上的资料，就生出了一个想法，随即她让我如果有信心的话，就把这份资料的问题解决一下，然后还称呼我是小鬼。不得不说李真雅成功激到我了，于是我就向她借几张纸来用，怎料这家伙又继续嘴贱偷笑。恰好柳烟霞收到了消息，是最后的一个人到了，随后他们就一起出去接对方。至于我则是开始查看资料，上面写的是攻略地牢时的检测数据，还需要将最终的结果验算出来。我拥有观察和阅览的才能，这种问题对于我来说几十秒就能把结果算出来，接下来只要把最后的分析结论写上，这份资料也就能完成了。但李真雅这个家伙在马上做完的时候，竟满脸嫌弃的把资料收走了，还让我赶紧跟着出去。尽管生气，不过我还是下去了。可惜的是结论还没写，李真雅之后要
想请教我绝对是不会告诉他的。等到电梯门打开后，我刚刚踏出来，没想到迎面就遇到了蔡奈雨。下一秒他终于是反应过来，然后就询问柳烟霞我为什么也在这里。这下我算是明白了，原来最后一个人是蔡奈雨，可柳烟霞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与此同时，在柳振赫的事务所中，他很是愁眉苦脸，因为收集了整整1个月，结果关于金河镇的资料只有几页纸。柳振赫没想到难度会越来越高，不管他这些日子怎么窥视，都深挖不到我以前和哪些人有联系，甚至连父母是谁，为何成为孤儿都没有头绪。但期间查到的一个东西，还是引起了他的重视。另一边人员到齐后，就由朴尚浩带我们去体验出勤，在收到迎击命令前，需要在这里先等一会。这时他还问蔡奈允怎么迟到了。听到蔡奈允是去看望爷爷，朴尚浩还很是激动，因为他的爷爷是伟大的英雄蔡铸哲。而旁边的柳烟霞接到消息后，就表示稍后就到，自己要先去接个电话。来到卫生间后，柳烟霞就接起了电话，打来的人正是他的叔叔柳振赫。随即他就询问上次调查的情况怎么样。由于得到的结果太少，为了避免丢面子，柳振赫很是敷衍的表示还没开始查。他的话也让柳烟霞很是生气。紧接着柳振赫想知道侄女为什么要调查金河镇的父母，或者说金河镇这个人真的想找他的父母吗？闻言的柳烟霞告诉叔叔应该是想的，毕竟河镇把通缉名单都熟记于心，他在想是不是因为我的父母卷入了什么犯罪案件，这才导致我会记下名单。此话一出，柳振赫瞬间沉默不语，因为他联想到了让自己重视的那件事，于是很吊儿郎当的找了个借口挂断电话。柳烟霞还想问他什么时候开始调查，却不想电话已经被挂断了。另一边柳振赫很是沉重，他在想金河镇真是那件事的相关人员吗？那是一件发生在16年前的事件，当时在光武要塞，有87名躲进避难所的普通人以及保护众人的9名英雄全部遇害。柳振赫自己在几年前调查这件事的时候被人抓住了把柄，随后更是被柳家赶出了家门。虽然最后对这件事的解读是魔人所为，但亲自调查的他明白背后涉及了3位大人物，一个是当时 H 国的领袖金世虎，另一个是大贤集团的董事长蔡铸哲，以及柳振赫的亲哥哥也是柳烟霞的父亲柳振雄。几人甚至都没有亲自出马，而是雇佣的暗杀组织，因为他们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只有这么点。柳振赫越想越深，如果金河镇是留下来的受害者，且正在展开复仇计划的话，那就太过危险了。他明白得让这件事到此结束，要是继续调查下去，一旦被那个疯狂的老头蔡铸哲察觉到，自己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而在金髓海峡中的我们，等待了一段时间，终于接到了命令，需要去铲除出现的多头石化魔像。由于他们的速度太快，跑了一会，朴尚浩发现我消失了。对此蔡奈允让他不用管，我自己会跟上来的。至于柳烟霞，从回来后就满脸阴沉，被叔叔耍了一番，他心里烦得不行。很快几人就赶到了事发地点，许多的魔像已经在大肆的破坏，一队来不及逃跑的人马上就要遭到魔像的杀害。关键时刻柳烟霞的鞭子及时赶到，见状朴尚浩立即上前，随后猛然将手中的枪投掷出去，下一秒魔像也就被打成了碎石。恰好这时我终于是来到了现场，蔡奈允也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很快他做出了判断，眼前的这只魔像，蔡奈允决定用剑挑战一下魔像的弱点，来的时候就已经得知了，于是他对着怪物的脚腕砍了过去，可距离太近，眼前魔像的反应更是超出意料，蔡奈允还没有砍中弱点，就已经被魔像击中了腹部，强大的力量让他瞬间砸向了地面，艰难的站起来。蔡奈允没想到原本以笨重著称的魔像动作却如此的敏捷，而对方的进攻并没有结束，随即我急忙让他快躲开，可伴随着一声巨响，我却是愣住了，因为我已经用以太把蔡奈允拉了过来。刚刚的反应是我下意识的行为，这下我必须得说些什么，不然会引起误会的。于是就说着，下次可以拉开一些距离的，毕竟你的剑不是能变得比长枪更长吗？闻言蔡奈允就表示自己刚刚只是大意了，还让我接下来好好看着，但随后他还是说了谢谢。之所以让蔡奈允当剑士，是因为他的魔力容积是普通英雄的数十倍，蔡奈允的才能名为魔力之海，就连金修豪的魔力也不如他。当他以剑为媒介时，输出也将没有上限。等到傍晚的时候，我们就将全部的石化魔像解决了。救护队赶到后，我们就准备离开，可这时我突然察觉到身后的注视，使用千里眼看清对方的脸，他身上的特点也让我瞬间认出来。听到蔡奈允他们叫我离开，我也就不再逗留了，心中对他只是一阵抱歉，毕竟原著中以太本该是属于他的才对。晚上的时候，办公室内的李真雅终于是忙完了，这时他拿起我写的资料，就准备来评一下分。然而仅仅看了没多久，李真雅就傻眼了，他没想到我竟做得这么好，可没有分析的结果让李真雅很心痒，随即他就直接联系了我，还让我明天来工会聊聊。但已经知道工会怎么运转后，我肯定是不会再去了，于是就发消息给朴尚浩说了一下。不过看着他问原因，我便准备逗一下李真雅，随即给朴尚浩发了不去的理由，那就是有人嘲讽我是低排名的关系户。看到这个消息后，朴尚浩就知道是李真雅干的，见他很生气，李真雅就赶紧解释自己没有看不起的意思。另一边我发完消息后，基本能想到柳烟霞对着李真雅发火的情景了。今天跑了许多的地方，现在也有些疲倦。伊万杰林则是早早就睡着了，接下来我还有一件事要做，正好趁他睡着的时候搞定。给伊万杰林盖好被子后，我就把此前的幼苗粉拿出来，盯着满满一袋的粉末，我思考了很久，最后还是认为这个量很充足，
随即我把幼苗粉分成了均匀的3等份。金修豪和雷切尔固然重要，但我也得顾全自己，这种变强的机会我要把握住。今晚我便准备用掉自己的这一份，由于我的潜力不行，所以用在自己身上很浪费。这堆幼苗粉我准备用来提升以太的潜质。缓缓地把粉末倒下后，以太正一点点地吸收着，接下来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好了。就在这时，手表有了新的消息，没想到蔡奈允居然会来联系我，他是来再次感谢今天的事，但看着蔡奈允说了一个不过，我就想知道他后面还要说什么，怎料足足等了10分钟，也没有等到后续。等到我主动去问他，蔡奈允还很是疑惑，随即我只好让他快睡觉，以此来结束这段对话。这莫名其妙的聊天，起初我有些觉得浪费时间，可转念一想，还是会感觉到很新奇。想来我现在也已经从一个路人甲转变成了有戏份的配角吧。与此同时的另外一边，柳岩霞还在熬夜工作，就算是晚上，要处理的事依旧很多。她这会决定创建一个自己的情报组织，与其等自己的懒鬼叔叔，柳岩霞想着还不如自己上。写好招聘公告后，还收到了蔡奈允的电话，原来是下周二她和金修豪要去参加学术会，所以想问问要不要一起去。闻言，柳岩霞正准备拒绝，却听到了申宗赫也去的消息，随即就改口说着自己也去。蔡奈允还有别的事，她问柳岩霞有没有看自己和魔像的视频，对此柳岩霞表示看了，你倒在金河镇怀里的样子，我看得清清楚楚。听到她的话，蔡奈允顿时就着急了，于是还威胁着，要是把视频散播出去，就绝对不会放过柳岩霞。调戏了一番蔡奈允后，柳岩霞开心地挂断了电话。至于在宿舍中的蔡奈允，她没想到那段情景还是暴露了。继续干活的时候，柳岩霞很快又收到了信息，得知我放弃了工会体验的资格，还是因为李真雅说的话后，柳岩霞当即就愤怒了，于是就让李真雅赶紧接电话，辛辛苦苦的要拉拢金河镇，没想到最后却被破坏了。得益于他们的关注，我又收获了莫名其妙的 SP 点，尽管很疑惑，可有人送点数，我自然是很开心的。最近获得的点数也很可观，等以太激发的时间，我打算把点数全部用掉。在肉体的强度上，哪怕我很努力，也必然会落后于其他人，所以资源都要尽可能的提高武器威力。于是我就写了一个新的才能，名字是随机强化体系，能强化识别到的装备。虽然看起来随机这个名字很不靠谱，可有着顶级幸运值的我，这个才能绝对是很逆天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设定成功。随着我消耗 SP 点按下确认键，状态窗口却提示 SP 不足，才能的质量降低。但还不等我失望，强大的幸运再一次发挥作用，下一秒随机强化才能就设定完成了。唯一不足的是，强化威力的上限下降了，虽然结果不尽人意，不过鉴于这种逆天的效果，能设定成功也不错了。之所以这么急着准备变强，也是因为新的主线剧情马上开启了。一转眼暑假就过去了1周，这1周中我都在地狱训练中度过。虽然把 SP 全部投资到武器上，但这不代表我要放弃体能训练。上次以太被幼苗粉加强后，拥有了神秘的精灵之力，在经过最近的练习，我也彻底掌握了以太的使用。总的来说，以太潜力提升后，让我的肉体强化数值增加了 0.7。不仅如此，还增加了一个细节体现的功能，以后变换的物品会更加真实。结构太过复杂的物品比较耗时间，随即我就幻化出了一把匕首，准备好好试一下。仔细打量了手中的以太匕首，从外表和手感上都和普通的匕首一样，可只要我使用了随机强化这个才能，它的威力就会变得不容小觑，开山碎石也能轻易的做到。一番测试下来，这把小匕首的威力强得离谱，虽然和那些古代的遗物有所差距，但普通的外表才是关键的所在，它能让人放下戒心。毕竟没有谁能想到匕首的威力会这么高。时间一晃就来到了旅行俱乐部的活动当天，这时我告诉伊万杰林要出去了，回来的时候给他买好吃的，同时让他把自己的幽灵朋友变成动物就好，绝对不能变成人。闻言的伊万杰林也只好答应我。换上雷切尔送的大衣后，再和伊万杰林说再见，我也就直接出发去集合了。而在另外一边的帝国王宫内，一个叫亨利的管家让雷切尔以后可以安心了。经过和魔方的协商，接下来他们会派遣可靠的要员前往训练营担任保护工作。至于救下雷切尔的人，亨利询问着公主，不介意的话，王室工会想去单独联系。对此雷切尔欣然同意了，他知道我的实力绝对不止现在的排名，说不定早就有其他工会看上我了。尽管王室的工会不如 H 国内的著名工会，可他们的优点是拥有提前接触权利，而雷切尔也想把我招入自家的工会。与此同时，吴寒贤见人已经到齐，就招呼着大家前往帝国。路上的时候，蔡奈云整个人都被热傻了，毕竟他今天是穿校服来的。不过蔡奈云马上注意到我，他好奇我在校服外面穿夹克不热吗？对此我还表示很凉快，因为这件大衣有温度调节的效果。通过传送后，我们就抵达了帝国。四周的一切让大家很是好奇。吴寒贤则是介绍了今天的目的地，那就是屹立在空中的克兰西小岛，同样也能传送上去。克兰西小岛是帝国特有的浮空石制造出来的，在上面和钱相关的事物全部聚集在一起，如各种娱乐竞拍以及投资和企业的新品发布应有尽有。它无疑是帝国的黄金岛，本次的主线剧情也将在这上面开展。来到岛上后，金修豪问我们以前有没有来过，而我和柳烟霞都是第一次见，唯有蔡奈允例外，因为她11岁的时候和哥哥一起来过。看着由开心转为失落的蔡奈允，金修豪就询问着，她也是第一次来，想请蔡奈允为我们介绍一下。闻言，蔡奈允也瞬间来了动力。不一会，吴寒贤告诉我们，今天下午7点岛上有一场大型活动，举办方很欢迎魔方学生的到来。在活动开始前，他让我们可以自己先去游玩一圈。这时蔡奈允举手问了一个问题，得知去娱乐场所也没事后，他就催促着我们一起前去。很快我们一行人来到了目的地，这里充斥着各种奢华的气息。见他们都各自换钱去玩后，我也就跟着去找了前台。
来，但之所以要等他们离开，也是因为眼前的服务员是简伪装的。随意的和他搭话后，我也就离开了。伪色团的到来我是知道的，毕竟7点的大型活动会出现一件让世界各地的野兽觊觎的东西。来到这里我一直都很激动，因为有着超高的幸运和千里眼，在这个地方赚钱简直是轻而易举。剧情触发时间是7点，我的时间还绰绰有余。不过玩了一圈赚到不菲的钱后，我就发现了坐在桌上的蔡奈允，他对面的那个人应该就是骗子贝尔特。蔡奈允正准备离开时，却被贝尔特认为是黄毛丫头的话击到，于是他就准备继续玩下去。按原来的剧情，接下来的2个小时，蔡奈允会输光所有钱，最后躲进酒店里大哭。其实会输也是因为这个桌上除了蔡奈允，其他人都是同一个团伙，他们是骗子贝尔特的手下。这家伙算是一个有分量的角色。望着抓狂的蔡奈允，我不由得感叹这个冤大头。其实我倒也不在意他这个富婆会输多少，关键是我看上了贝尔特的一件东西，于是我就主动上前，让蔡奈允起身让我来，不想让蔡奈允这个冤大头下去。旁边有个人就假装有事先走了，随后我们就坐在了一起。游戏开始的时候，旁边的男子好奇我为什么不看牌，对此我没有回应，毕竟我不需要饭，也能看得一清二楚。另一边的简正在给队长汇报着情况，他还怀疑自己是不是暴露了。闻言队长想着应该没有，他认为我需要把魔力凝聚在视力神经上，才能识破简的才能。想到这里，简也认为有道理，因为他刚刚没有感受到魔力的流动。与此同时的桌上，由于一轮轮的叠加，很快我的筹码已经不够。随即贝尔特就让我要不要压上戴着的戒指，他认出了这是魔法道具，不过这也正中我的下怀。贝尔特还想知道这枚戒指是什么。闻言我脸色假装一沉，然后表示不方便说。见状蔡奈允想到了我孤儿的身份，他以为是留下来的遗物，于是蔡奈允就突然站起身，然后和我说着不玩了，他不想让我丢掉这枚戒指。无奈之下，我一把拉着蔡奈允坐下，随即还告诉他好好看着就行，因为我是绝对不会输的。这时我表明戒指很珍贵，想让我压上，那他也得赌上自己的手镯。闻言贝尔特便欣然的答应，他本以为自己拿到好牌就稳赢了，结果却是以失败告终。气急败坏的贝尔特还想说我出千，可惜经过安保的确认后，还反而被蔡奈允一阵嘲讽。事情结束，我也如愿拿到了手镯，这是一件能恢复魔力的遗物。目前贝尔特还不清楚它的真正价值。傍晚金修豪他们已经等了一会了，柳烟霞看我们现在才来显得很生气，但转身一看，却发现我竟然换了一身的装扮。至于蔡奈允则是负责给我提东西的。见状他们好奇我从哪里来的钱，听到这里蔡奈允就来了兴趣，随即给他们说起了刚刚的事。就在这时后方来了一个男子，他认出前方的蔡奈允，看到对方的第一时间，蔡奈允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柳烟霞好奇地询问男子是不是矿源工会的金俊宇猎人，看到有人认识自己，金俊宇很是开心。在我们交流的时候，队长也在默默地注视着，随后他呼唤了一下简，下一秒简直接从墙体钻出，而接下来他们将正式开始行动。不一会后，许多人纷纷来到了克兰西小岛上，大家都是来参加罗顿集团举办的活动。本次最吸引人的点是在活动里能看到传说中的白色水晶。主持人还在一点点为来宾介绍的时候，这时一个女孩的下车便吸引了全场的注意。来人正是毕国的公主蕾切尔殿下，她今天盛装打扮受邀参加活动。穿过众多媒体的采访后，蕾切尔就进入了活动的大厅内。到了这里，她也松了一口气。一路上的嘈杂，蕾切尔并不喜欢。这时身后有人叫住了她，此人是罗顿集团目前的总裁泽连。对方的到来，蕾切尔的情绪明显不好，不过还是询问着有没有做好防范魔人的准备。泽连让他放心，现在的克兰西小岛绝对是最安全的地方。为了举办派对，罗顿集团派遣了很多上格英雄。紧接着泽连还嚣张地表示，作为王室工会的最大赞助商，他们保证这一次可以让工会青云直上。这一刻泽连的邪恶嘴脸毫不掩饰，蕾切尔则是更加的忧心。大厅中参加的人陆续在入座，我们也已经进入了里面。此刻距离活动开始还有半小时。现在我有一个疑惑的地方，罗顿集团为什么要在如此危险的地方举办？他们在我的设定中是内部最为腐败的公司之一，尽管高层没有魔人的存在，可有很多和魔人不相上下的恶鬼。白色水晶落入哪边的手里都是祸患。今天还会出场3个重要的魔人，一个是负责搬运的内德，另一个是此前的希拉森，以及恶世会的金鹤标都会到场。凭我目前的实力，要抢夺水晶简直是异想天开，所以还是在一旁观望剧情发展好了。毕竟还有别的组织也会参战。恰好这时队长主动上前和我搭话，见到他后我就赶紧打了一下招呼。队长表示自己是来担任安保英雄的，怎料通话那头的简却恭喜他终于见到了自己的暗恋对象，这也让队长瞬间暴怒。看到他的模样，我则是吓了一跳。见状，队长解释着是同伴在耳机那头乱说话，但其实我也听到了。我和他聊天的时候，金修豪也注意到新出现的人，于是就询问我队长是谁。我也将队长此前的假信息告诉了他，顺便给几人互相介绍了一下。然而刚刚一起进来的金俊宇走了上前，他先是主动自我介绍，下一秒却是想知道队长是怎么认识我的，还问队长是隶属于哪个组织的英雄。可金俊宇还没等到回答，活动也就正式开始了。周围的人纷纷看向了中间，队长也有了借口，表示自己要去完成安保的任务，随后就转身离开了。我看金俊宇的样子，不由得猜想他难道察觉到了什么吗？队长的事结束，我们就又继续聊天。蕾切尔则是注意到了我的位置，还发现了我身上的衣服，他没想到我这次会穿自己送的礼物。活动开始的第一幕是泽连的登场，他为大家介绍了本次的珍贵宝物白色水晶，这是由魔力自然凝聚而成的。迄今为止总共发现了480块水晶，不过并没有人完全发挥它的
威力。说到这里，泽连很是兴奋，他告诉所有人，接下来罗顿集团将展示白色水晶真正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雷切尔一直在观察场内，从刚刚开始，他就发现大厅内有不太自然的黑色人影走动。起初，雷切尔还以为是安保，但随着数量越来越多，这让他心中升起不好的预感。且现在有太多人在场内，也无法轻举妄动。就在这时，我的起身吸引了雷切尔。刚刚他们几人去参观后，我选择了留下来。这回活动还没结束，雷切尔对我离开的行为很疑惑，随即他不由得想到，每次我都会出现在案发现场，且总是给人不寻常的感觉。于是雷切尔就让贴身护卫前去监视大厅的可疑人员。等到2个护卫下去后，他就缓缓拿起了戴着的项链。下一刻，雷切尔使用了这件魔法道具，让自己完美的隐藏了起来。他这会准备先追上我再说。我们刚刚离开大厅中的一个男人就在默默地听着属下汇报。经过探查，克兰西大厅的水晶确实是真品，而男人正是恶世会的金鹤标。他听着泽连在台上的大肆宣传，不由得感叹对方真是想钱想疯了，想给贵宾们证明是真品，然后让股价暴增，进而赚取更大的利益。当然，金鹤标也明白，这是罗顿集团对岛上的安保很自信，毕竟这是由魔力形成的浮空岛，魔人无法连接出人工传送点，唯一的传送点也被严加防守。可在金鹤标的眼中，这些准备都不够看，因为他们今天还动员了空中运输机，随即就下令让所有人开始行动。而在另一边，我一点点的前往大厅的最高层，一路跟在后面的雷切尔愈发好奇，我的目的地究竟是在哪里？不一会后，我抵达了2扇大门的前方，但门是被锁死了的。雷切尔不明白我去天台有什么意义，而且只有用钥匙才能打开大门。他想着我可能会被劝退，怎料我却是拿出了一把小锤子，这让躲着的雷切尔傻眼了。克兰西小岛是禁止携带武器的，但是这些工具能带进来。可雷切尔不明白这种锤子要怎么砸碎合金铁门。不过随着铁门碎裂的声音传来，他也被眼前的一幕惊得说不出话，因为我连魔力都没有释放，就用一把普通锤子将铁门砸成废铁。但不等雷切尔缓过神，楼下突然就发出了许多的惨叫声，而现在的大厅中已经是乱作了一团，宾客们遭到了魔人的疯狂攻击，泽连也被恶世会的人抓住。他是完全没想到眼前的魔人会从天而降。内德拿到白色水晶后，还渐渐地朝着泽连道谢，但他正想离开的时候，突然就感受到了身后的危机感。下一秒，大厅内瞬间激起了剧烈的爆炸。前来阻止的上格英雄陈向晨很惊讶，因为对方不仅躲掉了自己的攻击，还拥有分身这种烦人的能力。他本以为眼前的魔人会和自己正面较量，怎料内德直接操控8个分身开始逃跑。见状，陈向晨也很懵逼，无奈也只能选择一个去追。暗处的队长也将一切看在眼中，场内这会不仅有魔人，甚至还冒出了许多的怪物。金修豪和蔡纳云努力地抵挡着。就在这时，有人在呼唤着蔡纳云，转头一看，原来是金俊宇猎人。刚刚大厅太乱，他们都各自去对付魔人了。找到蔡纳云他们，金俊宇还向金修豪丢了一把剑，这是他从死掉的魔人手中拿来的。在几人战斗的时候，我则是独自站在天台上观望。按照剧情，内德会分裂成8个人逃出来。首先是东边的英雄正在追的，但这个分身手上并没有水晶，而南边的是变装成魔人的简在跟着。不过水晶也不是在南边，现在还剩下一个人在追赶分身，也就是北边的队长。根据原著，水晶确实就在北边的分身手上。队长在追赶的途中遇到了恶世会成员的阻拦，被多个魔人围攻。他却是不紧不慢地抬起手，紧接着发出一团魔力球就飘向几人。见状的魔人一点都不放在眼中，可看起来一碰就碎的球体竟直接将魔人疯狂地吞噬进去。听到同伴的惨叫声，其余的魔人便知道踢到了铁板。然而现在要逃跑已经太晚了，队长的招数简直诡异且残忍。内德看到被吞噬成残渣的魔人们，也不由得面露惊恐，但仅仅是一瞬间的功夫，他就被队长的攻击命中。天台上的我目睹了这场一边倒的战斗，虽然队长是我创造的角色，但他的能力确实太残忍了。可当我以为水晶会按照剧情落在伪色团手中时，被队长击杀的内德竟然也是分身。下方的队长也很是不解，他还以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一幕也让我彻底坐不住，随即赶紧打开电脑，想看看是不是设定发生了改变，但我没有收到新的消息，这意味着是此前发生的一切导致了剧情单纯的出现了变数。着急的思考了一番，我很快想到了找到水晶的办法，虽然之前一直没有尝试过，不过现在时间不等人。紧接着我将圣痕对准自己的眼睛，我把魔力汇聚到眼中，全力使用千里眼。果然如我所料，有了魔力加持的千里眼，如今才是名副其实的。快速的在整个现场寻找了10多秒，我还是没有发现水晶的位置。好在一辆超速行驶的车引起了我的注意，仔细一看我就发现了上面的水晶。可这时画面突然变得很模糊，眼睛更是传来了一阵剧痛。对此我也明白，这是千里眼达到负荷导致的，但现在时间紧迫，根本没有时间休息。随即我就主动追了过去，一跃来到了地面后，刚好在这里停放了一辆摩托车。心中和车主默默道歉完，我便骑着摩托车直接出发。这时大厅内的战斗也逐渐转向了外面，蔡纳允他们正保护着宾客离开，恰好我骑车看到了组织人群的蔡纳允，于是就大声呼喊了一下他。接下来还有许多的魔人和怪物，看到他手上没有武器，我就将获得的魔力剑扔给了蔡纳允。见状他还有些疑惑这是什么，快速的说明了魔力剑的效果。在提醒蔡纳允注意安全后，我不等他继续询问就骑车冲了出去。从西迪厄斯手中抢来的特殊装备，他的能力值会根据使用者的魔力大小变得不同，所以我想着魔力剑在蔡纳允的手中肯定能发挥远超魔人的力量。而我在行驶的过程中又一次使用了千里眼，根据对方的速度，我应该很快就能追上。几分钟后，车上的魔人已经联系好了运输机来接应，可就在他们以为高枕无忧的时候，我却是直接骑着摩托撞向了小车，强大的冲击力让小车翻倒在地。成功的阻拦魔人后，我也稍稍缓了一口气。不过
过在车内的一个魔人并没有事，还一脚踹开了车门。而他出来的时候，很是嚣张地宣布了我的死亡。看魔人朝着天上的飞机求援，我才明白这家伙是还有帮手。对此，我果断拿出了电脑，然后看了一眼运输机的编号，随即就花费 SP 点修改设定，让这架运输机返航。修改刚刚完成，前方的魔人就傻眼了，因为天上的运输机竟然开走了，现在已经没人能够妨碍。接下来我就准备拿走白色水晶，但后面传来的一阵呼啸声，却让我瞬间察觉到危机感。而下一秒，一道恐怖的魔力骤然出现，紧接着就在魔人的位置引发了爆炸。等到我看清烟尘中的情况时，恶世会的魔人已经失去了生命，来人是伪色团的七俊景，他是前来抢夺白色水晶的。七俊景的到来让我顿时大感不妙，本想思考该如何夺取水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不对劲，因为七俊景身上扛着的竟是雷切尔。这下我明白，局面变得更加的糟糕。随即我悄悄让以太抽了出去，然后抢走了地面的白色水晶。见状，七俊景让我赶紧把东西放下，我则是要求他先放了雷切尔。闻言的七俊景这才明白，我要的是肩上的女孩。他本以为雷切尔也是来找水晶的，所以就顺便带了过来。七俊景有些好奇，难道这个女孩对你很重要吗？不过说完后，他突然来了兴趣，于是问我，到底是他扭断脑袋的速度快，还是我往箱子上开枪快？对此我冷冷地表示，谁快都无所谓，但要是再不放下雷切尔，就永远得不到你们想要的东西。七俊景也没想到我会这么硬气，随即他将雷切尔一把丢在了地上，同时让我把东西给他。见状，我也把箱子扔了过去，毕竟白色水晶也不是我能处理的。原本最佳的选择是将水晶转交给雷切尔，让他成为王室的物品，可现在的情况只能拿他来当筹码换人。我好奇雷切尔是怎么被抓的，正想等他醒来问问的时候，七俊景竟然直接冲向了我。这一切仅仅是发生在呼吸间，我根本就来不及反应他的袭击。七俊景的这一拳也没有丝毫的留手，但令我没想到的是，他的力量完全规避掉了我。这会七俊景很是意外，他不由得说着有意思，因为在七俊景的眼中，我的胆子很大，面对自己的拳头，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而且从一开始，七俊景就发现我在观察他的动向，这无疑很符合他心中战士的姿态，随即也就收回了拳头，并且说我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转身离开时，七俊景还表示很欣赏我，至于我则是一句话也没有说，直到确定他真的走远了，我终于是控制不住的瘫倒在地，刚刚真的差一点就死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距离死亡这么近。七俊景的攻击我压根就没有反应过来，如果他对我的表现有半点不满，我想自己的脑袋应该已经搬家了。总之这次算是躲过一劫。恰好此刻雷切尔也苏醒了，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敌人的情况，告诉他对方走了后，雷切尔有些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将发生的过程全部说了一下，还询问他也是来追水晶的吗？怎料雷切尔居然是跟着我过来的，紧接着还将一枚子弹拿给我看，他想知道是不是我的，还表示是期末考试的时候捡到的。闻言我便明白是远程狙击时掉落的弹壳，随即也承认是自己的。当我正准备拿回来的时候，雷切尔却是收了回去，还将子弹放进了口袋里。他这次跟着过来是担心我遇到和他一样的魔人袭击，不过敌人比预期的要强很多。雷切尔很是沮丧，因为他什么忙也没帮上。短暂的沉默后，雷切尔还是忍不住询问我当时为什么要帮他。如果说其中可能是机缘巧合，但期末的这一次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他能感觉到，从下船后我就一直在注视着他，原因我肯定是不能说的。随即就下定了决心，然后告诉雷切尔，因为我是你的粉丝。此话一出，他完全没有想到，为了提高信服力，我还拿出了加入雷切尔粉丝后援会的证据。这个借口虽然太假了，可也好过直接说你是小说里的主要角色，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死掉或者受伤。思考了一下，雷切尔慢吞吞地说着，如果是粉丝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你喜欢我？听到雷切尔的反问，这一次换成我傻眼了。而过了一段时间后，大厅外的魔人和怪物就解决完了。看着损坏的头发，柳烟霞整个人都在唉声叹气。就在这时，蔡奈允急忙跑上前，他想知道柳烟霞有没有看到那个。这莫名其妙的话让柳烟霞不确定蔡奈允指的是什么。这场战斗中，他确实看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最夺人眼球的是能徒手炸掉一切的矿源猎人金俊宇，还有斩断万物的剑圣金修豪。他将敌人的攻击全部轻松斩断，而蔡奈允更是让人意外，拿到了我给的魔力剑后，蔡奈允简直是战场上的群杀霸主。他对我送的魔力剑也非常的满意。不过听到蔡奈允说自己指的是金河镇后，柳烟霞这才从刚刚的震惊中回过神来。他和蔡奈允一样，都看到我骑着摩托车出去了。两人还在想我去哪里的时候，金修豪就急匆匆的带来消息，原来是有人发现雷切尔不见了。蔡奈允也想起来，打起来后就没有看到他。柳烟霞更是怀疑，难道魔人们一开始的目标就是雷切尔吗？确实，只要把雷切尔当成人质，完全能要求帝国把克兰西小岛转让给他们。想到这里，柳烟霞不由得怒骂恶世会卑鄙无耻。不过这时有人看到了一辆驶来的摩托车，上面的人赫然就是失踪的雷切尔。看到他平安无事，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可蔡奈允却注意到，这辆车是刚刚金河镇骑过的。对此，柳烟霞想着，大家都被这场意外搞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我却骑着摩托车去了别的地方。事后雷切尔还骑着那辆车回来了，这岂不是说我独自干掉了魔人，然后解救了雷切尔吗？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毕竟魔人中的高手很多。另一边我则是累得只想回宿舍休息，而新的主线剧情也就此结束了。等到第二天晚上时，还有一场聚餐，此时蔡奈允正在等着人，我来的时候只看到他一个，询问了一下才知道我来的太晚，其他人已经去餐厅了。这时蔡奈允让我
快点过去。今天是他请大家吃饭，对此我感到很稀奇。难不成蔡奈允遇到事了吗？走了一会，他却停下了脚步，脸上还多出异样的紧张。随即蔡奈允叫住了我，他有个问题想知道，那就是我们之间当个朋友应该没问题吧？蔡奈允的话我是没想到的，但沉思了一下后，我便回答了不行，还告诉蔡奈允我们当不了朋友。闻言他不禁握紧了拳头，紧接着表示自己也是随口说说的。蔡奈允还认为我是看不起他，见他气冲冲的离开，我剩下的也只有沉默。毕竟我们确实没办法当朋友，因为我早晚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为此还需要杀死他最亲的人，所以交朋友什么的就算了。如果成为朋友的话，我想到了那时他会更加难过。又是一天过去后，我们也回到了魔方中，见我终于回来了，伊万杰林便跑来迎接我，还蹦蹦跳跳的询问我有没有带好吃的。拿到我买的2只炸鸡后，他就开心的和我说谢谢。见状我不由得一阵欣慰，这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很不错，有了吃的东西，伊万杰林应该能安静一阵子了。现在假期也只剩下3天，我要把没做完的事情收尾。第一步打算先从联动智能手表开始，不然每次发生意外都要打开笔记本确定，还是太过麻烦了。之前为了省 SP 点一直没修改，上次因为七俊景的出现，我还获得了1点 SP， 正好今天把笔记本和手表完成同步。随着剩余的点数消耗完以后，我便可以用手表来快速查看和修改。搞定了这件事，就只剩下一个重要的了。回来学校的时候，我就联系了朴秀赫，请他帮我去弄一辆摩托车。这时朴秀赫也问到了一辆性能最好的车子，而我让他直接按顶配选。虽然朴秀赫感到很震惊，因为顶配很贵，但我再次确认后，他表示马上就去订好。在克兰西小岛我赢了很多钱，所以买摩托车的这点不算什么。况且伏魔之主很快就要攻略 X 市的魔窟，他们上市之后，此前买的股票就会暴涨。一想到这里，我就止不住开心起来。第4天的时候，为期1个月的暑假也就结束了。回来的时候听到大家在聊社交平台的事，我这才想起来，已经很久没看主角团的社交平台了。以前我都是实时关注他们更新的，申宗赫发的内容很夸张，不是在耍帅，就是在秀锻炼的日常，关键是给他点赞的人还非常多。但是我看了之后，已经开始有些呕吐感了。至于金修豪和柳烟霞很少玩，雷切尔的账号是王室代管的，而蔡奈允的最后一条更新，分明就是在克兰西小岛发的。看样子我的拒绝让他很伤心，不过我想他应该会独自克服的。观察了一圈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异常。上课的时候，教官宣布了第2学期开始，他告诉大家，新的学期不仅排名会变，还会来新的插班生。昨天的时候还有插班生的分班仪式，这是在国内的10所顶级魔法学院中，如果有想成为英雄的魔法师，他们就会以插班生的身份来到魔方，每个班个20名，总共会转来200个魔法师，其中剧情占比大的我都记过了。教官介绍完就让插班生进来，但查看有几个重要角色来我们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中的一个人很熟悉，对方的脸让我很是惊讶，因为他正是小说中以太原本的主人托梅尔。虽然肤色和发色都不同，可那张脸绝对错不了。打开手表，果然看到新的设定变化。另一个作者认为托梅尔的出场太生硬，且实力强的毫无根据，所以要从小说初期就让他先和主角团建立纽带。看完设定后，我很是无奈，因为这纯是在给我增加麻烦，毕竟托梅尔可不是什么善茬。新的学期开始，我的第一件事是先搬进新的宿舍，看到比之前豪华数倍的房间，伊万杰林变得很是激动，房间变宽敞了，我想他也能住得舒服些。能分配到这个宿舍，也是因为我的排名提升了。魔方是按排名分的，我刚好处于中等成绩的位置，有这个排名我很满意。之前的宿舍太小，我还担心伊万杰林住得太压抑。至于接下来该怎么对付托梅尔，只能从现在开始慢慢想了。开学的第一门课程是野外训练，这也是为了拉近原班级学生和插班生的关系。学校还给本次训练取了代号，叫危险的爬山之行。山里没有危险的怪物，但是有各种陷阱机关。教官告诉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不小心的话是会受伤住院的。接下来大家以12人一组进山，每组的入口也都安排好了。教官发出指令后，所有学生便集体进山，可越往山中走，天气却在逐渐变暗，而且还很冷。金修豪提醒大家小心，如果教官说的是真的，那么随时都可能遇到陷阱。不过他刚刚提醒完，就有一个魔法师插班生中招了。金修豪他们也反应了过来，但这些陷阱的速度太快，很多人都纷纷被绑到了空中。成功解救了学生后，蔡奈允他们就准备转移地方，怎料往前的时候，却出现了一只形似女鬼的生物。只是一瞬间，蔡奈允和金修豪都被吓得转头逃跑。来到外围后，他们才坐在地上休息。这会全部人都被刚刚的女鬼吓坏了。缓过神时，金修豪和蔡奈允还互相夸赞对方的表现。不过蔡奈允突然想到了什么，于是就询问金修豪和自己是不是朋友。闻言，金修豪表示当然了，同时好奇他问这个干嘛。这下蔡奈允也明白金修豪的反应才正常，但我却说当不成朋友。他不由得想着还有一种可能，难道金和正想越过朋友的那条线，迈向和自己更亲密的关系吗？想到这里，他的脸都红了几分。恰好这时我也发现了他们，接下来2组的人就在互相交流着。我们队排名最高的是20名的李志宇，以及第41名的德里克。德里克说他们遇到了幻影结界，还迷路了很久。最后是金和正站出来指路，起初他觉得莫名其妙，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准确的找到了出口。紧接着几人还聊到了第2学期的组队活动，询问了一下金修豪和蔡奈允，他们也没有定好
好队友。这时李之允说着，他到时候想找金河镇试试，毕竟分组是按成绩来选队友的。所以李之允想着，既然要和低排名的一组，那金河镇应该是3位数排名里面最好的了。他的话也让蔡奈允和德里克很惊讶，可不知道为什么，蔡奈允突然表示，金河镇那家伙其实很冷漠和挑剔，所以他不推荐李之允选择。但蔡奈允内心也很纠结，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听到蔡奈允说我的缺点，德里克就接过话，他表示我有很多不好的传闻，比如经常离开魔方去放纵享乐。闻言，蔡奈允和金修豪明显不高兴了，不过德里克没有注意，还继续说有暴力组织来贿赂我。德里克的话也彻底惹怒了蔡奈允，他很是生气地质问德里克，这些都是你亲眼所见的吗？见到蔡奈允怒气冲冲的样子，德里克结结巴巴地回答没有看见。金修豪也支持着蔡奈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就不要说那种话，他相信我不是那种人。紧接着金修豪结束了话题，现在休息的差不多，大家就开始继续爬山。等到晚上的时候，今天的训练也就结束了。与此同时的柳烟霞，她在测试完装备的变身效果后，就带上了准备好的装扮。今天是柳烟霞的情报工会落花第一次开会，落花与精髓海峡各成一派，只有未来确定是他下属的，才能成为该工会的成员。经过假期的张罗，柳烟霞已经确定了部分人员。第一次开会，所有人都很激动。接下来，柳烟霞把工会的具体方向说了出来。落花她分成了3个大板块，一组负责收集竞争对手计划或者情报，首要的目标是国内那些排名在前的工会计划；二组专门去调查有无新增的地牢或者出现的心中上级怪物位置；最后就是3组要做的事，他们需要在暗处执行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比如被调绑架等，必要的时候甚至要执行杀人的任务。3组也即是落花暗中的影子。现在柳烟霞发布了3组的第一次任务，就是去调查这5个人的过去，但不能被发现或者伤害他们。所有的任务下达完，落花的第一次开会就结束了。这次的背景调查，其余4人是附带的。柳烟霞真正想知道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的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刚刚醒来，就发现伊万杰林跑到了我的房间，看他还在呼呼大睡，我没有打扰，摸了摸他的头后，随即也就走了出去。这时家里的小猫正好也醒了，它是伊万杰林制造的幽灵，且不是幻影或者灵魂体，而是伊万杰林用能力做出来的实体小猫。虽然现在的作用就是可爱，但后面肯定能让我如虎添翼的。想到这里，我就美滋滋的去食堂打饭。路上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人叫我，转头一看，没想到是刚刚锻炼完的柳烟霞。她好奇我这是去做什么，得知我要去食堂，于是柳烟霞就跟着一起去。路上她又一次问我想好未来的事没有，毕竟现在离去当实习英雄只有1年多了。告诉我时间不多后，柳烟霞再次向我发出邀请，她希望我能加入精髓海峡。老实说，加入柳烟霞的工会，基本相当于一只脚踏入了成名之路。可是我有心仪的地方，随即也给她说了，我对矿源的猎人工会更感兴趣。闻言的柳烟霞却是没有生气，而是信誓旦旦道，一定会让我回心转意的。她说只要带回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想必我的想法应该会有所改变。闻言我顿时傻眼了，不明白她指的是什么。问了柳烟霞也不告诉我。就这样我们一路聊天去了食堂，期间她还说李真雅受到惩罚了。吃完饭也就到了上课时间。最近我都在关注着金修豪，他应该是要准备去攻略地牢了。原著小说中，金修豪暑假结束后去剑岳山的途中，由于被剑气的共鸣所吸引，他找到了从未被发现的地牢。在其中，金修豪获得了非常重要的武器，可那把武器需要用幼苗粉的力量来觉醒。问题是幼苗粉还在我的手上，加上另一个作者的插手，这个地牢是有可能发生改变的。考虑到金修豪的安全，所以我必须要跟着他去。毕竟我很清楚这个世界对金修豪有多狠，而且说不定我可以在里面捡到便宜。时间一晃，今天的课程也就结束了。本来还想在攻略地牢前就想好应对托梅尔的办法，现在看来要往后推迟。目前他应该还没有彻底站队魔人，只要找到托梅尔的父亲，还是有机会拉拢他的。因为托梅尔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出失踪的父亲，并亲手将其杀死。不过我也不知道托梅尔的父亲在哪里，当时并没有细写，加上魔力不足，使用真实之书也只有模糊的情报。柳正鹤那边我没有考虑，他基本是负责国内的情报，托梅尔的父亲在国外，很可能是查不到的。不过很快我想到了一个能帮我的人选，对方是金春东唯一的朋友，也是重点军校情报系的毕业生。于是我晚上就打电话给了金浩业，告诉他是我后，金浩业这才反应过来。从入学仪式结束，我们就很久没联系了。这时我没有掩饰来意，直接就表示想用一笔不菲的报酬，请他帮我找一个人。另一边浩业也答应了我，不过说话的声音很小。要挂断电话的时候，我问他是不是被上司欺负了。闻言，金浩业好奇我是怎么知道的，而我是从他说话突然很小声猜到了，于是就告诉浩业，如果最近打算辞职的话，可以引荐他去一个工会，以他的能力肯定能拿到好待遇。同时告诉金浩业，对方是一个叫落花的情报工会。通话结束后，我不禁想着给柳烟霞介绍这么一个人才，他说什么也得好好感谢我吧。到了深夜的时候，金修豪正在独自一人练剑，他的剑术已经炉火纯青，但这时金修豪突然停下了动作，明白他的意思后，我也就从后面走了出来。见到我，他这才收回了怒剑。现在刚刚开学，没想到金修豪就如此刻苦，而我则是随意的试探着，看你这么努力的架势，不会是要独自去攻略地牢吧？闻言，金修豪还让我不要调侃自己了，怎料下一秒我却直接说了剑岳山。他不明白我是怎么知道的。见状，我让金修豪不要紧张，只是外出的时候碰巧看到了，毕竟我的眼睛
睛一直是很尖的。随后我也说明了目的，想让他带我一起去那个地牢，到时候的奖励只需要分给我1成，如果得到1根树枝的话，给我几片叶子就好了。看我没有半点的隐瞒来意，金修豪也承认了自己上周确实发现了一个地牢，原本是打算独自去攻略的。我告诉他一个人去的话，不管怎么说肯定会有难度的。对此金修豪也表示自己去会很危险，但能不能把后背放心交给我，就又是另外一回事。随即他脱下了身上的外套，金修豪此刻想亲自验证一下我究竟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他询问着可不可以简单测试一下。这个发展让我有些始料未及，我和金修豪的差距太大，哪怕他只用1只手，我都不敢保证能赢。于是我说着这里地形开阔，对射手不利，而且武器对我的影响很大，这么比试的话不太公平。但金修豪并不在意，他也不准备测试我的武器性能，同时也不需要我能打赢。等到自己心满意足的时候，自然就会收手了。见状我只好答应下来，看样子他早就想和我交手了。于是我开始思考着该怎么应对金修豪。虽然他拿的是木剑，可只要魔力一覆盖，我的子弹就是摆设了，正面迎战只会惨败，从而降低好感。要达到金修豪的预期，只有试试别的方法。而他脱下的衣服正好让我想到了办法。就在金修豪表示准备好就告诉他的时候，我趁机悄悄修改了一些设定，花了10多秒写好后，我就说着可以开始了。闻言他也回应了我战斗开始。不过话音刚刚落下，金修豪竟已经来到了我的身前。好在我及时使用了子弹时间，成功看清了金修豪木剑的轨迹，随即躲开了他的攻击。金修豪则是反转一下剑柄，便朝着闪避的我继续追击。这次的速度很快，哪怕看到轨迹，也还是被剑锋割伤。我不能一直被动挨打，那样肯定得不到金修豪的认可。紧接着就拿出手枪果断开枪，他的反应很快，轻微的挪动身躯，也就躲掉了我的子弹。好在这也让我有了喘息时间。金修豪的速度很快，使用了子弹时间才能勉强躲掉攻击，所以不能继续拖下去，否则技能效果结束，根本没有半点机会。接下来我要一点点的引导，使他踏入我设下的陷阱。而金修豪在我准备射击的时候，又一次瞬移到我的身后。这一次我确实没有反应过来，随即赶紧用出了以太，缠住前方的大树后，我得以脱离金修豪的攻击范围，哪怕只是慢一点。我想此刻已经落败了，他的这一击并没有丝毫留手。对此金修豪也不意外，他表示这种攻击我果然还是能躲掉，但是现在的我退无可退。金修豪想知道我要怎么去应对，而我现在则是在赌他的落脚点会踩在脱掉的外套上。下一秒我还是赌赢了，随着我设定的陷阱发动，金修豪被当场弹飞了出去。等到他重重的摔在地面时，我也就赢下了这场测试的胜利。刚刚的那件外套，我将它修改成了陷阱，有人踩到的时候会被强力推开，触发一次后效果将自行消失。这时金修豪很是干脆的承认自己输了。此刻他正式的观察着我，金修豪的眼睛仿佛是能看透人心一般。短暂的对视过后，他就开心的答应了带我一起去。见状我也松了一口气，让金修豪放心将后背交给我。而在另一边的 X 市某废弃工厂中，七俊景很是心痛的打碎了一件遗物，因为其价值非常多的钱。德伦让他放心，只要拿出从 B 国带回的东西，自己就有方法拿回2倍以上的钱。说完，德伦就开始使用白色水晶，很快一道光芒就照射在破碎的遗物上。在白色水晶的效果下，那些遗物碎片开始逐渐的修复，且还是每个碎片都化成了一件完整的遗物。制作完成后，德伦表示这些件都是用碎片制造出来的仿品，不需要其他的步骤，只要有水晶就能制作出部分遗物。经过测试，它们的性能远超低级遗物，一个遗物大约能生产30把剑。根据水晶的魔力体积，德伦推测还能再制作600把左右。一把剑按高于低级遗物的价格来算，也是要7元左右。如果是600把的话，他们将获得一笔恐怖的财富。德伦的展示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而简夸赞完，还说除了白色水晶，现在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伏魔之主开始攻略 X 市的魔窟了。对方正是伪色团的下一个目的。队长告诉所有成员，本次任务的目标就是要去掠夺伏魔之主。过了一段时间，和我分别后，金修豪就在分析着刚刚的战斗。我的动作看起来缓慢无比，可总能躲开所有的攻击，还有最后那莫名其妙的弹飞。金修豪实在想不到是怎么做到的，不过他很快也就释怀了，因为这也符合自己心中神秘的金河阵。从本次的比试中，金修豪猜测我平时都在隐藏力量，大概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吧。原本还以为这么做的人只有他一个，没想到现在遇到了同道中人。继续往前走的时候，金修豪忽然听到了旁边的声音，过去一看，就发现还在练剑的蔡奈允。随即他走过去打了一下招呼，结果却是将蔡奈允吓了一跳。金修豪询问他是不是在练习剑术，闻言蔡奈允辩解着只是锻炼身体，说完还反问金修豪这么晚了是去做什么。对此金修豪突然想戏弄一下他，于是表示自己是去剑河镇了，而且还是聊关于你的事。听到金修豪的话，蔡奈允的小脸瞬间通红，看他反应很大，金修豪赶紧说是开玩笑的，只是简单的对练了一会。蔡奈允不明白他和我这个弱鸡对练干嘛，不过这一次金修豪没有告诉他，没有得到答案，蔡奈允就转身准备继续训练，而金修豪则是告诉他要不要试试握剑的时候不那么用力，因为那样原本可斩之物也会变得难以斩断。紧接着还给蔡奈允展示了一下，看到他的这一招，蔡奈允还想再看一遍，金修豪则是让他先把手上的力气卸了。过了一会后，蔡奈允也回到了宿舍。刚刚的时候，金修豪还表示以后可以带他一起训练，这回他想着还得多加锻炼才能找到卸力的感觉，而越想尽快提升，蔡奈允便突然感觉压力好大。
大晚上如果要解压的话，也就只有打游戏这么一个办法了。在这个世界有一款很受英雄欢迎的游戏，许多的现任英雄都会在里面进行想象训练。游戏的名字叫世纪剑斗士，它的火爆程度很夸张，每个赛季的大赛甚至还有专门的电视台直播。这款游戏的特别之处就是在其中没有任何的升级和道具加成，玩家只需要凭借意识来控制身体进行战斗。上线后，蔡奈允没有去打排位，他只是来发泄压力的，随便找一个好欺负的人就行。很快他就发现了自己的目标，前方那个叫路人甲的家伙，战绩是43胜43败，段位也只是一个铂金。不管怎么看，蔡奈允都感觉对方很好欺负，于是他果断就发送了决斗申请。没想到的是，那个叫路人甲的也瞬间同意。战斗预备的几秒内，蔡奈允正仔细地观察着，他需要看清对手会怎么出招。随着比赛开始的声音响起，两人之间的战斗也一触即发。眼前的路人甲没有半点观察，就直接冲了上来，一时间打得蔡奈允有些措手不及。他正准备要反击的时候，却发现对方抓住了自己的衣服，还使用了下三滥的招数，仅仅只是一个扫堂腿，蔡奈允就失去了平衡。紧接着路人甲还趁势补刀，下一秒系统就显示了蔡奈允战败，这也使得他很是气愤，被这么打败了，他不可能会轻易认输的，于是就再次发起了决斗。可蔡奈允没想到的是，自己再一次输掉了比赛。不服气的他继续挑战，路人甲也没有拒绝，但连续打了很多场，蔡奈允都是以惨败告终。最后他也明白了，自己确实打不过眼前的白金菜鸟，虽然知道还是会输，可蔡奈允还是请求再陪他打一局。这一次路人甲以睡觉的理由拒绝了。见状，蔡奈允急忙询问对方是不是都在这个点上线。得到了确定后，他就想请路人甲指点一下自己，没想到蔡奈允会如此的执着，路人甲便只好同意了。下线之后，宿舍中的我就摘掉了游戏头盔。刚刚游戏中遇到的人太过执着，搞得我直接连胜了7场。本来只是上线去看看，试试随机强化在游戏中是不是也有用，没想到刚刚上去就遇到了战斗狂魔。此时的我并不知道那个人就是蔡奈允。经过这次测试后，我也明白随机强化体系比我想象中的好。将游戏机强化过后，甚至连带着游戏中的虚拟人物也得到了加强。我正准备要睡觉时，转头一看，却发现伊万杰林竟然还在吃蛋糕。于是我赶紧把蛋糕拿走，吃太多的话他肯定会拉肚子的。蛋糕被拿走，伊万杰林瞬间小声哭泣，他说着还没有吃够，让我还给他。就算我说了明天再吃，伊万杰林也不答应。我没想到他现在还学会了耍赖。将蛋糕放好后，我一把抱起了伊万杰林，然后告诉他早上会带来更好吃的东西当做补偿。闻言的伊万杰林这才不再哭闹。把他哄睡着之后，我的手表恰好收到一条信息，打开一看，我这才发现居然是金修豪发来的约定时间，他把去地牢的日子定在了下周的星期五。于是我就回复了金修豪，等到那天就去我们比试的空地见。之后的日子就比较平淡了，每天都是在进行锻炼和上课，以及新增加的晚上游戏时间。自从上次跟游戏中的玩家约好后，我就会定时上线陪他对战。今天的陪练结束，我也就该去睡觉了。见状，蔡奈允开心的和我说再见。最近打游戏基本也成了我日常的一部分，这也是由于对方很有礼貌的原因。起初的时候他不由分说约架，我还以为是遇到了怪胎，现在我突然想起来，好像至今都还不会读对方的游戏昵称。仔细的回想着那个奇怪的名字，加上其中2个类似奈允的字样，我不由得联想到了蔡奈允。不过我很快就否定了自己，这样确实有些联想过头了。而时间一晃来到了下周的星期五，今天看了蔡奈允的训练，金修豪也夸赞着他的动作比之前自然了很多。蔡奈允表示最近在玩一款游戏，对提升剑术起到了帮助。金修豪也听说过这款游戏，但他没有去体验过。蔡奈允还说在游戏里遇到了一个高手，那个人不仅愿意陪他训练，且对方的近战很强。金修豪想着能获得蔡奈允的称赞，很可能是现役英雄吧。可蔡奈允问过后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这时我也来到了这里，听到我的声音，蔡奈允便转过头来。我好奇他们2个这是在做什么。金修豪正想说最近都在陪奈允练剑，蔡奈允却是急忙阻止了他，并表示只是今天训练偶遇了。他的话让金修豪很是疑惑，不过看着蔡奈允的模样，金修豪也就没有继续说。这时我也告诉他可以出发了。闻言，蔡奈允好奇我们要去哪里，但我们没有告诉他。和他说了再见后，我还让蔡奈允训练加油。而他突然发现不对劲的地方，那就是我和金修豪似乎变得很熟络了。加上之前金修豪说有聊关于自己的话题，蔡奈允愈发的好奇我们到底是去做什么。十分在意的他就偷偷摸摸跟了上去，还偷听着我们之间的对话。然而听到我询问金修豪他最近的情况时，蔡奈允先是一愣，紧接着俏脸当场就红了。他甚至都不敢听我要问些什么。不一会后，我们进入了附近的一家饭店。吃饭的途中，我和金修豪确认了地牢的位置，由于是在 X 市的范围，所以他提醒到时一定要注意。对此我也很赞成，因为 X 市是国内最危险的地带。当初发生魔力爆炸事件时，那里1半以上的地形都变成了险峻的山脉，所以 X 市的西侧是直接禁止普通人出入的。剑岳山恰好在那附近。在我设定的这个世界里，有许多不能落入反派手中的关键之物，但碍于危险性，还有几个地方我没有勇气独自寻找。可如果有金修豪帮忙的话，说不定就能在反派之前拿下。现阶段的他应该已经强过中格英雄了，要是提前把本该是反派的东西拿走，那以后不就更加安全了。想到这里，我看金修豪就越来越顺眼。吃饭的时候我们考虑了携带的东西，不过金修豪应该没什么钱，
所以我得多备一些装备和食物。这时有一个包裹岩石的人也来到了店中，他的穿搭瞬间就吸引了我的视线。发现我的目光后，他还急忙转过身，然后去拿自己预约的食物。而我现在已经认出来这是谁，随即就准备给他使坏。于是我喊了一下柳烟霞的名字，闻言他赶紧表示认错人了。但听到声音后，金修豪也认出来是柳烟霞，我们还邀请他一起坐下来吃东西。可柳烟霞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很喜欢吃汉堡和炸鸡，这会被发现后，他整个人都懵了，紧接着拿起东西便直接快速离开。不过柳烟霞跑得太快，以至于他忘记付钱了。看着一脸懵逼的老板，我便说着我替他买单。这件事影响也很大，之后柳烟霞整整有3天不敢和我对视。而等我们准备好东西后，今天也就要正式去攻略地牢，传送到 X 市，我就和金修豪会合了。接下来就是由他亲自带路，不一会我们便进入了剑岳山的范围，但走了很久依然没有抵达目的地。一路上我都很警惕，因为剑岳山在禁区附近。继续往上爬了一段距离，金修豪就停了下来，然后告诉我到了这个地方非常的隐蔽，就算知道位置也很难找到，加上入口很狭窄，里面一旦有危险逃脱会很困难。金修豪想知道我确定要跟进去吗？对此我自然是要去的，还让他不要小看我的射击能力。这次为了以防万一，我来的时候特意花费 SP 点制作了光弹。不过要是有中上级的怪物，应该就要由金修豪来对付。要进去的时候，我让他牵着我的手。金修豪疑惑为什么这么做，我解释着洞内很黑，贸然打开手电筒会刺激到灵体怪物。闻言他也明白了我的用意，随后我们便果断来到了洞内。和外面的入口不同，来到里面反而变得很宽敞，唯一的缺点就是很冷，穿得少的金修豪已经有些瑟瑟发抖了。走了没有多久，我突然察觉到不对劲，随即就停了下来。因为通过千里眼，我发现了还有一条通往洞内的通道，这意味着地牢有别的入口，可我根本不记得这个设定。于是我继续深入查看情况，没想到在另一条通道的远处，竟然有2个人正慢慢走过来。金修豪好奇是发生了什么，我则是让他先别说话，因为我要全神贯注的观察。从长相基本看不出对方是谁，但他们散发的气场肯定不是正派角色。等待了没多久，果然收到了新的消息，这是另一个作者的变更通知。他认为剑岳山地牢的奖励过于丰厚，且难度还不高，所以就将这个地牢改成与 X 市魔窟相连的隐藏关卡。看完通知，我也明白了现在的情况，那就是原本毫不相干的危险魔窟，此刻竟然链接到了剑岳山地牢。随即我询问了金修豪今天的日期，得知是14号后，我终于是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因为今天是伏魔之主全面攻略魔窟的日子，所以说这2人是伏魔之主的魔人，他们应该是先过来的侦察队。发现我的表情不对，金修豪就小声的询问发生了什么。这一次我告诉了他，对面有人正在走过来。此话一出，金修豪有些难以置信，而我心中更加的担忧。伏魔之主在魔人组织里也算比较强的存在，他们用的假身份基本都是中格英雄以上，即使以金修豪现在的实力，应该也很难应付。就在我考虑要不要继续攻略地牢的时候，那2人似乎有回去的意愿。随着他们商量完，也就开始原路返回了。见状我也松了一口气，只要趁机赶紧攻略完首领怪物就好了。为了尽快找到 BOSS 位置，我当即用圣痕的力量开启千里眼，一直往洞内的最深处看去，我便看到了一处石碑，那里应该就是首领怪物的地点。找到之后，我就给金修豪说了路线，并表示要速战速决，那些人很可能会折返回来。对此金修豪也果断同意了。而在另一边的 X 市魔窟中，伏魔之主的人攻略的也差不多了，会长金正更正询问其他人有没有别的发现。这时刚刚的2人在通话中将抵达剑岳山的秘密通道说了一下，听到有隐藏关卡，金正更顿时来了兴趣，于是让那2人继续探索，不用归队，自己和其他人马上就过去。通话完，金正更就告诉别的成员，侦察组找到了隐藏关卡，接下来要去全部搜刮干净。闻言有一个男人好奇侦察组的人了，听到对方率先去搜查了，男人就淡淡说了一句少2个人吗？看着他还留在原地，别的成员就叫他赶紧行动。怎料下一秒，男人突然打开了一条传送通道，会长很疑惑他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打开人工传送点？听到对方的话，男人还显得有些生气，因为他这可不是魔人的传送，而是能连接附近空间的能力，名字叫像一剑控。金正更看属下还不撤回传送，此刻也很是生气。可眼前的男人其实是卧底在伏魔之主的成员，他的真实身份是伪色团拥有青色的卡利法。这时金正更准备上前收拾一下他，怎料随着卡利法轻轻一挥手，下一秒其他成员纷纷愣住了，因为自传送通道中突然出现了一根黑色长刺，并且将金正更的脑袋贯穿，紧接着他的身体竟还在慢慢融化。伏魔之主的人还没反应过来，他们的会长就当场毙命了，甚至已经变成了一团诡异的烟散去。而出手之人正是伪色团的队长，他的能力一如既往的残暴且强大。不过队长并没有解决剩下的人，而是使用能力让魔人们全部昏死过去。他这么做也是为了股价，所以只能留下这些人的性命，毕竟伪色团买伏魔之主的股票也很多。接下来卡利法正要去看看隐藏关卡，怎料队长却让他在这里等着就行。卡利法好奇是出什么变数了吗？队长则是告诉他，目前有2个闯入隐藏关卡的人，他们都是伪色团的候选人之一。闻言卡利法便明白了，看来是准备测试一下对方。随后队长的身体开始逐渐液化，下一秒就快速的前往隐藏关卡。与此同时，我和金修豪正在解决路上的怪物，这些是中下9品的亡灵怪物，虽然他们的数量很多，但对于我和金修豪来说还算不上什么威胁。让金修豪很惊讶的是，在这么暗的环境中，我竟然每次都精准的命中怪物的要害。于是他再一次表示我确实很强，对此我显得很是疑惑，随即就说着要加快速度，接下来的每个路口都有怪物。好在等级一如既往的很低，终于过了没有多久，
金修豪就急切地呼唤着我。听到他找到一处写有文字的地方，我便知道已经抵达目的地了。跟随金修豪找到一面墙壁后，上方的文字让他有些不解。金修豪想试试能不能用手表翻译一下，随即我就用手表扫描了文字，得到了解释之后，他也明白了眼前的是一个简语。原著中金修豪得到翻译后也没能解开谜题，最后他发给了柳烟霞，然后委托给情报工会后才得到了答案。可现在时间紧迫，我没有时间让他按原剧情发展了，于是就果断说出了答案是闪电。下一秒，墙壁瞬间绽放出耀眼的光芒，金修豪发现上面的文字已经消失了，紧跟着洞内发生了剧烈的晃动，而前方的石墙很快就慢慢的升起。见状，金修豪好奇的询问：难道答案就是闪电吗？这其实是我在别的地方听来的故事，最后随手做成了一道题。金修豪没想到我能解谜这么快，不禁又再一次夸赞我是个天才。而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攻略地牢的怪物首领，但我们没有注意的是，在进入首领怪物房间的时候，刚刚发生的一切已经被赶来的队长看在眼中，他这会很是满意。我不仅魄力十足，且还有聪明的大脑，虽然只是个隐藏的关卡，可我能带着金修豪10分钟内走到这里，无疑是证明了我的能力很强，加上还拥有降魔之力。队长已经做出了最终决定，要招募我加入伪色团。不过他还有最后一件事需要确认，那就是我能不能毫不犹豫地杀死敌人。恰好此时刚刚的两人接到命令后，就重新走回了隐藏关卡，但他们现在有些迷路了。队长发现伏魔之主的人后，他想我应该还不知道对方是魔人，随即也找到了一个好办法。队长准备拿着2个魔人测试一下我。另一边，我和金修豪已经来到了首领房间内，前方端坐着的怪物，我一眼就认了出来，其正是这座地牢的主人破灭的剑士。怪物此时也发现了我们，于是就睁开了紧闭着的眼睛。对视的一瞬间，金修豪似乎看到了什么，破灭的剑士竟然来到了他的身前，甚至开口和他说了话。怪物的速度超出了金修豪的意料，他正准备拔剑反击的时候，我却是大声地叫了他的名字，随即让金修豪集中注意力。回过神的他这才发现对方还端坐在座位上。金修豪不由得怀疑，难道怪物使用了瞬间移动吗？但很快他就知道了原因，刚刚那是对方的气势，所以才导致自己看到了幻象。从中上级开始的人形怪物基本都会说话，金修豪明白对方的实力远超之前遇到的怪物。这时破灭的剑士拿出了一把剑，然后大笑地嘲讽金修豪是不是害怕。我正想提醒他的时候，却发现金修豪竟瞬间找回了状态。见状我明白，他知道对方也是剑士后，就重新找回了自信。金修豪的才能是剑圣，注定会站在剑术的最巅峰，任何的剑士都绝不会是他的对手。而我则是提醒金修豪，那个怪物的本体就是他手中的剑，刚刚的说话声音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现在站在那里的只是一具尸体。原本他也能在战斗中得出这个结论的，只是目前不能继续浪费时间。这时我告诉金修豪不用攻击怪物的肉体，直接把目标对准那把剑就好了，而我也会帮他打掩护的。金修豪正回应着相信我时，怪物就已经趁机偷袭过来。突然的变故我也没有预料到，还不等我提醒金修豪，洞内就激起了恐怖的爆炸，产生的烟雾也阻挡了我的视线。不过武器的碰撞声让我安心了许多，因为金修豪及时的挡下了这一击。在一次激烈的碰撞后，两人也就拉开了距离。金修豪则是趁势朝着怪物杀去，怪物也全力的挥出一剑，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的攻击居然落空了，而金修豪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等到怪物转头发现时，金修豪便朝着怪物猛然一刺，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攻击对方手中的剑。可惜的是这一击被破灭的剑士用手臂挡住了，这也让金修豪很是惊讶，因为他本想继续往下刺，结果却是一点也深入不了。怪物现在非常的开心，还邪恶的感谢金修豪千里迢迢的送来肉体。金修豪发现不能继续往下刺的时候，他就快速的准备拔剑，结果也无法拔出来。此时破灭剑士的杀招已然袭来，关键时刻我及时出手，一发强力的魔法光弹就阻止了怪物的进攻。有了我的帮助后，金修豪终于是将剑拿了出来。现在我告诉他，眼前的怪物很可能从一开始就猜到我们会盯上他的本体。闻言，金修豪深吸了一口气，随即他很是自信的表示，接下来的攻击自己会更加小心的。前方的怪物则是不断的发酵，这也使得金修豪很疑惑。而让怪物开心的是，刚刚金修豪爆发的力量，他已经很久没遇到这么完美的肉体。现在破灭剑士最想要的就是赶紧占据金修豪。大笑过后，怪物手臂的伤也瞬间恢复了。见状我也不奇怪，对方的本体是剑，攻击肉体是不可能有效果的。看到这一幕的金修豪不但没有感到棘手，反而再次杀向了破灭剑士。紧接着他们之间再一次大战起来，剑与剑碰撞产生的剑气，甚至让我感到皮肤都被割伤了。我相信金修豪肯定是能获胜的，不过久战无益，伏魔之主的人让我很是忧心。这个距离我要支援他的话，霰弹枪和狙击枪都要排除，所以能用的也只有手枪了。而金修豪在和怪物的战斗中也是愈发的得心应手。很快怪物的剑发出了破碎的声音，对此剑士感到难以置信，自己居然会被逐渐碾压了。更重要的是，金修豪手中明明是一把普通的剑，结果却能让他的本体受创，且还能做到完好无损。这也正是剑圣魔力赋予的力量。一想到继续下去会输，破灭的剑士瞬间就愤怒了。金修豪的状态也并不好，怪物的力量让他的手有些发麻，不过金修豪却是露出了笑容。随着过招的次数越多，他的心中也更加的确认，在这场战斗中自己才是最后的赢家，毕竟他还有一个值得信赖的队友。就在破灭剑士准备和金修豪继续对战的时候，我从旁边一枪命中了他握剑的手，只要阻止了怪物的行动，我相信金修豪不会让我失望的。尽管这只怪物比原设定上强了很多，果然下一秒金修豪将怪物手中的剑打飞，同时朝着空中的魔剑接近。只是眨眼的功夫，金修豪就完成了自己的攻击，直到他落地的时候，怪物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而那把魔剑再也无力承受，随即就化成了一块块的
的碎片，本体被斩断，眼前的怪物也变成了灰烬散去，解决了首领怪物，接下来只需要领完奖励就好了。金修豪这时终于是放松了许多，但当他看向怪物死掉的地方时，整个人都瞬间愣住了。我好奇的上前问他是怎么回事，原来他是看到了掉落的一根树枝，在四处查看了周围后，金修豪也确认了这个地牢的最终奖励就是一根普通的树枝。此刻金修豪彻底傻眼了，他不敢想象努力了大半天什么都没有获得。看到失落的金修豪，我才明白他纠结的原来是这个。就在我准备告诉金修豪树枝是好东西的时候，身后却突然传来了其他人的声音。这个熟悉的声音让我心头一惊，回头一看，果然是伏魔之主的魔人。他们回来的速度我没有意料到，发现我和金修豪后，两人就开始向我们问话。其中的光头对有人进来很是生气，另一个金发魔人则是说着他们工会早就申请好了攻略此处地牢，我们进入其中是不符合规定的。闻言我先朝着他们道歉，然后表明了魔方学生的身份，只是恰好路过就进来看了一眼，顺便杀掉了一个怪物。但我说话的同时就悄悄将树枝踹到了身后。这回金发魔人想知道奖励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这里什么奖励也没刷出来。见状，金发魔人就通话询问着会长，可他还没有汇报完，那边就传来金正庚的声音，并且下令杀掉我们。我和金修豪也听到了这个命令。金发魔人冷冷道：“是我们的好奇心害死了自己。”紧接着他的魔力就爆发出来，这些红色的魔力将我和金修豪直接隔开。等到看不见金修豪后，我便明白这是隔离结界。心中担心金修豪的同时，眼前的光头魔人也令人不安。他衣服上印着的两把斧头印记，代表着其的英雄等级是中格。随即我假装不知道他魔人的身份，质问光头身为英雄为什么要对学生下手。可光头认为我必死无疑，没有和我解释的必要。他的魔力解放后，那压倒般的魔力让我的心跳都不禁快了几分。光头的实力超过我太多，杀掉我确实不费力气，但这不代表没有办法获胜。看着我将手伸向了背后，光头男就拿起斧头打算防御，怎料我却是掏出了一块小小的石头。见状，光头先是满脑子的雾水，随即就忍不住笑出了声。他还以为我要掏什么秘密武器，结果只是一块小石头。不过我却是笑着说，用它来对付你刚刚好。此话一出，光头男顿时就生气了。他好奇我明明没有什么魔力，为什么会有这种自信。光头正以为我是害怕的时候，我却将石头直接砸了过去。虽然成功躲开了，可石头后拴着的一根线让光头有些看不懂。看他的模样，我便知道时机已到，随后直接用力拉动着以太。光头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刚刚的石头却已经砸中了他的头部。这块石头是被随机强化过后的，力量之强将光头瞬间打晕过去。看着他重重的砸在了地面，我也就松了一口气。今天一路打怪消耗了太多体力和圣痕魔力，现在基本是累得不行了。幸亏眼前的魔人放松警惕，不然这招是很难奏效的。缓缓地走上前，我就准备一枪直接了结他。魔人的恢复很强，所以要抓紧时间。虽然最好的是用霰弹枪，但我的魔力所剩无几，所以就选择了强化后的魔弹。伴随着一道枪声响起，眼前的状况却使我很是惊恐，因为能打碎岩石的子弹竟然没有打穿魔人的脑袋。光头更是已经醒了过来，而前后不过几秒的时间。见状，我就想再补一枪，可这个家伙仅仅只是怒吼一声，强大的魔力就把我打飞了出去。突然的变故令我反应不过来，明明有以太防御，结果还是受到了重伤。对方一道简单的声音，没想到就有如此大的威力。现在我也彻底激怒了光头男，他本来不想暴露真实面目的，但光头不再有任何的小看之心，他直接使用了魔人的特殊能力恶魔化。望着他展露的姿态和更强的气势，我的心中顿时升起了一抹绝望。另一边的金修豪同样对上了金发魔人。时间回到隔开的时候，金修豪还想大声呼唤着我，结果却听不到半点回应。这回他也明白是被彻底隔离了，退路被封死。迎面还有一个浑身杀意的敌人，金修豪只能拔剑准备死斗。金发男的名字是詹姆斯，他其实是认识金修豪的，魔方排名第1的学生，如果能招募进工会的话，想来能帮上很多的忙。但是会长已经下令铲除了，詹姆斯也不由得感到一阵可惜。下一秒，他瞬间杀向了金修豪，敌人的速度太快，金修豪根本来不及反应。在詹姆斯挥剑的时候，他虽然惊险的避开致命伤害，可还是被划伤了脸颊。用手撑住地面稳住身体后，金修豪本想一个横踢击中对方，然而他还没有触碰到的时候，詹姆斯就已经快速的消失了。好在这一击下成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不过看着詹姆斯落在了远处，金修豪心中很是惊讶，因为敌人能跑这么远，速度肯定超过了自己太多。还想思索一下对策的时候，金修豪突然又感觉到一阵刺痛，低头一看，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腿居然被割伤了。这意味着对方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仅完成了躲避，还用剑做出了还击。詹姆斯的速度让金修豪心中愈发警惕，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跟上敌人的节奏，但总得要尝试一下。随即金修豪开始集中注意去观察，此时詹姆斯再一次杀向他，不过这一次金修豪成功看清敌人的行动，反应过来的他拔剑挡下攻击，成功挡下这一击后，金修豪便和詹姆斯激烈的战斗着。可一直被动的应对不是办法，如果能在敌人紧贴的瞬间攻击破绽，应该就有找回主动权的机会。很快詹姆斯的剑又伤到了金修豪的脸，见状他却很不满意，明明是致命的进攻，结果连重创都没有做到。但下一刻詹姆斯察觉到不对劲，因为他看到了一道冰冷的剑芒，金修豪竟然是故意让他伤到的，从而贴身挥出这一剑。哪怕詹姆斯的速度再快，还是无法完全闪避。被砍到大腿后，詹姆斯心中很是震撼，看着又一次拉开很大距离的敌人，金修豪心中可惜没能造成重伤。几番交手下来，金修豪能感觉到眼前的家伙不如破灭剑士，可却很难攻击到对方的破绽。这时他不由得想着，要是我也在的话，
一定能击败前方的敌人。不过假设毫无用处，毕竟这是自己的战斗，金修豪的才能让他在剑术领域如有神助。现在对手也是一个剑士，那自己就有方法能去打赢。而要想打赢面前的强敌，金修豪终于不再隐藏，他解放了全身的魔力，一时间属于剑圣的特殊魔力覆盖全场。这股力量让詹姆斯都为之心惊。之前就算知道金修豪是魔方第一，他依旧是当成一个小孩来对待。可现在詹姆斯不敢大意，他决定要在下一招结束战斗。金修豪同样也是这个想法，他将全身的魔力都汇聚于剑上。不过下一秒他却听到了一道道心跳，但却并不是来自敌人的。很快金修豪终于想起来，这种感觉和当初发现地牢时一样，仿佛是有人在呼唤自己。而在不远处的树枝竟沐浴在剑圣的魔力下，还将力量反哺给了金修豪。与此同时，我的情况很差，光头魔人变身后，他的力量变得愈发强大。此刻我圣痕内所剩的魔力根本无力反击。望着咬牙切齿的魔人，我明白自己不仅毫无胜算，甚至是连逃跑都做不到。紧接着魔人就朝着我猛然挥爪，他准备直接杀掉我。就在我闭眼迎接死亡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一滴滴血液流到了脸上，但我并没有感受到疼痛。睁开眼睛看清状况后，前方的一幕让我很是难以置信，因为魔人竟然被一根黑色长刺击杀。随着魔人倒在了一边后，一道亮丽的身影便缓缓出现。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救下我的人居然是队长。我好奇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因为这实在太凑巧了。这时受伤的部位还止不住的剧痛，以现在的状态，如果队长要动手的话，我想自己完全没有招架的能力。按照设定，伪色团确实和伏魔之主有交集，但他不应该会在我面前才对。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队长主动来找我了。他上前之后，竟缓缓地向我伸出手。这一幕让我不明白队长的意思。他还很正式地说着，很高兴见到我。原以为队长是有恶意来的，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冷静下来后，我笑着表示我们还真有缘分，动不动就能见上面。队长肯定着我们见面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我一直在关注你。他很是坦然地告诉了我原因。听到队长关注的人居然是我，我显得十分的不解，也好奇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就在这时，一只亡灵突然偷袭了队长，我赶紧提醒着他有危险，可下一秒我就知道有些多余了。我甚至没有看见他出手，亡灵就在眼前成为了灰烬散去，小插曲解决了。队长突然表示今天有话对我说，随后他就靠了上前，然后和我说了自己的来意。短短的几句话，却让我终于想起来不对劲的地方，因为原著中也有这个剧情，但这是给申宗鹤准备的情节，也即是拉拢他进入伪色团之中。可现在似乎因为我的行动，将原有的剧情彻底打乱了。我还想向队长求证的时候，他转过头就发现魔人的结界消失了。不想被发现的队长便准备离开，临走时他留下一句话，就是让我好好考虑一下。紧接着直接化成紫色的液体，然后便快速的离开这里。剧情的变故让我完全没有清醒过来。好在金修豪的声音叫醒了我，刚刚结界消失也是因为他解决了金发魔人。听到他战胜了对手，我也放心了许多。在金修豪的搀扶下，我这才从地面站了起来。今天的消耗特别的巨大，现在金修豪问我后面的人该怎么处理。看着金发男的样子，他应该只是被打晕了，而且并没有魔人化的状况。思考了一下，金修豪感觉还是要把对方举报到协会。闻言我赶紧说着，他们是合法进入地牢的，而我们没有申报就潜入进来，举报的话说不定还会一起受到处罚。好在金修豪认为我说的也有道理，不然事情就不好解决了。我的钱基本都压在伏魔之主上，要是让人发现金发男是魔人，那以前的投资都完了。路上的时候，金修豪想知道我对付的人去哪里了，对此我没有把队长暴露出来，而是表示对方逃走了。等到我们下山了之后，基本也就是深夜，搀扶我坐下休息。金修豪还仔细观察了四周，第一次耗尽了圣痕的魔力所带来的反噬，让我走路都费劲。这时金修豪似乎有事，他将之前的树枝拿了出来，然后告诉我并不是普通的物品。这回我才想起来，出来的时候自己都忘了这件事。现在金修豪说着，他在战斗的时候感受到了树枝，他似乎在呼唤着自己。不过金修豪搞不懂那种状态，所以也不明白怎么去形容。我则是告诉他我明白的，毕竟这个东西一看就很厉害。作为地牢的通关奖励，看起来似乎很普通的树枝，其实它的背景却大得吓人。随即询问金修豪有没有听说过胡寄生的故事，在神话中化身利剑，杀死光明之神的传说武器，所以胡寄生也被称作是神之。闻言的金修豪不敢相信，难道眼前的树枝是神话中的道具？对此我肯定的向他点点头，同时表示要想让拥有神格的武器现形，就需要先让他完成觉醒。这回金修豪也明白了，原来树枝不是他的完整形态。我也没想到金修豪光靠没有觉醒的胡寄生，竟独自战胜了魔人。虽然我的设定中它确实是一件强大的武器，金修豪想知道该怎么使胡寄生觉醒，于是我就让他将树枝放在地上，看我在找东西的样子。金修豪疑惑这是做什么，但随着我将幼苗粉拿了出来，他瞬间就被这闪闪发光的粉末吸引。我给他说是一件魔法道具，可能会派上用场。见状，金修豪感觉是很珍贵的东西，原本幼苗粉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但我从队长手中获得也不容易。随即我思考着该怎么说才能让金修豪更加感谢我。下一秒我和他开玩笑的说着，是父母留下来的东西。此话一出，金修豪当即就傻眼了。看到他实话后，我就知道玩笑开的有些离谱了。怎料玩笑开的有些过头，使得金修豪整个人都愣住了。看他眼泪汪汪的模样，我便赶紧解释是开玩笑的，只是想表达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同时说着幼苗粉的好处，其不管是作用在人或物的身上，都能加速激发出潜力。总而言之，如果把粉末涂抹在胡寄生上面，肯定可以让它发生不一样的变化。
解释完我就准备开始动手，可金修豪先是一惊，然后就伸手阻止了我。这么珍贵的东西，什么都不付出就白白获得，他有些不知所措。闻言，我认为现在正是他物尽其用的时候，毕竟以后很难有机会获得这种神话级的武器。随着我将幼苗粉缓缓倒在树枝上，很快树枝中就出现了一道道的蓝色光芒。在我和金修豪的注视下，小树枝表面产生了很多裂痕。等到胡继生完成了他的初次蜕变，原本干枯的普通树枝竟长出了几片新生的嫩叶。将胡继生拿起来后，金修豪没想到我说的是真的，这也正是神之的第一次觉醒。之后只要金修豪不断的打败敌人，他就会慢慢蜕变成剑的形态。事情结束后，我就站了起来，按照之前的约定，我取走了胡继生的叶子，至于树枝就归属于金修豪。我询问着他应该没有意见吧？对此金修豪当然是答应的，但一路上他还问了我许多遍，因为他感觉这对我太不公平了，甚至提出了一起共用这把武器。无奈之下，我告诉金修豪，自己完全不喜欢打近战，对我来说，有树叶那就足够了。胡继生的树叶是觉醒后的副产物，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磨成很厉害的武器。查看完树叶的效果，我感到十分的满意。至于怎么用，后面可以慢慢的考虑。就在这时，我不小心被树根绊倒，随后直接摔倒在了地面。本来就精疲力竭，再被树根绊倒，让我心情瞬间变得糟糕。不过如此熟悉的场景，让我不禁想起了此前的遭遇。听到动静的金修豪走了回来，他询问我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我表示没什么，只是不小心摔倒了。而现在我的心情变得更加的开心，因为在背包中赫然多出了一株昂贵的野山参。与此同时，在 X 市的魔窟之中，简正在观看我的战斗过程，这是由队长录下来的。看到我就算耗尽了魔力，还能用一颗小石头造成强大的威力，简不由得赞叹着厉害。但最让他满意的是，我在战斗中极度理智的判断能力，且简和队长都认为我当时并不知道对方是魔人。即便如此，我却依旧保持着毫不动摇的杀意，这让简和队长都十分的认可。简表示队长这次的眼光很好，清河镇绝对是一个潜力股。到了这里，队长就招呼着简离开，可简还想看完全部的录像，他想看看恶魔化的样子。结果队长却表示不太喜欢魔人的那副样子，至于原因的话，是他感觉太恶心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就抵达了学院的宿舍。推开房门的时候，我已经累得心力憔悴，全身上下都充斥着酸痛。如果再不休息，我想大概率会真的猝死吧。而我刚刚走进去，没想到伊万杰林就睡眼朦胧的起来了。打扰到他睡觉，我感到很抱歉。随后就将伊万杰林抱在了怀中。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只能等明天再慢慢消化。这回我则是被空中的圆月所吸引了，因为刚刚金修豪的话，让我也不由得再次想起家人。就在我和他抵达 X 市站台的时候，金修豪就让我先回魔方去。既然已经跑了这么远出来，他打算先去见见家人，然后再回去。临别的时候，金修豪突然叫住了我，随即又再一次感谢着我的帮助。他知道如果没有我一起来的话，肯定无法攻略本次的副本。而在我的心中，和金修豪的本次经历却让我愈发的对他更加信任。金修豪是一个完美的主角，他从来不会妥协，是这个世界最正义的英雄。其实在现实中，金修豪这样的人都极度少见，不过当初我还是充满希冀的将他刻画成这样。有了金修豪这个守护世界的救世主，我想一路生存下去应该并不难。他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中最信任的一个人了。几天之后，位于邻国 H 省的某处深山中，有着一个秘密山洞，这里正是魔人组织之一贝厄的庇护所。在我的小说世界中，英雄协会将站在金字塔顶端的9个魔人称作9恶，可本该是充满贬义的称呼，魔人们却欣然接受这个外号，还建立了相应的魔人组织。贝厄正是其中排名第3的存在。今天托梅尔已经回到了庇护所中，其他的成员却很奇怪。通常这个时候的托梅尔是不会在办公室的，因为他对组织的任务不太感兴趣。就在有人讨论托梅尔到底是不是魔人的时候，一个男人突然打开了房门，见到他，别的成员赶紧埋头工作。这时走进来的男人就叫了托梅尔。闻言的托梅尔知道肯定是有什么麻烦的任务交给他做，事情也正如他所想的，男人递上来了一些资料。他表示就算托梅尔的实力比肩精锐，但要是一直排斥任务的话，会让自己很困扰的。闻言托梅尔明白这次推脱不了，随即也就接下来了资料。关于本次任务的信息都在资料上，男人让他自己查看一下。出乎托梅尔意料的是，本次的任务似乎看起来并不困难，因为上面仅仅是一个观察的任务，至于观察的对象则是魔方真理班的一个学生。与此同时的我正在校外办事，等待了没有多久，身后就有人叫我的名字。来人询问我是不是预约了魔法刻印，得到了确认之后，男人先是微微一笑，然后就开始了自我介绍。男人的名字叫陈，是一个4星级的魔法师，他就是负责给我刻印的人。一个在魔法道具刻印上达到4星级的魔法师，基本就是普通人能遇到的顶级人才。由他来刻印的话，让我感到自己确实很幸运。可很快我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那就是陈一直在上下打量。扫视完穿着之后，他的态度瞬间大变，随即冷漠的让我跟他走。来之前我就猜到魔法师们会以貌取人，所以还特意打扮了一番，没想到还是不能入他们的眼。进入陈的办公室后，他想知道我需要怎样的魔法刻印，听到我想要的是增强体质或者是防御相关的刻印，陈就迅速的打了一个响指。紧接着在他的身后出现了几个选项供我挑选，但看了一圈也没有满意的。这次是来准备给之前迎来的手镯刻印，我需要的是魔力消耗很大且性能极强的魔法刻印。我正准备告诉对方自己的需求后，就发现陈很漫不经心的喝着茶，他从刚刚开始态度就变得很差，想来是从我的穿搭上就认为我没有什么财力刻印贵的魔法。照这样下去，我担心他可能连刻印的时候也不上心，于是就咳嗽了几声吸引他的注意。这时我告诉陈，并不是来买那些小打小闹的刻印，而是需要强大魔力才能启动的刻印，比如类似护身罡气或者瞬间觉醒这种效果的魔法。陈正开口表示可以的时候，我却突然
然说着，这对4星级魔法师来说是不是有点困难？此话一出，陈愣住了，他感觉自己有些被小看了。下一秒，我还直接起身离开，表示我要的急，做不到的话只能下次再来了。看我再次质疑他能不能刻印，陈就摆手解释是自己没有说清楚，类似护身罡气和瞬间觉醒的魔法他能刻印，可他担心顾客负担不起那个价格。看我表现得很是生气的模样，陈就赶紧询问我的预算是多少，随即我就给他详细说了一下要求和预算资金。听完了我的预算之后，魔法师陈瞬间激动不已，他整个人都被金钱吸引住了，不仅让属下给我换一杯茶，稍后还要让我看看更高档的刻印目录。事情结束之后的第2天，我也就回到魔方之中。今天上课之前，大家都在议论纷纷，至于我的心情也很是不错。剑岳山的地牢攻略完，金修豪也拿到了胡寄生，刻印委托的事也拜托陈去制作了。每件事虽然都有些曲折，但好在还算顺利，所以这会很是开心。等到教官开始上课后，他就宣布了一个新的通知，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要重新组队，以5人为一组展开以后的活动。对此我倒是并不意外，新的学期开始没有多久，学校就会让大家组队完成作业，之后会进行攻略迷你塔，又或者是同学间的争夺战，还有旅行等增进感情的活动。教官让大家按需求找人组队，下周3前把名单给他就好。如果到时没有决定好的，也会进行随机组队。像我这种在班里基本是被孤立的家伙，只有等着下周的随机组队。就在我一个人默默坐着的时候，却听到了身后敲桌子的声音。虽然别的同学都在热情的互相邀请，但我还是听到了这细微的声响。至于敲桌的人，便是我身后一脸烦恼的磊切尔。见状我才想起来，他的情况应该和我也差不多，不过也有不同，毕竟我是单纯的没什么人理，磊切尔则是因为公主的身份，所以会带来一些距离感。随即我想到是可以和他组队，正好还需要把幼苗粉给磊切尔。按照原著的剧情，他应该在上次期末活动获得开眼提示，要是拖下去会影响磊切尔的实力。于是我就编辑信息，准备邀请他和我组队。按下了发送之后，我还有些局促的转头看磊切尔，他先是继续在座位上叹气，但下一秒就收到了我发的消息，这是我第2次主动邀请，不知道磊切尔会不会继续拒绝。就在消息弹出的时候，磊切尔还没有看，身旁就有人叫了一下他的名字。看到来人之后，我显得非常的惊讶，因为托梅尔这个家伙居然邀请磊切尔和他组队。看到是一位不熟的魔法师，不仅磊切尔有些疑惑，就连周围的学生都很不解。一时间很多人议论着为什么加梅尔要和磊切尔组队，这个名字则是托梅尔的化名。他的行为超出了我的预期，而且还偏偏是找上了磊切尔，因为托梅尔所属的贝洛在魔人中是佣兵团一样的存在。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大概率是有人在背后指使。至于会把磊切尔当成目标的人，我能想到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帝国前皇室禁卫队长兰卡斯特。突然收到托梅尔的邀请，确实让磊切尔意想不到，不过现在时间还很充裕，所以他表示要先考虑一下。闻言，托梅尔也笑着答应了。等到他离开之后，磊切尔这才想起来刚刚收到的消息还没有查看，再次打开看了上面的消息，发现是我的消息之后，他就转头看向我，见我一副浑身不自在和担心的模样，磊切尔却突然转移视线不再看我。正当我以为自己又要被拒绝的时候，磊切尔的消息也发了过来，和给托梅尔的一样，他要考虑一下再决定。见状我也就平复了心情，不是和之前一样的直接拒绝，那就耐心的等待好了。但我没有发现的是，在发完消息后，磊切尔竟然变得不再郁闷，反而显得十分的开心。过了一会，不少人都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可蔡奈允还在纠结的选择中。目前他已经找到了2个队友，但接下来的人选让蔡奈允陷入了沉思，剩下的要从100名以外的学生中找。尽管和排名低的学生组队有奖励分，可排名低的很少有实力强的人，如果硬要挑的话，其实只有1名符合他心中的预期。这次的组队也有些超乎我的想象，原本我在班内基本没有人理，结果却有不少的同学要来找我组队，有的甚至拿出博物馆的门票示好，要邀请我去参观里面的手枪。想和我组队的人纷纷拿了一些礼物，他们都很是热情。虽然在蔡奈允看来，我的人气爆棚也仅限组队阶段，不过他内心的人选也是我，毕竟邀请到我的话，还能弥补他的理论课程。蔡奈允想着，要是自己亲自去拉拢金河镇，应该是没有什么难度的。但他纠结到现在还没有主动去找的原因，是担心要是主动的话，会不会被我认为是对自己感兴趣。虽然他真的只是想普普通通的完成组队。就在这时，身后传来的声音打断了蔡奈允的内心活动。看到是申宗鹤让自己不要纠结，他就让其别多管闲事。对此申宗鹤没有在意，随即还说着剩下的人都差不多，和他一样随便选几个，到时候带去多练练不就好了。闻言蔡奈允却没有采纳，并表示他自有安排。听到蔡奈允的话后，申宗鹤好奇他的安排是什么，于是就突然抢走了笔记本。在蔡奈允冲上来的时候，他已经快速的翻开了笔记本，还当着大家的面念出了蔡奈允写好的人选。可很快下一个名字让申宗鹤愣住了，紧接着他难以置信的叫了我的名字。由于申宗鹤的声音太大，这吸引了其他同学的注意。至于蔡奈允，现在已经尴尬的当场石化。下方的我也注意到他们的情况，听到有人在议论自己也盯上金河镇之后，蔡奈允的脸不由得瞬间变红。另一边的申宗鹤则是很不解，之前不是说讨厌的吗？还没等他继续询问是什么情况，蔡奈允已经恼羞成怒的打了申宗鹤一拳，随即一把夺回了自己的笔记本，同时让申宗鹤不要乱看别人的东西。说完他就气冲冲的回到了座位上，但发现我也在看他之后，蔡奈允不由得赶紧转过头去，避免和我继续对视。他的迷惑行为自然也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等到下课之后，教官也就让大家
家回去慢慢决定名单。在走廊上别人和我聊天的时候，蔡娜允终于是想好了，随即她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臂。见状我询问着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蔡娜允这时有些结结巴巴，说话也并不清楚。正当她问我有没有组好队时，雷切尔却突然出现，并且告诉我已经提交了组队名单。闻言的蔡娜允有些疑惑是什么名单，雷切尔也告诉了她，那就是何震决定和自己组队了。此话一出，蔡娜允大脑瞬间一空，紧接着她扭过头看向我求证，随后我也就给了蔡娜允肯定的答案。刚刚的时候，雷切尔考虑完也就答应组队的事了。对此，蔡娜允有些语无伦次的说着，她让我别误会自己的话，只是怕没人愿意和你组队，毕竟同为旅行俱乐部的成员，她也是想着能就一把是一把。说完，蔡娜允还祝贺我找到了队友，准备离开的时候，还拍拍肩膀给我加油。对于她的反常行为，雷切尔却是有些担忧。直到走出去一小段距离后，蔡娜允终于是忍不住胡思乱想，雷切尔是和自己一样的见识，还拥有着相似的体质，除去理论部分，他们就连成绩也不相上下。可是蔡娜允很不明白，为什么我选了雷切尔，却没有选择他。等到蔡娜允走下了楼梯后，我和雷切尔就商议着队伍的事。不过雷切尔对刚刚的事很在意，他担心的询问着我会不会突然去别的组。闻言，我倒是很果断的表示不会的。就在这时，小组的其余成员也找了上来，这是上学期和我一组的陈浩胜，他很开心我能找他一起组队。其实邀请陈浩胜是雷切尔的决定，我也只是尊重了他的安排。剩下的人分别是李富贵以及托梅尔，虽然明白托梅尔肯定想使坏，但有我在应该也没关系。现在陈浩胜想一起去聚餐促进友谊，对此雷切尔也同意了这个提议。至于去吃什么他倒是都行，雷切尔不是一个挑食的人，可我知道他有一家特别喜欢去的餐厅，于是就表示去学校附近的韩桂亭聚餐。听到我的决定，雷切尔显得十分的惊喜，他没想到我也喜欢这家餐厅。陈浩胜也说着那家的食物很好吃，决定好我们一行人就出发去韩桂亭了。另一边的蔡娜允则是回到了宿舍，目前她的组成员已经齐了，叶月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队伍算是顶配了，毕竟蔡娜允又能当射手，也能作为战士。不过让叶月好奇的是，金河镇没有被邀请进队吗？蔡娜允解释着想拉的话，我肯定也会来的，可是那样雷切尔的队伍就只剩下一群小杂鱼。听到他的话，叶月想着也是这样，确定好名单后，蔡娜允也就提交了上去。组队的事情终于解决了，他也松了一口气，随即想躺下休息一会，但却怎么都无法睡着。蔡娜允现在有点后悔，早知道的话一开始就会去邀请金河镇，那样就不需要担心理论成绩。他明白是自己的犹豫不决，才会被抢占了先机。上次期中考试输给雷切尔的过程还历历在目，这次的组队活动是自己转见识之后的首次较量。想到这里，蔡娜允心中就更加的烦躁，继续下去的话，她很担心会再一次输给雷切尔。对此，另一边的雷切尔自然不知道，现在的他还在美美的吃着食物。时间一晃就来到了下周，所有队伍的名单确认完，我们也迎来了组队后的第一堂课。今天的课题是当先遣队探索地牢。一般发现新的地牢时，工会就会派先遣队去了解内部情况。现在我们队已经进入地牢20分钟左右了，由于环境所有人都很冷，这时雷切尔看到了前面的情况，于是就赶紧提醒了大家，原来是前面出现了多个不同的路口，因此去哪条路成为了关键。不过托梅尔随便找了一条路，然后就建议走这条好了，毕竟为了选路苦恼也没用。可他的选择遭到了我的反对。听到我很确定这条不是对的路后，托梅尔显得有些生气，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笃定。对此我的解释是自己视力比较好，能看出大概准确的路。至于托梅尔的意图，我不用猜都知道，肯定是想引导我们落入陷阱。被反驳的托梅尔找到了雷切尔，他想让队长来决定，结果雷切尔的决定是选择相信我。闻言托梅尔就尴尬了，他还有些小声的坚持自己的决定。最后我选好了一条路，慢慢的前往，就发现了需要调查的怪物之一。看到雪人的时候，所有人都很惊讶。到了现在，大家明白我选择的路才是对的。接下来的探索中，即便有我在一旁阻挠，托梅尔还是不停的引导我们涉险。尽管他已经很努力的想创造雷切尔落单的局面，但有我在注定是无法实现的。连番的失败让托梅尔很生气，他也没想到让一个人受伤离队会这么难。从一开始我做的决定，每条路都不会出现危险，明白有我在的话，自己是不可能成功的。随即托梅尔就叫住了雷切尔，他以2批人探索效率会更高当借口，想让雷切尔和他前去别的地方探索，而且一直相信我的话也不好。就在雷切尔准备拒绝他的提议时，我便率先站了出来，同时告诉托梅尔，现在分开才会更耽搁时间，只要跟着我就能很快结束课程。紧接着就一把拉起雷切尔离开。陈浩胜和李富贵自然也是相信的跟着我，唯有托梅尔更加的愤怒，不明白我究竟是有什么底牌才会如此自信。至于答案我肯定不会告诉托梅尔了。下一秒就继续发动千里眼探查，现在已经接近目的地了。确定好最佳的路线后，我就告诉大家继续前进。至于雷切尔则是还有些没反应过来。过了没有多久，我们就一路畅行的抵达终点。站在前方的教官则是在等待着每一队的学生。这回雷切尔终于是叫了我一下，他弱弱的提醒了一下我手的事。见状我赶紧松开了雷切尔的手，然后和他说了对不起，刚刚顾着赶路所以忘记了。不过雷切尔没有生气，还让我不用因此道歉。教官这时大声的让我们组进行报告，将一路上的探索信息告诉教官后，我还分析了地牢的首领怪物等级。我们队伍的回答得到了教官的肯定，还夸赞着做得很完美。最后我们组以满分圆满完成本次课程，其他人都很意外，没想到还能得到教官的夸赞。相比于大家的信任和开心，身后的托梅尔显得很是不合群，因为今天有我的插手，使得他的任务没有半点进展。
原本在拿到任务的时候，他还有些不以为意，因为任务中托梅尔只需要接近雷切尔，然后使他受伤或者虚弱就行。当雷切尔的日常生活出现了偏差，剩下的就会由别的要员处理。所以这个任务不管怎么看都很简单。托梅尔在基地的时候很是自信，可经过了地牢探索的事件后，他整个人都傻眼了。课程结束回来，托梅尔更是连接触都做不到。这时被恶的要员询问着，为什么任务延迟了？是不是出现了变数？看着对方的话，托梅尔顿时火冒三丈。任务才开始没多久，居然就在催自己。朝着要员发泄完后，托梅尔就思索着该怎么进行任务。地牢失败的原因他很清楚，都是怪那个名叫金河镇的人。对方就像是有心灵感应一样，只要他想动手，立马就会被制止。且不管是上不上课，我基本都在雷切尔周围徘徊，所以直到现在托梅尔一点进展都没有。看了半天关于我的信息，托梅尔也没有找到亮眼的地方。他怀疑我是不是以为一直守着雷切尔就能抱得美人归了吧？这个念头刚刚升起，托梅尔瞬间就自认为明白了情况，那就是金河镇一定是喜欢雷切尔，因此才会围着转。想到这里，托梅尔顿时就有了一个好办法，只要自己夸大其词，然后去散播金河镇喜欢雷切尔的消息，等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他想两人之间肯定会越走越远，届时自己也能轻松完成组织的任务。要传播这个消息的第一步，托梅尔准备先和小组的其他人拉近关系。一晃又过了几天，今天的课程是现象界分析学，即将下课的时候，老师就让大家下周每个小组各选一个小型地牢，然后分析并发表有效的攻略方案。这次的小组作业让很多人唉声叹气，但陈浩胜的苦恼是假装的，因为有我和雷切尔在，他压根就不需要担心，还扭头表示相信我肯定能拿高分的。对于陈浩胜的夸赞，我只觉得压力山大。等到下课铃响起，班长李英涵又通知大家，下周三有组长会议，到时需要各组长去大礼堂集合。通知完大家也就纷纷收拾东西离开，而我则是向雷切尔他们提议，稍后可以先去咖啡店简单分配任务，之后再解散回去。对此雷切尔也答应了，不过托梅尔却突然凑上来，他表示既然如此，那就边吃蛋糕边聊吧。这家伙一反常态的态度，使得我疑惑他想干什么。被我质问了之后，托梅尔依旧一副热情的回答着，想和大家增进一下友谊，更是转身主动和李富贵他们打招呼。他积极的样子也是愈发的可疑，可暂时我还不明白托梅尔转变态度的意图。不一会后，我们就抵达了咖啡店。尽管已经用千里眼查看了四周没有任何陷阱，但我依旧觉得托梅尔很可疑。直到雷切尔叫了我这才回过神来准备分配工作。仔细想了一下，我就让浩胜和富贵去找地牢的资料，托梅尔和雷切尔负责计算魔力浓度。等他们把结果发给我之后，我就进行总结，最后在交作业那天发表。对于我的分配，大家也都纷纷答应了。托梅尔还说着小组作业就聊到这里，一旁的李富贵此前还担心过的，但商量完各自的任务，也让他安心了许多。随即还羡慕我不仅学习好，转型射手后战斗水平想必也大大提高了。紧接着李富贵好奇是不是有著名工会提前接触我了，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回答他。就在这时，雷切尔悄悄拉了一下我的衣袖，他小声地询问着毕国王室有没有联络过你。闻言我有些疑惑，不明白雷切尔是指什么，于是他就告诉我是毕国的王室工会，但在印象中他们好像没有找过我。继续回想了一会后，我终于是记起此前的一封邮件，随即就有些不好意思地给雷切尔说自己不经常看邮件，听到王室工会仅仅是发了一封邮件，这让雷切尔心里有些不舒服。而我则是打开了邮件查看里面的内容，确实是一封提前接触的邀请函，但给我的待遇比较一般，作为提前签约的条件明显不是特别好。现在雷切尔也想看看邮件的内容，可他刚刚看完一部分，脸色瞬间就变得很不好看。王室工会的办事让雷切尔觉得太过敷衍，随即他就起身离开，同时叫我不用继续往下看了。说完，雷切尔告诉大家自己有事要先走。见状的托梅尔又一次傻眼了，自己今天的行动还没展开，没想到雷切尔就走了。至于我和陈浩胜他们也有些意外，不明白是出了什么事，因为雷切尔刚刚明显是生气了。托梅尔内心还在抱怨诸事不顺的时候，他发现大家都很在意雷切尔离去的事，眼下说不定就是自己开始散播的好机会。等到我也走了的时候，托梅尔突然和李富贵搭话，他悄悄地说着，你不觉得何震喜欢雷切尔吗？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照常前去体能训练室锻炼，每次锻炼结束的休息是幸福的时候。虽然我一直在坚持锻炼，可惜的是体能并没有提升多少，刚刚练完连开易拉罐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在我准备稍后再开的时候，却有人伸手帮了我一把。听到来人的声音，我有些意外，因为帮我开易拉罐的人正是蔡奈允，他表示有点事想找我聊聊。闻言我倒是来了兴趣，随即就让蔡奈允说说看是什么事。他则是有点不好意思，不过结结巴巴了一会，蔡奈允就说明了来意。原来他们组选定了红天螳螂地牢，下周5就要在课上发表，所以他想问问我有没有什么情报。对此我不明白为什么偏偏挑最难的地牢，可蔡奈允本来也不想的，他告诉我是小组中的一个魔法师很固执，强烈要求要选择这个地牢。在对方的再三请求下，其他人也只好答应。而我则是想起来，蔡奈允小组的魔法师似乎是叫吴俊直，其的人设是实力过人，可虚荣心强还没有礼貌。因为家境比较好，面对蔡奈允也毫不怯场，所以我决定还是提醒一下，然后告诉蔡奈允，对方大概率是觉得地牢难度高，到时给出的分数也高。在询问到发表演讲的人也是吴俊直的时候，我便毫不犹豫地表示，让蔡奈允赶紧换人吧，那个叫吴俊直的家伙，从面相看就是贪慕虚荣的面子活，等到了发表的关键时刻，一定会慌得语无伦次。要是让他负责发表，我肯定的告诉蔡奈允，
你的成绩会跟着一落千丈的。听到我的话，蔡娜允就好像找到了知己一样，因为她也是这么觉得的。本来都准备睁只眼闭只眼，不过对方在小组的行为很是夸张，随即蔡娜允就开始和我吐槽着吴俊植，连着说了一大堆后，她认为最离谱的是第一次遇到比自己还肆无忌惮的家伙。对此我有点没想到，蔡娜允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接下来我也给了她建议，把发表攻略的任务交给叶月，我觉得她完全可以胜任。蔡娜允虽然也想，可她估计吴俊植是肯定不愿意的，又继续给了蔡娜允一些地牢情报。我这才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那就是我们之间已经到了这种无话不谈的地步了吗？而蔡娜允发现我的眼神后，一时间也沉默了。面对这尴尬的局面，蔡娜允就让我加油锻炼，随即赶紧逃离了这里。时间很快也来到了下周五，经过几个组的发表完，也就轮到了蔡娜允他们小组。吴俊植和我想的差不多，这家伙上台后整个人紧张的不行，支支吾吾半天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看着下方怒火冲天的蔡娜允，我也替他感到惋惜。结果到头来还是没能替换发言人。很快吴俊植糟糕的表演就结束了，可他却没有半点羞耻，还很开心的说着自己太紧张了。听到吴俊植的话，蔡娜允和叶月已经无语到了极点。他这嬉皮笑脸的模样，如果不是还在上课，蔡娜允已经冲上去暴揍一顿了。叶月则是安慰着他别冲动，但是蔡娜允还是决定好，等下课后必将吴俊植打得满地找牙。这时老师叫了下一组的发言人上台，而我则是不紧不慢地走了上去，因为恰好轮到了我们。见我从身边路过后，蔡娜允一时间愣住了，她惊讶我怎么戴上眼镜。和吴俊植的慌张不同，我的表现十分的冷静，告诉大家我们调查的是瓦申地牢后，我便开始讲解着小组制定的攻略计划和结果。仅仅过了几十秒，就连蔡娜允也被吸引了。她知道我的笔试成绩很好，但没想到我讲的也这么好。不一会后，老师也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他想知道我是怎么靠那点情报就推算出魔力逆流的。闻言我自信的一笑，下一秒就将推算的过程展示了一遍，还向大家进行了解释。现场基本所有的学生都被我的精彩发表所折服，他们很意外我发表都做得这么好。蔡娜允则是认真的听了我的发言，看着台上我的模样，她升起了奇怪的感觉，心跳也加快了几分。就如别的同学刚刚说的，台上的金河镇似乎还有点帅气。发言完毕，我就回到了座位，还和蕾切尔开心的击掌，偷偷瞥了一眼后面。蔡娜允就发现我们组的激动情景，这一刻她的内心很是羡慕，不过表面上一如既往的傲娇。今天的课程结束，蕾切尔便前去锻炼了。这回刚刚结束下午的训练计划，总的来说今天她过得很顺利，不仅攻略发表拿下了高分，还有合同也成功交给了何震。原来在今天课程结束的时候，大家纷纷要求去聚餐，可蕾切尔有训练安排，所以就没去。当我也准备告别的时候，蕾切尔急忙想起来有东西要给我，很快他就从包包中翻出了一份合同，随即很正式的请我收下。等到我从他的手中拿过来后，蕾切尔这才告诉我，这是王氏工会的预录用协议书，给出的待遇会比邮件中的好很多。他还表示其实是自己拜托王氏工会来提前接触的，但没想到工会的人光看了排名。向我解释完，蕾切尔终于正式的发出邀请，他想让我加入王氏工会，所以请我务必认真考虑一下。时间回到现在，蕾切尔感觉自己当时的发挥还行，心情很好的他就打算赶紧洗完澡，然后回宿舍好好睡一觉。可正要推门出去的时候，却听到有人在八卦，说的内容还是关于自己的。对方一句听说金河镇喜欢蕾切尔，瞬间就让他停下了步伐。然而越听下去越离谱，甚至还有人说我正准备向蕾切尔告白。震惊过后，蕾切尔的俏脸霎时间变得通红，他不由自主地想着，何震真的喜欢我吗？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羊，很高兴大家能喜欢这部作品，但很可惜的是，今天晚上10点，枪王的原漫画第2季在国内也就以99话完结了，而官方给到我的最大版权是89话，所以接下来要停更一段时间等第3季。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等到第3季出来后，白羊依旧会继续更新。最后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也让我们第3季再见吧。